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Shi Ji by Mark Kiense.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Title: Shi Ji. Author: Mark Kiense. Release date: January 10, 2008. Ebook 井号24226. Language: Chinese. Character set encoding: UTF-8. St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Shi Ji. Produced by Kuo Chao Yu. 史记。司马迁者。本纪。史记武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沉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争。于是轩辕乃惯用干戈，以征不响，诸侯咸来兵从。而蚩尤罪为报，莫能伐。炎帝欲亲临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得正兵，制武器，役武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皮修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皇帝。天下有不顺者，皇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完山，即代宗；西至于崆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乡；北逐昏周，合府釜山，而易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长处，以师兵为营卫，官民皆以云命为云师。至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风禅雨未多焉。或宝鼎，迎日推嘉，举封后，立木，长仙，大鸿以治民。顺天德之际，幽冥之战，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纯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情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黄帝25子，其得姓者14人。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谓雷祖。雷祖为黄帝正妃，生2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霄，是谓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邑，降居弱水。昌邑取蜀山，是女曰昌蒲，生高阳。高阳有甚德焉。黄帝崩，葬乔山。其孙昌邑之子高阳立，是谓帝颛顼也。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邑之子也。晋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才以任的。宰时以象天，依鬼神以治义，治气以教化，邪神以祭祀。北至于幽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盘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抵数。帝颛顼生子曰穷禅。颛顼崩，而玄霄之孙高辛立，是谓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乔吉，乔吉父曰玄霄，玄霄父曰黄帝。自玄霄与乔吉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颛顼为族子。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逾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为。顺天之意，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
取得之财而节用之，辅教万民而立惠之。历日月而迎颂之，明鬼神而敬视之。其色郁郁，其德夷夷，其动也时，其复也是。地库盖直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地库取乘风侍女，生放勋；取居姿侍女，生至。地库崩而至戴利，地至利不善，而地放勋利，是谓地爻。地爻者，放勋。其人如天，其之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疏。黄收纯一，铜车乘白马。能明训德，以清九族。九族祭祀，遍彰百姓。百姓昭民，和万国。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术法日月星辰，尽受民时。分命羲仲居御夷，曰阳谷。尽到日出，变成东坐。日中，星鸟以阴中春。其名羲，鸟兽自为。生命羲书，居南郊。变成南魏，晋至。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名阴，鸟兽西阁。生命合众，居西土，曰昧谷。尽到日入，变成西辰。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其名一翼，鸟兽毛显。生命和书，居北方，曰幽都。便在服务。日短，星卯以正中东。其名玉，鸟兽绒毛。岁366日，以闰月正40。幸斥百官，众公皆兴。尧曰：谁可顺此事？放其曰：四子丹朱开明。尧曰：欲。完兄不用。尧又曰：谁可者？涣都曰：共工旁据不公，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辟四公漫天，不可。尧又曰：皆4月，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淮山相邻，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复命毁族，不可越。曰：亦哉，是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乐用鲧。9岁，公用不成。尧曰：皆。4月，正在位70载，汝能拥命，见正位。乐因曰：彼得舔地位。尧曰：昔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今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正闻之。其何如？乐曰：盲者子。父顽，母淫，弟傲，能和以孝，真治不治奸。尧曰：吾其事哉？于是尧妻之2女，观其德于2女。舜斥下2女于归瑞，如复礼。尧善之，乃使舜甚合5典，5典能从。乃便入百官，百官时序。兵于4门，4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进。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舜，召舜曰：女谋士智而言可讥，3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义。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于是帝尧老，命舜设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玄机玉衡，以其七政。遂类于上帝，因于6宗，望于山川，辨于群神。依5瑞，则及月日，见4月诸目，班瑞。岁2月，东巡狩，至于代宗，柴望至于山川。遂见东方君长，和10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5礼5御3伯2生1死未至，如武器，卒乃复。5月，南巡狩；8月，西巡狩；11月，北巡狩，皆如初。归至于祖弥庙，用特牛礼。5岁一巡狩，群后4朝。便告以言。民事以公，车服以雍。赵时有2州，绝川。相以典刑，留右5刑，
编作官行，铺作教行，经作赎行。审灾过，赦户中贼行。轻灾，轻灾为刑之禁灾。患都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视之公师，共工果淫辟。4月举滚至洪水，尧以为不可。越强请视之，视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3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留共工于幽陵，以便北狄；放欢都于崇山，以便南蛮；迁3苗于三围，以便西戎；及滚于羽山，以便东夷。4罪而天下咸服。尧历70年的舜，20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见之于天。尧辟未凡28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3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之子丹朱之不孝，不足受天下，于是乃权受舜。受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受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促受舜以天下。尧崩，3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知丹朱而知舜，欲颂者不知丹朱而知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见天子位焉，是谓帝舜。于舜者，名曰重华。仲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乔牛，乔牛父曰巨望，巨望父曰靖康。靖康父曰穷禅，穷禅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邑，以至舜7世矣。自从穷禅以至帝舜，皆为庶人。舜父瞽叟亡，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必逃，即有小过，则受罪。舜弑父及后母与弟，日益笃谨，匪有解。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于雷泽，陶河滨，作石器于寿丘，就食于腹下。舜父瞽叟完，母嬴，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势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常在侧。舜年20以孝文。30而帝尧问可用者，4月咸见于舜，曰可。于是尧乃以2女妻。舜以观其内，使9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归瑞，内行弥谨。尧2女不敢以贵交视舜亲妻。舜有妇道，尧9男皆异妒。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于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气皆不苦与。1年而所居成聚，2年成邑，3年成都。尧乃赐舜止衣与禽，未筑仓廪与牛羊。瞽叟上父欲杀之，使舜上屠岭，瞽叟从下纵火焚岭。舜乃以亮力自汉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逆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石井，舜从逆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项羽。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2女与禽，象取之。牛羊仓廪与父母。象乃指舜公居，鼓其禽。舜往见之，象恶不义，曰：我思舜正欲逃。舜曰：然，尔其数矣。舜父视瞽叟爱弟弥谨。于是尧乃弑舜5典百官，皆至。袭高阳氏有才子8人，是得其利，谓之八凯。高辛氏有才子8人，是谓之八元。此16族者，是记其美，不允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凯，使主后土，以魁百世，莫不时序。举8元，使布武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臣。
袭帝弘氏有不才子，演义隐贼，好行凶特，天下谓之混沌。少是有不才子，毁信。恶中从事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是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化言，天下谓之逃。5. 此三足是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晋云是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获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彼之三凶。顺兵于四门，乃留四凶卒，迁于四邑，以御魑魅。于是四门辟，言无凶人也。舜入于大陆，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受天下。尧老，使舜设行天子政，巡狩。舜的举用事20年，而尧始摄政。摄政8年而尧崩。3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而禹、高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坠、羿、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禹是舜乃至于文祖，谋于4月，辟4门，明通四方耳目，命12目论地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律服。舜谓4月曰：有能奋雍美尧之士者，使居官乡试，皆曰伯禹。谓司空可美地公。舜曰：皆然。禹汝平水土，为士免灾。禹拜稽首，让于季弃与高陶。舜曰：然。往以舜曰：弃黎民始饥，汝后继剥食百谷。舜曰：弃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谓司徒，而敬夫五教，再宽。舜曰：高陶蛮夷华夏，寇贼奸诡，汝作事，五行有福，五富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为民能信。舜曰：谁能训禹公？皆曰垂可。于是以垂为共工。舜曰：谁能训禹上下草木鸟兽？皆曰亦可。于是以羿为正虞。羿拜稽首，让于诸臣诸虎、熊皮。舜曰：往矣。汝邪？遂以诸虎、熊皮为佐。舜曰：皆。4月，有能点正3里。皆曰伯夷可。舜曰：皆。伯夷以汝为至宗，夙夜为禁，直哉为禁邪？伯夷让夔、龙。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子直而温，宽而利，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义，歌长言深。一咏、律和声，八音能协，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虞。禹及时服食，百受律。5舜曰：龙，正谓既禅说忝位，正经正重，命汝谓纳言，夙夜出入正命，为信。舜曰：皆。女20有2人，尽哉，为10乡天士。3岁一考公，3考处置，远近重。公咸心，分北3苗。此22人咸臣爵公，高陶为大礼，平民各服的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公师，百公至公，一主虞，山则辟，器主祭，百谷时茂，器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12目行而9州莫敢辟围，惟禹之功未大，披9山，通9泽，决9河，定9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决疑。方5000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北发，西戎，西支，渠搜，氐，羌，北山戎，发，袭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代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9朝之乐，置异物，凤凰来降。天下明德皆自于帝始。舜年20以孝文，年30尧举之，年50设行天子事，年58尧崩，年61代。尧建帝位。建帝位39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夷，是为陵陵。舜之。建帝位，载天子旗，往朝复古叟，睽睽为景，如子道。
封帝相为诸侯。舜子商君亦不孝，舜乃欲见禹于天，17年而崩。3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见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君，皆有疆土，以奉先祀。夫其父，礼乐如之。矣。克见天子，天子服臣，是不敢专也。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彰明德。故黄帝谓有熊，帝颛顼谓高阳，帝喾谓高辛，帝尧谓陶唐，帝舜谓有虞。帝禹谓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契为周，姓姬氏。太史公曰：学者多称武帝，上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见申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载语问武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于长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见于海，南服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封教故书焉。总之不离古文者尽是。禹观春秋，国语，其发明武帝德，帝系姓张矣，故帝服生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意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故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于并论次，则其言有雅者，故者为本纪书首。所引述赞，帝出少典，居于宣丘。既代严厉，遂秦蚩尤。高阳嗣位，晋深有谋。小大远近，莫不怀柔。元纪帝喾，列圣同修。帝制之地，其号放勋。就之如日，望之如云。欲移东坐，媚谷西勋。名扬仄漏，玄德生闻。能让天下，贤哉二君。史记下本纪。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邑，昌邑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邑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淮山相邻，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4月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父命毁族，不可4月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元帝视之。于是尧听4月，用鲧治水。9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设行天子之政，巡狩。行事鲧之治水无状，乃击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始续鲧之业。尧崩，帝舜问4月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谓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皆然。命禹女平水土，为是免之禹败击首，让于弃。后继高陶。舜曰：女其往事而是矣。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为，其人可亲，其言可信。身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伪。伪木木，为刚未纪。禹乃遂禹邑，后继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土以覆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商先人父鲧公之不成受诛，乃劳身交司，居外13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至孝于鬼神。卑公事，至废于沟域。陆行成车，水行成船，泥行成橇，山行成苇。作准绳，右规矩，载40，以开9州，通9道，卑9泽，渡9山。令一与众数道，可种卑师。命后，既与众数难得之时，时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乡的以所有以供，及山川之便利。
禹行自冀州使。冀州，冀载湖口，至梁及齐。冀修太原，至于岳阳。谭怀至公，至于衡章。其土白壤。父上上错，田中中，长谓季从，大陆继位。鸟夷皮服，嘉佑节食，入于海。冀河为兖州，九河既到，雷下季泽，雍举会同，桑土既残，于是名的夏秋居土。其土黑坟，草皱木条。田中下，复征，作时有3年乃同。其共7司，其匪之文。服于冀洛，通于河。海带为青州，于夷冀略为资其道。其土白坟，海滨广细，绝田赤鲁。田上下，腹中上，绝贡言止，海物为错，带犬丝、喜、铅、松、怪石来夷为木，其匪隐私。服于问，通于冀。海带及淮为徐州，淮夷其至，蒙与齐。大野冀都，东原底平。其土赤直坟，草木见包。其田上中，腹中中。共为土5色，与犬下敌，一阳孤同，四宾服庆，淮夷平。诸冀于其匪悬欠稿。服于淮，四通于河。淮海为扬州，彭蠡冀都，养鸟所居。三江。冀入，震则制定。逐渐冀部。其草为腰，其木为桥，其土涂泥。田下下，腹下上上杂。共金3品，尧、昆、竹剑、齿、革、羽、毛、岛夷会服，其匪之辈，其包局，又袭贡。均江海，通淮。四。今及衡阳为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盛中，佗曾以道云土，孟未至。其土涂泥。田下中，腹上下。共羽、毛、齿、革、金3品，春、寒、瓜、柏、栗、砥、弩。丹为群鹿，苦。三国志共其名，包鬼金毛，其匪玄勋机祖，九江入次大归。服于江。佗曾汉于洛，至于南河。今河为豫州，一洛禅见计入于河，迎波冀都，到河泽，北明都。其土壤下。土坟庐。田中上，复杂上中。共7司，止住，其匪欠序，袭共庆错。服于洛，达于河。华阳黑水为凉州，问波冀佗曾计道，蔡蒙吕平，何以抵击？其土清离。田下上，腹下中3错。共虬、铁、银、漏、弩、磬、熊、皮、狐、狸之皮。西清阴环。是来，服于前，于冕，入于渭，乱于河。黑水西河为雍州，弱水既西，今属渭瑞。七举既从，风水所同。今其以吕中。南敦物至于鸟数。原袭底基，至于都野。三为冀度，三苗大序。其土黄壤。田上上。腹中下。共虬、蛉、琅干。服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瑞。知皮昆仑，西之渠。搜西戎集序。到九山，迁及其至于金山，于河、湖口，雷首至于太岳，砥柱、西城至于王屋。太行、长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清、诸羽、鸟属至于太华，熊耳、外方、铜帛至于腹。尾到播种至于金山，内方至于大别，汶山之阳至衡山，过九江至于夫浅源。到九川，弱水至于河狸，余波入于流沙。到黑水至于三围，入于南海。到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右东至于蒙津，东过洛瑞，至于大邳，北过绛水，至于大陆，北波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播种稻样，
东流为汉，右东为沧浪之水。过三市，入于大别，南入于江，东会则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汶山到江，东别为沱，右东至于里，过九江，至于东临，东以北会于会，东为中江，入于梅。到兖水，东为纪，入于河，亦为营，东出陶丘北，右东至于河，右东北会于汶，右东北入于海。到淮自铜帛，东会于泗宜，东入于海。到魏自鸟属铜穴，东会于丰，右东北至于今，东过七举，入于河。到洛自熊耳，东北会于建禅，右东会于一，东北入于河。于是九州幽同，四澳寄居，九山旅，九川狄原，九泽寄卑，四海会同。六府甚修，众土交正，至盛财富，贤则三壤臣赋。中国赐土性，知台德先，不惧正行。令天子之国以外500里佃服，100里赋纳役，200里纳制，300里纳皆服，400里粟，500里米。佃服外500里侯服，100里采，200里任国，300里诸侯。侯服外500里睢服，300里夔文教，200里奋武卫。睢服外500里药服，300里夷，200里蔡。药服外500里荒服，300里蛮，200里流。东建于海，西背于流沙，朔南纪，深教气于四海。于是帝玺与玄龟，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高陶作事以礼民。帝顺朝，与伯夷、高陶相与于帝前。高陶述其谋曰：信其道，德谋民符合。禹曰：然，如何？高陶曰：愚。慎其身修，思长，敦序九足。众民高义，尽可远在矣。禹拜美言曰：然。高陶曰：愚。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欲。皆若是，为帝其难之。知人则治，能观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知能惠，何忧乎欢兜？何谦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高陶曰：然。愚。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使事事，宽而利，柔而利，怨而共，智而敬，扰而易，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早夜一民有家。日言正尽六德，量采有国。昔受普师，九德贤士，俊逸在官，百利肃谨。无教邪淫其谋，非其人居其官，是谓乱天事。天讨有罪，五行无用哉？无言底可行乎？禹曰：女。言志可击行。高陶曰：余未有之，斯赞道哉？帝舜谓禹曰：女亦昌言。禹拜曰：禹何言？禹思日孜孜。高陶难禹曰：何谓孜孜？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淮山相邻，下民皆浮于水。禹陆行成车，水行成舟，泥行成橇，山行成苇，行山木。禹亦与众数道先时，以绝九川至四海，郡犬会至之川。禹既与众数难得之时，食少，钓有余，补不足，喜居。众民乃定，万国未治。高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禹帝舜乃在位，安而治，辅德，天下大殷。卿亦以招待上帝命，天齐。众命用修。帝曰：欲臣哉，臣哉！臣作正古公耳目。禹欲左右有民，女辅之。禹欲观古人之相，日月星辰，作文绣服色，女明之。禹欲闻六律五声八音，来始华，已出。入五言，女听。禹即辟，女匡扶禹。女无面于，退而谤禹。
进四辅臣。诸众谗必臣君，得臣师皆亲矣。语曰：然。帝即不识，不同善恶则无功。帝曰：吾若丹朱奥，为漫游士好，无水行舟，朋盈于家，用绝其事。禹不能顺事。禹曰：禹取涂山，鬼甲，生起于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辅臣五父，至于5000里。舟12师，外雹4海，弦箭5常，各道有功。苗完不及功，帝其念哉？帝曰：道。无德，乃女公序之也。高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责禹。不如言，行从之。顺得大名。于是魁行乐，祖考制，群后相让，鸟兽祥舞，萧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律舞，百官信邪。帝用此作歌曰：治天之命，为时为己，乃歌曰：古公喜哉，元首启哉，百公熙哉。高陶拜首稽首扬言曰：念哉，虑为心事，甚乃献；敬哉，乃更为歌曰：元首明哉，古公良哉，庶士康哉。又歌曰：元首从左哉，古公惰哉，万事惰哉。帝拜曰：然，往卿哉。于是天下皆宗禹之名，度蜀声乐，为山川神主。帝舜见禹于天，未祀。17年而帝舜崩。3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帝禹立而举高陶见之，且受朕焉，而高陶卒。封高陶之后于殷6，或在许。而后举邑人之政。10年，帝与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受邑。3年之丧毕，亦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稽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邑焉。及禹崩，虽受邑，邑之左与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邑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谓夏后帝启。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有护士不服，启伐之，大战于干。将战，作干氏，乃召六亲生之。启曰：嗟。6氏之人，禹氏告女，有护士威武5行，代气3正，天用绞绝其命。今禹为共行天之罚，左不公于左，右不公于右，女不共命。欲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禹则袒戮女，遂灭有护氏。天下咸朝。夏后帝启崩，子弟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5人，须于洛瑞，作五子之歌。太康崩，帝中康立，是谓帝中康。帝中康时，西河免营，废时乱日，应往征之，作应征。中康崩，子弟相立。帝相崩，子弟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弟禹立。帝禹崩，子弟怀立。帝怀崩，子弟芒立。帝芒崩，子弟谢立。帝谢崩，子弟不将立。帝不将崩，弟弟中立。帝中崩，子弟景立。帝景崩，立帝不将之子孔甲，是谓帝孔甲。帝孔甲立，好方轨。神，是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叛之。天降龙2，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换龙氏。陶唐既衰，其后有流泪，学扰龙于换龙氏，以示孔甲。孔甲赐之姓曰玉龙氏，受使为之。后龙亦辞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拒而迁去。孔甲崩，子弟高立。帝高崩，子弟发立。帝发崩，子弟吕轨立，是谓桀。帝桀之时，
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下，节不务德而侮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求之下台矣。而视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民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下台，始至此。”汤乃见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汤封夏之后，至周封于其也。太史公曰：“禹未四姓，其后分封，用国未姓，故有夏后氏，有户氏，有南氏、真荀氏、同陈氏、氏、费氏、启氏、曾氏、辛氏、明氏、真歌氏。孔子政夏时，学者多传。夏小郑云：自于夏时，共父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济公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稽也。所引数赞，尧遭洪水，离人祖基。禹秦沟绪，手足骈之。延成4载，动旅40。娶妻有日，过门不思。九徒祭礼，玄归袭资。帝起4立，有户为命。五子作歌，太康诗。正亦着思武，下士不敬。降于孔甲，扰龙乖信，皆比明条，其中不令。史记因本纪。因弃母曰简狄，有松氏之女，为帝库赐妃。3人行狱，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气，气长而左与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未思。徒而敬夫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于大禹之际，功业者于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宇立。曹宇卒，子明立。明卒，子正立。正卒，子为立。为卒，子鲍丁立。鲍丁卒，子鲍乙立。鲍乙卒，子鲍丙立。鲍丙卒，子主人立。主人卒，子主鬼立。主鬼卒，子天乙立，是谓陈汤。陈汤，自弃至汤8000。汤使居伯从先王居，作帝告。汤征诸侯，葛伯不嗣，汤使伐之。汤曰：“禹有言，人是水践行，是民之治不。”伊尹曰：“民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冠。免哉，免哉！”汤曰：“汝不能尽命，禹大伐及之，吾有忧涉作汤征。”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身事应承，复鼎祖，以资未说汤，至于王。道或曰：“伊尹处事，汤使人聘迎之，吾反然后肯往从汤，严肃忘及久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室下，季丑有夏，复归于伯。入自北门，遇女纠女房，作女纠女房。汤出，见野张网四面，注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悉，尽之矣。”乃去其3面，注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得志矣，即禽兽。”当世时，夏桀为虐郑淫荒，而诸侯昆无事未乱。汤乃兴师虑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越以伐昆吴，遂伐桀。汤曰：“革女众数，来，女悉听朕言。匪台小子敢行举乱，有夏多罪。禹为闻女众言，夏氏有罪。禹为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及之。今女有众，女曰：我君不恤我众，舍我色事而歌朕。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律止。众立，律夺夏国。
有众虑待不和，曰是日何时丧？与女皆亡。下得若兹，今正必往。尔上即与一人治天之法，与其大礼女。女无不信，正不实言。女不从是言，语则躺。陆女无有忧舍，以告令师，作汤氏。于是汤曰吴圣武，号曰武王。结拜于有松之墟，结于明条，下师拜祭。汤遂伐3斩，伏爵宝玉，一帛，众帛作典宝。汤既甚下，欲迁其舍，不可，作下舍。伊引报。于是诸侯必服，汤乃见天子位，平定海内。汤归至于太卷陶，中著作告。既处下命，还帛，作汤告，为3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无不有功于民，秦力乃是。禹乃大伐己女，无与怨。曰：古禹高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魏姜，北魏冀，西魏河，南魏淮，4都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继降播，农植百谷。3公贤有功于民，故后有利。习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服禹，有状。先妄言不可不免。曰：不道，无知在国，女无我愿，以令诸侯。伊尹作贤有义德，就单作民居。汤乃改正朔，亦服色，上白，朝会以昼。汤崩，太子太丁为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谓弟外丙。弟外丙即位3年。崩，立外丙之弟中人，是谓弟中人。弟中人即位4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氏长孙也，是谓弟太甲。弟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作四命，作卒后。弟太甲既立3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同宫。3年，伊尹设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弟太甲居同宫3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弟太甲而受之政。弟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加之，乃作太甲训3篇，投弟太甲，称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弟沃丁之时，伊尹卒，祭葬伊尹于伯，就单遂训伊尹氏，作沃丁。沃丁崩，弟太根立，是谓弟太根。弟太根崩，子弟小甲立。弟小甲崩，弟雍己立，是谓弟雍己。因道衰，诸侯或不治。弟雍己崩，弟太戊立，是谓弟太戊。弟太戊立，伊至未相。伯有降桑谷共生于朝，一穆大贡。弟太戊惧，问伊至。伊至曰：臣闻妖不甚德，帝之政其有阙语。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降桑哭死而去。伊至赞言于巫咸。巫咸至王家有臣，作贤爱，作太戊。帝太戊赞伊至于庙，言服臣，伊至让，作元命。因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中宗崩，子弟中丁立。弟中丁迁于敖。何旦甲居相，祖以迁于行。弟中丁崩，弟外人立，是谓弟外人。众丁书却不惧。弟外人崩，弟何旦甲立，是谓弟何旦甲。何旦甲时，因复衰。何旦甲崩，子弟祖以立。弟祖以立，因复兴。巫咸任职。祖以崩，子弟祖兴立。弟祖兴崩，弟沃甲立，是谓弟沃甲。弟沃甲崩，立沃甲兄祖。兴之子祖丁，是谓弟祖丁。弟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根，是谓弟南根。弟南根崩，立弟祖丁之子杨甲，是谓弟杨甲。弟杨甲之时，因衰。自中丁以来，废氏而更立诸弟子，
弟子或争相代力，比久事乱，于是诸侯没朝。帝杨甲崩，帝盘庚立，是谓帝盘庚。帝盘庚之时，因以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陈汤之故居，乃5000，无定处。因民资虚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习高后陈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免，何以成德？乃遂设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犹宁，因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尊陈汤之德也。帝盘庚崩，帝小兴立，是谓帝小兴。帝小兴立，因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3篇。帝小兴崩，帝小以立，是谓帝小以。帝小以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3年不言，政事绝。定于种载，以观国风。武丁夜梦的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事群臣百例，皆非也。于是，乃是百公营求之也，得说于复显中。是时说谓须弥，著于复显。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乡，因国大治。故遂以复显信之，号曰复说。帝武丁继陈汤，明日有妃至登鼎耳而许，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己乃训王曰：为天间下典决议，将年有勇有不勇，非天邀民，终绝其命。民有不若得，不听罪，天既复命正决得，乃曰其奈何？呜呼！王嗣敬民，枉非天纪，常嗣无礼于气道。武丁修正行德，天下咸欢，因道复兴。帝武丁崩，子弟祖庚立。祖己加武丁之以降至未得，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荣日。集训。帝祖庚崩，帝祖甲立，是谓帝甲。帝甲淫乱，因复衰。帝甲崩，子帝领辛立。帝领辛崩，帝庚丁立，是谓帝庚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以立。因复去亳，徙河北。帝武以无道，谓偶人，谓之天神。与之伯，令人未行。天神不胜，乃戮辱之。谓革。囊渗血，养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以列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以震死。子弟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弟以立。帝以立，因亦衰。帝以长子曰为子启，启母见，不得嗣。少子兴，兴母正后，兴未嗣。帝以崩，子兴立，是谓帝兴，天下谓之纣。帝纣资变节极，文见甚敏，财力过人，手革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是非，惊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身，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必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捐作新营生，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后赋税以食露台之前，而迎巨桥之粟。亦收狗马其物，充任公事。亦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飞鸟至其中，漫于鬼神。大祭乐戏。于沙丘，以酒喂池，献肉喂灵，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愿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革之法。以西伯昌9侯，2侯位，3公。9侯有好女，入之纣。9侯女不喜迎，纣怒，杀之，而海9侯。2侯争之强，变之急，并俘2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求西伯有礼。西伯之臣。红腰之徒，求美女骑物善马以献纣，纣乃射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革之。行。
纣乃许之，赐公使府乐，使得征伐，为西伯，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于好吏，因人服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一书。西伯归，乃因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资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弗听。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及西伯伐姬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救周，恐奔告纣曰：天既弃我引命，假人原归，无感之极，非先王不相我后人。为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安时，不虞之天性，不敌律典。今我民往不欲丧。曰天何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纣曰：我身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纣不可见以西伯计促周武王之东伐，至蒙津，诸侯叛因会周者800。诸侯皆曰：纣可伐以武王曰：尔谓之天命乃复归。纣越淫乱不止，为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降狂为奴。纣又求之，因知大师、少师乃持其计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虑诸侯，伐纣。纣亦发兵拒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依其宝玉衣，复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献之白旗，杀妲己。是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驴。封纣子武根，陆父，以序隐祀，令修行盘庚之政。因明大说。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为王，而封殷后为诸侯，属周。周武王崩，武根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为子于宋，以序隐后焉。太史公曰：禹以宋赐器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师。器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魏姓有殷氏、来氏、宋氏、崆峒氏、智氏、北殷氏、穆夷氏。孔子曰：殷鹿车为善，而色上白，所引数赞，简狄吞矣，是谓殷祖。玄王起商，伊尹父祖。上开3面，下陷9主。炫师太卷，迹象成户。牵削皮梗，不常绝土。武以无道，或因涉天。地心淫乱，惧见贼。咸九侯见海，炮革新焉。黄钺司帐，白旗世玄。哀哉穷士，因祀用谦。史记周本纪。周后继，名器。其母有台氏女，曰姜元。姜元为帝喾元妃。姜元出野，见巨人姬。欣欣然说，欲见之，见之而生动如孕者，居其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爱象，马牛过者，皆辟不见，喜至之林中，是会山林多人，牵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复见之。姜元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为儿时，亦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疏麻、疏美。及未成人，遂好耕农，相得之宜，以古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姬，而后继播1000古风器于台，号曰后继，别姓姬氏。后继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继卒，子不逐立。不逐末年，夏后氏正衰，去继不务，不逐以失其官而容敌之。兼不逐卒，子居立。
居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继之业，务耕种。行得宜，自欺，举度位，取财用。行者有资，居者有序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喜，而宝归焉。周道之心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宾。庆节卒，子黄仆立。黄仆卒，子差服立。差服卒，子毁于立。毁于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与立。高与卒，子雅与立。雅与卒，子公叔族类立。公叔族类卒，子古公旦复立。古公旦复修后继，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待之。勋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与之，以复公，欲得的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立之。今戎狄所谓攻战，以无得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儿。君之与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兵，渡期举于梁山，止于其下。兵人举国服老西。若尽复归古公于其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人，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变戎狄之俗，而迎。筑城郭氏屋，而亦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于仲。太将生少子季，季历取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甚睿。古公曰：我士当有心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于仲之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金蛮，闻声断发，以让季历。古公卒，季历立，是谓公季。公季修古公一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公季卒，子昌立，是谓西伯。西伯曰文王，尊后继，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辞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时以待事，是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何往归之？太颠、红妖、散宜生、玉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崇侯虎赠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相知，将不利于地。帝纣乃求西伯于有礼。红妖之徒患之，乃求有身世美女，离戎之文马，有雄九驷，他其怪物，因必成费众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示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公使符钺，使西伯的征伐。曰：赠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革之行。纣许之。西伯因行善，诸侯皆来绝平。于是睿之人有欲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叛，民俗皆让常。睿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谓只取汝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齐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虞，明年伐崇侯虎，而作封邑，自其下而喜兜风。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谓武王。西伯盖即位50年，其求有力，盖亦一之八卦为64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于睿之宋。后10年而崩，是谓文王。改法度，至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望。公继位王继，盖王睿自太望兴。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赵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续业。9年，武王上祭于毕。东关兵至于蒙津，魏文王墓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朱杰、其力，幸哉！欲吾之以先祖有得成，小子受先功，必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上父号曰总耳众数，与尔周集，后至者斩。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抚取以祭。祭渡，有火自上覆于下，至于王屋，流为屋，其色赤，其身破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800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居2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求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暴其乐器而周。于是武王便告诸侯曰：因有重罪，不可以不必罚，乃尊文王。遂律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以东伐纣。11年12月戊午，师必渡蒙津，诸侯咸会曰：孜孜无待。武王乃作太师，告于众庶。今因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3镇，离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身，用变乱正身，疑说妇人。故今与发为共行天罚，免灾夫子，不可再，不可三。2月甲子妹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是。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矛，以挥曰：远以西土之人。武王曰：皆。我有国种军、司徒、司马、司空、亚吕、师士，1000夫长、100夫长，及雍、蜀、羌、柔、韦、卢、彭、仆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毛，与其事。王曰：古人有言，聘姬无臣。聘姬之臣，为家之所。今因王纣为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四不达，弃其家国，夷其王父母弟不用，乃为四方之多罪不逃事。崇事长，是信是始，彼暴虐于百姓，以奸诡于商国。今与发为共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过6步7步，乃止其焉，夫子免灾。不过于4罚5罚6罚7罚，乃止其焉，免灾夫子。上环，如虎如皮，如柴如犁，于商郊，不欲克，以益西土，免灾夫子。尔所不免，其余尔身有路。是以诸侯兵会者车4000乘，乘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70万人拒武王。武王使师上父与百夫制师，以大促持帝纣。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急入。纣师皆道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持之，纣兵皆崩叛纣。纣走，反入登于露台之上，蒙衣其书玉，自焚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挥诸侯，诸侯必拜武王，武王乃依诸侯，诸侯必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呆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与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在拜箕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3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献大白之旗。以而至纣之婢妾2女，2女皆惊自杀。武王又射3发，即以剑斩以玄钺，献其头小白之旗。武王以乃出复军。其明日，除道，修社稷商纣宫。及其百夫和喊其以先驱。武王帝书郑夺奉承长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加武王。
散宜生、太颠、红腰皆执剑以为武王。既入，立于舍南大卒之左，右必从。毛书正奉明水，魏康书封不资，赵公氏赞采，诗上赋谦。申，尹义家注曰：因之莫孙继纣，舔废先忘明德，污灭神旨不祀，昏暴伤益百姓，其彰显文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因更大命，革因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纣子路父因之于民。武王为因初定未及，乃使其弟管叔先、蔡叔度相陆父至殷，以而命赵公弑箕子之囚，命毕公弑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驴，命南公扩散露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振贫弱蒙利。命南公扩使一斩九鼎宝玉，命红腰封比干之墓。命宗助享，辞于军，乃罢兵西归。行寿，继政事，作武臣，封诸侯，颁赐宗，作分阴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封神农之后于交，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季，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启。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上父为首封。封上父于营丘，曰齐。封地周公旦，于曲父，曰鲁。封赵公氏于燕。封地叔先于管，地叔度于蔡。于各以次受封。武王征九牧之君，登兵之父，以望商议。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及王所，曰：何谓不寐？王曰：告女为天不享阴，自发未生于今60年，麋鹿在目，非鸿满也。天不享阴，乃今有成。为天见阴，其灯明明360夫，不显亦不兵灭，以至今。我未定天宝，何暇寐？王曰：定天宝，依天事，悉求夫恶，贬从阴王寿。日夜劳来定我稀土，我为显福，即得方明。自洛瑞言于伊瑞，居亦无故，其有下之居。我南望三途，北望月壁，故瞻有河，月瞻洛伊，无远天视。瀛州居于洛邑而后去。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墟，演干戈，振兵士旅，是天下不复用也。武王以克殷，后2年，问箕子因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遗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武王病，天下未及，群公惧，募捕。周公乃服斋，自谓直，欲待武王。武王有抽，后而崩。太子宋代立，是谓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叛周，公乃设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五更作乱，叛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诸五更、管叔，放蔡叔，以为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于民，以封武王少帝封为魏康叔。晋唐叔的家谷，献之成王，成王以归周。公于兵所。周公受河东土，鲁天子之命。初，管、蔡叛周，周公讨之，3年而必定，故初作大告，次作为子之命，次归河，次嘉禾，次康告，九告，子才。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7年，成王长，周公反正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再封，使赵公复迎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补身士，卒营柱，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君作诏告、洛告。成王既迁殷夷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事，无益。赵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怀疑，残衍，迁其君薄孤。成王自衍归，在宗周，作多方。既处因命，袭怀疑，归在封，作周官。
兴正礼乐，度至于世改，而名和睦。宋申兴，成王既伐东夷，袭圣来贺，王赐荣伯作会袭圣之命。成王将崩，惧太子昭之不任，乃命赵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昭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义，务在节俭。吾多欲以笃信灵之，作故命。太子昭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便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告。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行错40余年不用。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陈周交，作毕命。康王卒，子昭王遐立。昭王之时，王道为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复告，会之也。立昭王子满，是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50矣。王道衰微，穆王敏。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迥申借太仆国之政，作迥命。复宁。穆王将征犬戎，济公谋复谏曰：不可。先王要得不官兵。夫兵急而时动，动则危，官则完，完则无政。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及干戈，载高公使，我求一德，4于10。下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后其信，富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民利害之。襄以文修之，使之务利而辟害，怀德而未威，故能保世以资大。昔我先王氏后继以服。是于夏。及夏之衰也，弃计不务，我先王不逐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待。业时序其德，遵修其序，修其训典，朝夕克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亦是载德，不舔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辞和，是神保民，无不欣喜。商王帝兴，大恶于民，庶民不忍，载武王，以致戎于商墓。是故先王非恶武也，劝恤民隐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治，邦内殿服，邦外侯服，侯卫兵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殿服者祭，侯服者祀，兵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亡。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忘。先王之顺嗣也，有不祭则修义，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忘则修德，序成而有不治则修行。于是有行不祭，罚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忘。于是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命，有文告之辞。不令陈词而有不治，则增修于德，无情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弊，博士之中也，犬戎氏。以其直来望，天子曰：与必以不想争之，且官之兵，吾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己顿乎？吾闻犬戎数敦，虑旧德而守忠纯故，其有以御我矣。王遂征之，得4白狼4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诸侯有不睦者，辅侯言于王，作修行辟。王曰：欲来。有国有土，告汝详行。在今尔安百姓，何则非其人？何敬非其行？何居非其已语？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信，正于五行。五行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官狱内狱。越实其罪，为君其过。五行之以有赦，五罚之以有赦，其审克之。简信有重，为训有基。无简不疑，共言天威。秦辟一赦，其罚百律，越实其罪。
亦辟一射，其筏被洒，月食其罪。并辟一射，其筏被差，月食其罪。公辟一射，其筏500律，月食其罪。大辟一射，其筏1000律，月食其罪。末筏之属1000，一筏之属1000，并筏之属500，公筏之属300，大辟之筏其属200，冒号5行之属3000，命曰辅行。穆王历55年，崩，子贡王亦护历。贡王游于京上，密康公从，有3女，之其母曰必至之王。夫受3位群，人3位众，女3位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不下众，王欲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得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之小丑乎？小丑被误，终必亡。康公不献，1年，共王灭密。共王崩，子义王立。义王之时，王室遂衰，失人作次。义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谓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义王太子谢，是谓夷王。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30年，好立，晋荣夷公。大夫瑞良夫见厉王曰：王视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不备大难，以是交王。王其能久乎？夫亡人者，将倒立而不知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及，由日处替剧院，直来也。故宋曰：斯文后继，克配比天，立我真名，莫匪尔及。大雅曰：承袭载舟，是步步立而巨难乎？故能载舟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未之道。王而行之，其归先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耻傲，国人谤王。赵公谏曰：民不堪命以王怒，得为污，使奸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先矣，诸侯不朝。34年，王亦言，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赵公曰：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赵公曰：是张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拥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始道，为民者宣之始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烈士献诗，古献屈，使献书，诗真，叟赋，蒙颂，百工见，数人传。禹晋臣尽归，亲戚补察，古史教诲，其爱修之，而后望真着焉，是以事行而不备。民之有口也，有土之有山川也，才用于是乎出，由其有源习眼卧也，衣食于是乎身。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心。行善而被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诚而行之。若拥其口，其语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3年，乃相与叛。袭厉王。厉王出奔于治。厉王太子进逆赵公之家，国人闻之，乃为之。赵公曰：昔无纣见王，王不从矣。即此难也。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仇而对怒乎？夫弑君者，显而不仇对，怨而不怒，况是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晋得脱。赵公、周公2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14年，厉王死于治。太子晋长于赵公家，2相乃共立之为王，是谓宣王。宣王即位，2相辅之，修正法文武臣康之。
移封诸侯复宗周。12年，鲁武公来朝，宣王不修疾于千亩，国文公谏曰不可，王弗听。39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宣王继王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众山府谏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听，卒。料民。46年，宣王崩，子幽王公申立。幽王2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府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破而不能争。于是有地震。今三川时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元必塞，元塞，国必亡。夫水土掩而民用也。土无所掩，民乏财用，不亡何哉？其一，洛竭而下亡，何竭而伤亡。荆州得若2代之计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真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10年，数之计也。天之所弃，不过其计。是岁也，三川竭，其山崩。3年，幽王必爱。4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生侯女，而为后。幽王得4，爱之，欲废生后，并去太子宜臼，以4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周太史伯阳都史记曰：周王以习自下，后世之衰也。有2神龙止于下地庭而言曰：虞之2君。下地不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及。不请其胎而藏之，乃及。于是不避而侧告之，龙亡而胎在，独而去之。夏亡，传此弃殷。殷亡，又传此弃周。彼3代，莫敢发之。至厉王之末，发而观之。胎留于庭，不可除。厉王使妇人裸而造之。胎化为玄元矣。入王后宫。后宫之童妾既乘而遭之，既姬而孕，无夫而生子，惧而弃之。宣王之时童女。尧曰：胡姬服，时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卖士气者，宣王使直而戮之。逃于道，而见乡者后宫童妾所弃夭子出于路者，闻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妇遂亡。于人有罪，请入童妾所弃女子者，于王以赎罪。弃女子出于是谓4。当幽王3年，王之后宫见而爱之，生子伯服，竟废生后及太子，以4为后，伯服为太子。太史伯阳曰：或成矣，无可奈何。4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谓封岁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4乃大笑。幽王说之，谓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亦不至。幽王以国时父为亲，用事，国人皆怨。时父为人佞巧善于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曾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离山下。鲁4尽取周路而去。于是诸侯乃及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谓平王，以奉周嗣。平王立，东迁于洛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氏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49年，鲁隐公即位。51年，平王崩，太子谢父早死，立其子陵，是谓桓王。桓王，平王孙也。桓王3年，郑庄公朝，桓王不礼。5年，郑苑与鲁邑许田。许田，天子之用事，泰山田也。
8年，鲁杀尹公，立桓公。13年，伐郑，郑赦商桓王，桓王去归。23年，桓王崩，子庄王闼立。庄王4年，周公黑奸欲杀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杀周公。王子克晏。15年，庄王崩，子离王胡其立。离王3年，齐桓公始罢。5年，离王崩，子惠王郎立。惠王2年，初，庄王必姬尧，生子颓，颓有宠，即惠王即位，夺其大臣元以为右，故大夫边伯等5人作乱，谋赵燕，魏师，伐惠王。惠王温以居正之利，立离王弟颓魏王。乐即变武，郑国君怒。4年，郑与国君伐杀王颓，复入惠王。惠王10年，赐齐桓公魏伯。25年，惠王崩，子襄王正立。襄王母早死，后母曰惠后。惠后生叔代，有宠于惠王，襄王畏之。3年，叔代与戎狄谋伐襄王，襄王欲诛叔代，叔代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袭彭平戎于晋。王以上亲礼管仲。管仲辞曰：“臣见有司也，有天子之2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臣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感辞。王曰：“就是于家乃勋，无逆正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礼而还。9年，齐桓公卒。12年，叔代复归于周。13年，郑伐华，王使游孙伯服请华，郑人求之。郑文公愿惠王之入不与立公爵，又愿襄王之与魏华，故求伯服。王怒，将以敌伐郑。复陈谏曰：“凡我周之东西，晋、郑焉一。子颓之乱，又郑之犹定，今以小怨弃之。”王不听。15年，王将敌师以伐郑。王得敌人，将以其女为后。复陈谏曰：“平、桓、庄、惠皆受郑劳，王弃亲轻敌，不可从。”王不听。16年，王处敌后，敌人来诛，杀谭伯。复陈曰：“吾数谏不从，如是不出，王以我为对乎？”乃以其属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代，故以挡开敌人，敌人遂入周。襄王出，郑居王于范。子代立为王，取襄王所处敌后与居温。17年，襄王告急于晋，晋文公纳王而诛叔代。襄王乃赐晋文公归唱公使，魏伯以河内的与晋。20年，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建土，诸侯避朝，书会曰：“天王授于河阳。”24年，晋文公卒。31年，秦穆公卒。32年，襄王崩，子请望人成立。请望6年，崩，子匡王班立。匡王6年，崩。弟于立，是谓定王。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刺落，使人问九鼎。王使王孙满因射以辞，楚兵乃去。10年，楚庄王为郑，郑伯将以而复之。16年，楚庄王卒。21年，定王崩，子简王一立。简王13年，晋杀齐君立公，引子周于周，立为悼公。14年，简王崩，子灵王谢新立。灵王24年，齐崔杼弑齐君庄公。27年，灵王崩，子景王贵立。景王18年，后太子胜而早卒。20年，景王爱子朝，欲立之。惠崩，子盖之党与争立，国人立长子猛为王，子朝攻杀猛，猛为悼王。晋人攻子朝而立，盖是谓晋王。晋王元年，晋人入晋王，
子朝自立，晋王不得入居泽。4年，晋律诸侯入晋王于州，子朝未成，诸侯陈州。16年，子朝之徒复作乱，晋王于晋。17年，晋定公遂，入晋王于州。39年，齐田常杀齐军简公。41年，楚灭陈。孔子卒。42年，晋王崩，子元王人立。元王8年，崩，子定王戒立。定王16年，三晋灭智伯，分有其地。28年，定王崩，长子去即立，是为哀王。哀王历3月，帝叔袭杀哀王而自立，是为司王。司王历5月，少帝围攻杀司王而自立，是为考王。此3王皆定王之子。考王15年，崩，子威烈王武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桓公，以续周公之官职。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威烈王23年，九鼎正，命韩、魏、赵为诸侯。24年，崩，子安王交立。是岁盗杀楚身亡。安王历26年，崩，子烈王喜立。烈王2年，周太史丹见秦献公曰：使周与秦国和而别，别500载复和，和17岁而霸王者出焉。10年，烈王崩，帝贬立，是为显望。显望5年，贺秦献公，献公称伯。9年，至文。武作于秦孝公。25年，秦会诸侯于周。26年，周至伯于秦孝公。33年，贺秦惠王。35年，至文武作于秦惠王。44年，秦惠王称王，其后诸侯皆为王。48年，显望崩，子胜晋王定立。胜晋王历6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时东西周分治，王赧喜都西周。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有无数子，无势力。司马简谓楚王曰：不如以弟资公子就，谓请太子。左丞曰：不可。周不听，是公知之困而交书于周也。不如请周君赎狱。立，以为告简，简请令楚之以弟。果立公子就为太子。8年，秦公宜阳，楚救之，而楚以周为秦故，将伐之。苏代为周说楚王曰：何以？周为秦之祸也。言周之为秦胜于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谓周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于秦，此为秦取周之经者也。魏王继者，周于秦应善之，不于秦亦言善之，以书之于秦。周绝于秦，必入于隐矣。秦借到两周之间，将以伐韩。周恐借之谓于韩，不借谓于秦。使燕谓周君曰：何不令人谓韩公书曰：秦之敢绝周而伐韩者，信东周也。公何不与周的，发指使之楚？秦必以楚不信周，是韩不伐也。又谓秦曰：韩强与周的，将以夷周于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无辞而令周不受，是受的于韩而听于秦。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恶往，故令人谓韩王曰：秦召西周君，将以使公王之南阳也。王何不出兵于南阳？周君将以为辞于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于河而攻南阳矣。东周与西周战，韩救西周。或谓东周说韩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国，多名器重宝。王按兵无出，可以得东周，而西周之宝必可以尽矣。王赧谓成君。楚为雍氏，韩真假语诉于东周，东周君恐，召苏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于世？
臣能使韩无真假语粟于周，又能为君的高都。周君曰：子苟能，请矣。国听子。待见韩相国曰：楚为雍氏，其3月也，今5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国乃真假语粟于周，是告楚病也。韩相国曰：善。是者以行矣。武代曰：何不与？周高都。韩相国大怒曰：吾真假语粟于周亦已多矣，何故与周高都也？代曰：与周高都，是周折而入于韩也。秦闻之必大怒，愤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必高都得完周也。何谓不与？相国曰：善果与周高都。34年，苏厉谓周君曰：秦破韩、魏，扑师武，北取赵令，离使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将兵出塞攻梁，梁破则周为矣。君何不令人说白起乎？曰：楚有养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叶100步而射之，100发而100中之。左右观者数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养由基怒，是公亦见，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之左驱右也。夫去柳叶100步而射之，100发而100中之，不以善。昔少焉气衰力倦，攻波使钩，一发不中者，100发尽息。今破韩、魏，扑师武，北取赵令，离使者，攻之功多矣。今又将兵出塞，过2州，备韩，攻梁，一举不得，前功尽弃。公不如称病而无出。42年，秦破华阳曰：马范谓周君曰：请令梁臣周乃谓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则范必死矣。范请以酒鼎自入于王，王受酒鼎而屠范。梁王曰：善，遂与之卒，言数州。因谓秦王曰：梁非数州也，将伐周也。王氏出兵进以观之。秦果出兵，又谓梁王曰：周王病甚矣，范请后可而复之。今王使卒之周，诸侯皆身心，后举是且不信。不若令卒为周臣，以逆事端。梁王曰：善，遂使陈周。45年，周君之秦客谓周曰：公不若欲秦王之效，因为太后养的，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为公公；交恶，劝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攻周，而周既谓秦王曰：为王计者不攻周。攻周，时不足以立，身为天下。天下以身为秦，必东合于齐，兵必于周。合天下于齐，则秦不忘矣。天下欲避秦，劝王攻周。秦与天下避，则令不行矣。58年，三晋拒秦。周令其相国之秦，以秦之亲也，还其行。客谓相国曰：秦之亲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国之情。公不如即见秦王曰：请为王听东方之变。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其重，则故有周据以收齐，是周常不失众国之交也。秦信周，发兵攻三晋。59年，秦取韩阳城附属，西周恐被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令秦无得通阳城。秦昭王怒，使将军纠攻西周。西周军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316，口3万。秦受其县，归其军于周。周君王乃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丹心湖。后7岁，秦庄襄王灭东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嗣。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宗其实不然。武王迎之，成王使赵公补居，居九鼎焉，而周复兜风。稿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所谓周公葬毕，在稿东南度中。秦灭周，汉兴90有余载，天子将封泰山，东巡狩至河南，求周苗邑。封其后加30里的，号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所引数赞，后继居台，太望作周。单开阙路，火降乌流。三分既有，800不谋。苍泗示众，白鱼入周。太师鲍乐，箕子居囚。成康之日，正简行错。南巡不还，西伏没。复共和之后，王室多故，掩胡星爻，龙胎作度。颓代忍祸，时清周作。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专须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之，玄鸟允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平水土。以臣，帝袭玄龟。禹授曰：非禹能。臣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兹尔废，赞禹公，其次尔造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尧姓之玉女。大费拜寿，左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是谓伯益。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2人，一曰大连，食鸟俗氏；二曰若木，食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玉，以拜桀于明条。大连玄孙曰孟系，中衍，鸟生人言。帝太戊闻而不知始育，即遂至始育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是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谓诸侯。其玄孙曰钟述，在西戎，保西垂。生飞廉。飞廉生恶来。恶来有力，飞廉善走，父子俱以财力示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飞廉为纣使北方，还无所报，谓弹获泰山而报的时官，名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时官以华氏。死，遂葬于霍泰山。飞廉父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曾。孟曾姓于周成王，是谓翟高郎。高郎生恒父。恒父生造父。造父以善欲幸于周谋王的季、温离、华蕤、陆尔之嗣，西巡狩，乐而忘归。徐衍王作乱，造父为谋王欲，长驱归周，1日千里以救乱。谋王以赵成封造父，造父卒由此为赵氏。自飞廉生季胜以下武士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恶来革者，非廉子也，早死。有妃子居犬丘，好马疾处，善养习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千位之间，马大翻袭。孝王欲以为大洛氏嗣。申侯之女为大洛妻，生子成为氏。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骊山之女，为荣须宣妻，生钟述，以亲故归周，保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父与大洛妻，生氏子成。申洛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曰：其伯益为顺主处，处多袭，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郑袭马，郑其分土为附庸。义之秦，使父续嬴氏嗣，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洛氏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历10年，卒。生公伯。公伯历3年，卒。
生秦仲。秦仲历3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洛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历23年，死于戎。有子5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5人，与兵7000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与秦仲。后及其先大洛的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庄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3人，其长男弑父。弑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遂将及戎，让其弟襄公。襄公为太子。庄公历44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熙元年，以女弟谋淫为封王妻。襄公2年，戎为犬丘，弑父及之，为戎人所戮。遂于复归弑父。7年春，周幽王用嗣废太子，立4子为氏，庶妻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立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胜利，有功。周毕，犬戎南，东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其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齐，封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是封爵之。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蕤居、黄牛、低羊各3，辞上帝西至。12年，伐戎而至。其卒，生文公。文熙元年，居西垂宫。3年，文公以兵700人东列。4年，置千谓之会，曰：“习周邑我先秦营于此，后卒或为诸侯。”乃补居之，战曰吉，即营邑之。10年，出魏陆至，用3劳。13年，出有使以济事，民多化者。16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于民有之，得至齐，齐以东县之州。19年，得城堡。20年，法出有3族，之罪。27年，伐南山大子，封大特。48年，文公太子卒，赐谥为晋公。晋为太子，是文公孙也。50年，文公卒，葬西山。晋公子立，是为宁公。宁公2年，公喜居平阳，遣兵伐荡舍。3年，与伯战，伯王奔戎，遂灭荡舍。4年，鲁公子辉弑齐军引公。12年，伐荡氏，取之。宁公生10岁立12年卒，葬西山。生子3人，长男武公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鲁姬子，生出子。宁公卒，大树长服。季威累3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出子6年，3父等父共令人贼杀出子。出子生5，遂立6年卒。3父等乃复立故太子武公。武熙元年，伐彭系氏，至于华山下，居平阳封公。3年，诛3父等而夷3族，以其杀出子也。郑高渠咪杀齐军昭公。10年，伐归，季戎，出献之。11年，出献杜郑，灭小国。13年，齐人管至父、连称等杀齐军襄公而立公孙无之。晋灭霍、魏、耿，齐雍领，杀无之、管至父等而立齐桓公。齐、晋为强国。19年，晋屈沃使为晋侯。齐桓公伯于卷。20年，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66人。有子1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阳。立其弟德公。
德熙元年，出居雍城大正宫，以西300劳祠禄制，补居雍。后子孙引马于河。梁伯、瑞伯来朝。2年，出服，以狗御谷。德公生33岁而立，历2年卒。生子3人，长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长子宣公立。宣熙元年，为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颓。3年，郑伯、国叔杀子颓而入惠王。4年，作密制，与晋战河阳，胜之。12年，宣公卒，生子9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承熙元年，梁伯、瑞伯来朝。齐桓公伐山戎，赐于孤竹。成公历4年卒。子7人，莫立，立其弟谋公。谋公任好元年，自将伐毛巾，胜之。4年，迎父于晋，晋太子申生解也。其岁，齐桓公伐楚，至少陵。5年，晋献公灭于国，鲁于君与其大夫百里奚，以避马路于故也。祭鲁百里奚，以为秦谋公夫人应于秦。百里奚亡，秦走晚，楚鄙人执之。谋公闻百里奚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应承百里奚在焉，请以5谷羊皮赎之。”楚人遂许与之。当世时，百里奚年已70余。谋公视其求，与国事。谢曰：“臣亡国之臣，何足问？”谋公曰：“于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故问。与3日，谋公大说，受之国政，号曰5谷大夫。百里奚让曰：“臣不及，臣有简书，简书贤而事莫之。臣常犹困于其而起时服人，简书收臣。臣因而欲视其君无之，臣得脱其难，遂知周。周王子颓好牛，臣以养牛干之。及颓欲用臣，简书指臣，臣去，得不诛。是于君，简书指臣。臣知于君不用臣，臣沉思立禄绝，且留。再用其言，得脱，亦不用，及于君难。是以知其贤。于是谋公使人后必引简书，以为上大夫。秋，谋公自将伐晋，战于河曲。晋离姬作乱，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无出。9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晋献公卒，立离姬子奚齐，其臣李克杀奚齐。荀息立卓子，克又杀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请秦，求入晋。于是谋公许之，使百里奚将兵送夷吾。夷吾谓曰：“臣得利，请割晋之河西8城与秦。”及至，以利，而使丕正谢秦，备曰：“不与河西城，而杀李克。”丕正闻之，恐，因与谋公谋曰：“晋人不欲夷吾，实欲众耳。今被秦约而杀李克，皆吕生系锐之计也。元君以利及赵吕系至，则更入众而变。”谋公许之，使人与丕正归。赵吕系等疑丕正有奸，乃言夷吾杀丕正。丕正子丕豹奔秦，说谋公曰：“晋君无道，百姓不亲，可伐也。”谋公曰：“百姓苟不变，何故能诛其大臣？能诛其大臣，此其条也。不听，而应用暴。12年，齐管仲、袭彭死。晋汉来请诉。丕报说谋公误语，因其击而伐之。谋公问公孙之，之曰：“击壤亘，是耳，不可不语。”问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奚。公孙之言，促与之速，以船槽车转，自雍相望至将。14年，秦击，请诉于晋。晋军谋之群臣。
国赦曰：因其击伐之，可有大功。晋军从之。15年，兴兵将攻秦。谋公发兵，使丕报将，自往击之。9月壬戌，与晋会。公夷吾合战于韩地。晋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至。谋公与麾下驰追之，不能得。晋军反为晋军所为。晋击谋公，谋公伤。于是其下10善马者300人持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谋公而反生的晋军。初，谋公亡善马，其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300余人，立逐的欲法之。谋公曰：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10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乃皆赐酒而射之。300人者闻秦即进，皆求从，从而见谋公窘，亦皆推风争死，以报10马之德。于是谋公虏晋军以归，令于国。其宿，吾将以晋军辞上帝。周天子闻之，曰：晋我同姓。谓请晋军。夷吾解义为谋公夫人。夫人闻之，乃衰迭显，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谋公曰：我得晋军以为公，今天子为请，夫人事忧，乃与晋军盟，许归之，更舍上舍，而馈之其劳。11月，归晋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的，使太子与魏直于秦。秦妻子与以宗女。是时秦的东至河。18年，齐桓公卒。20年，秦灭梁、芮。22年，晋公子与闻晋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灭之。我兄弟多，及君。100岁后，秦必留我，而晋亲，亦更立他子。子羽乃王归晋。23年，晋惠公卒，子羽立为君。秦愿与王去，乃迎晋公子重耳于楚，而妻以故子与妻。重耳出谢，后乃受。谋公义礼后遇之。24年春，秦使人告晋大臣，欲入重耳。晋许之，于是使人送重耳。2月，重耳立为晋君，是谓文公。文公使人杀子羽。子羽是谓怀公。其秋，周襄王帝代以敌伐王，王出居正。25年，周王使人告南于晋，秦。秦谋。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杀王帝代。28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30年，谋公助晋。文公为政。政使人言谋公曰：王政后晋，于晋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晋之强，秦之忧。也谋公乃罢兵归。晋亦罢。32年冬，晋文公卒。郑人有卖郑于秦曰：我主其城门，郑可袭也。谋公问简书，百里奚对曰：晋属国千里而袭人，悉有得利者。且人卖郑，庸之我国人不有以我秦告郑者乎？不可。谋公曰：子不知也，吾以决矣。遂发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视，简书子西起数及白，以并将兵。行日，百里奚、简书2人哭之。谋公闻，怒曰：孤发兵而子举哭无君，何也？二老曰：臣非敢举君君。君行，臣子与往，臣老，迟还恐不相见，故哭耳。二老退，谓其子曰：汝君即败，必于尧恶以33年春，秦兵遂东，更进的过周北门。周王孙满曰：秦师无礼，不败何哉？兵至华，正贩卖假人咸膏，持12牛将卖之周，见秦兵，恐死戮，因献其牛，曰：闻大国将诛郑，郑军谨修守预备，使臣以牛12劳军士。秦3将军相谓曰：将袭郑，郑今已决之，往无及以灭华。华，晋之边邑也。当世时，晋文公丧尚未葬。
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丧破我华，岁末衰跌。发兵遮秦兵于尧，击之，大破秦军，无一人得脱者。鲁秦三将已归。文公夫人，秦女也。谓秦三求将请曰：谋公之愿此三人入于骨髓，原令此三人归，令我军的自快烹之。晋军许之，归秦三将。三将至，谋公素服交迎，相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系。简书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学耻，无待。遂复三人官至如故，欲议后之。34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谋公于是复使孟明视等将兵伐晋，战于彭衙。秦不利，引兵归。戎王使由于于秦。由于其先晋人也，王入戎，能进言。闻谋公贤，故使由于观秦。秦谋公事以公事，积聚。由于曰：使鬼畏之，则劳神矣；使人畏之，亦苦民矣。谋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上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于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皇帝作为礼乐法度，深以先之，谨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祖法度之威，以则都于下，下霸极则以仁义愿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世，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纯德以御其下，下怀忠信以示其上，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于是谋公退，而问内史料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于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料曰：戎王处僻逆，未闻中国之声。君士疑其女乐，以夺其志，惟由于请，以疏其间，流而莫浅，以失其奇。戎王怪之，必疑由于。君臣有奸，乃可辱也。且戎王好乐，必待于政。谋公曰：善因与由于屈席而坐，传气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士尽。萧而后令内史料以女乐28夷戎王。戎王受而说之，终年不还。于是秦乃归由于。由于属谏不听，谋公又数使人间要由于，由于遂去降秦。谋公以克礼之，问伐戎之行。36年，谋公复议后孟明等，使将兵伐晋，渡河焚船，大败晋人，取王冠及号，以报尧之意。晋人皆臣首不敢出。于是谋公乃自毛巾渡河，封尧中师，为发丧，哭之3日。乃示于君曰：皆士卒，听无华。于是告汝。古之人谋黄发藩藩，则无所过。亦深思不用简书，百里系之谋，故作此事，令后世以记于过。君子闻之，皆谓垂涕，曰：嗟乎！秦谋公之与人周也，促得孟明之庆。37年，秦用由于谋伐戎王，一国12，开得千里，遂罢西戎。天子使赵公过贺，谋公以今故。39年，谋公卒，葬雍。从死者177人，秦之良臣子于是3人，名曰偃袭、仲行、真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谓作歌黄鸟之诗。君子曰：秦谋公广的一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上犹宜得垂发，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谋公子40人，其太子戴笠，是谓康公。康熙元年，往岁谋公之卒，晋襄公亦卒。襄公之弟名雍，秦初也，在秦。
晋赵顿豫。立之，使随惠来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晋立襄公子而反击秦师，秦师败，随惠来奔。2年，秦伐晋，取武城，报令狐之意。4年，晋伐秦，取少梁。6年，秦伐晋，取击马，战于河曲，大败晋军。晋人患随惠在秦未乱，乃使魏仇于降反，合谋会，诈而得惠。惠遂归晋。康公历12年卒，子共公立。共公2年，晋赵川氏齐军临公。3年，楚庄王强，北兵至洛，问周鼎。共公历5年，卒，子桓公立。桓公3年，晋败我一江。10年，楚庄王扶正，北败晋兵于河上。当世之时，楚霸，魏会盟合诸侯。24年，晋厉公出力，与秦桓公加合而盟。归而秦被盟，与敌合谋击晋。26年，晋律诸侯伐秦，秦军败走，追至今而还。桓公历27年卒，子景公立。景公4年，晋栾书氏齐军立功。15年，就郑，败晋兵于利。是时晋悼公为盟主。18年，晋悼公强，数会诸侯，虑以伐秦，败秦军。秦军走，晋兵追之，遂渡荆，至豫陵而还。27年，景公如晋，与平公盟，以而备之。36年，楚公子为弑齐军而自立，是为灵王。景公母弟后子真有宠，景公母弟父或赠之，孔朱，乃奔晋，车众千乘。晋平公曰：“后子父如此，何以自亡？”对曰：“秦公无道，谓诸欲待其后事，乃归。”39年，楚灵王强，会诸侯于申，为盟主，杀其庆封。景公历40年卒，子哀公立。后子父来归秦。哀公8年，楚公子弃即是灵王而自立，是为平王。11年，楚平王来求秦女为太子，见妻，治国，女好而自取之。15年，楚平王欲诛建王，伍子胥奔吴。晋公室卑而6亲强，欲内相攻，是以9秦晋不相攻。31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遂吴遂入隐。楚大夫申包胥来告急，7日不食，日夜哭泣。于是秦乃发500胜救楚，败吴师。吴师归，楚昭王乃得复入隐。哀公历36年卒。太子夷公，夷公早死，不得。立夷公子，是谓惠公。惠熙元年，孔子行鲁乡试。5年，晋亲中行，范氏反晋，晋使至士，召简子攻之。范中行氏王奔齐。惠公历10年卒，子悼公立。悼公2年，齐臣田乞弑齐君孺子，立其兄杨生，是谓悼公。6年，吴败齐师，齐人。是悼公，立其子简公。9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盟，争长于黄池，促先吴。吴强，临终。国。12年，齐田常弑简公，立其弟平公，常相之。13年，楚灭陈。秦悼公历14年卒，子立共公立。孔子以悼公12年卒。立共公2年，蜀人来陆。16年，澶河旁，以兵2万伐大利，取其王城。21年，出县平阳，进取5城。24年，晋乱，杀智伯，分齐国与赵、韩、魏。25年，智开与一人来奔。33年，伐义渠，虏齐王。34年，日食。立共公卒，子悼公立。悼公2年，南郑反。13年，义渠来伐，至渭南。14年，
造公卒，立其弟怀公。怀公4年，数长朝与大臣为怀公，怀公自杀。怀公太子曰昭子，早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谓灵公。灵公，怀公孙也。灵公6年，晋臣少梁，秦及之。13年，陈及孤。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立灵公。继父道子，是谓简公。简公，昭子之弟而怀公子也。简公6年，令立出代见。禅洛，陈仲全。16年卒，子惠公立。惠公12年，子出子申。13年，伐蜀，取南郑。惠公卒，出子立。出子2年，数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审之渊旁。秦矣。往者数义军，君臣乖乱，故晋富强，夺秦河西地。献熙元年，止从死。2年，陈立阳。4年正月庚寅，孝公生。11年，周太史丹见。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和而别，别500岁复和，和17岁而罢王。初16年，陶冬花。18年，与荆溧阳。21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6万，天子贺以丹麦。23年，与魏晋战少梁，虏齐将公孙痤。24年，献公卒，子孝公立，年已21岁矣。孝熙元年，河山以东强国6，与齐威、楚宣、魏惠、燕道、韩哀、赵成侯并。怀4之间小国10余。楚、魏与秦皆界。魏筑长城，自郑兵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8黔中。周氏为诸侯立政，争相并。秦辟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以敌御之。孝公于是不会，正孤寡，招战士，民公赏。下令国中曰：袭我谋公自其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靖乱，以和卫界，西霸戎狄，广的千里。天子至伯，诸侯必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惠王者立，造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为皇外事，3晋攻夺我先。君河西的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政府边境，喜至溧阳，且欲东伐，复谋公之故的，修谋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元王。未鞅闻事令下，西入秦，因颈间求见孝公。2年，天子制作。3年，未鞅说孝公变法修行，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至等服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3年，百姓变之，乃拜鞅为左庶长。其事在商君与中。7年，与魏惠王会杜平。8年，与魏战元里，有功。10年，魏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12年，作为咸阳，筑济阙，秦喜都之。并诸小相聚，即为大县，县1。令41县。魏田开阡陌。东的杜洛。14年，出魏父。19年，天子至伯。20年，诸侯必贺。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21年，齐败魏马陵。22年，魏鞅即位，鲁魏公子养，封鞅为列侯，号商君。24年，与晋战雁门，虏齐将魏错。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岁，诛魏鞅。鞅之初为秦师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贵戚。
君必欲刑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擒，擒其父师。于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殃，殃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训秦国。惠文君元年，楚、韩、赵蜀人来朝。2年，天子贺。3年，王冠。4年，天子至。文武作。其魏魏王。5年，阴晋人西守卫大良造。6年，魏纳阴晋，阴晋更名宁秦。7年，公子养于魏。战，虏齐将龙甲，斩首8万。8年，魏纳河西地。9年，渡河，取汾阴、皮氏。与魏王。会阴。为交，降之。10年，张仪相秦。魏纳上郡15县。11年，献义渠。归魏郊区。沃。义渠君魏臣。更名少梁曰夏阳。12年，出腊。13年4月戊午，魏君魏王，韩邑。魏王。使张仪伐取善，出其人与魏。14年，更为元年。2年，张仪与齐、楚大臣会聂桑。3年，韩、魏太子来朝。张仪相魏。5年，王游至北河。7年，乐池相秦。韩、赵、魏、燕、齐率匈奴共攻秦。秦使数长及与战休于虏齐将申差，败赵公子克、韩太子患，斩首8万2千。8年，张仪复相秦。9年，司马错伐蜀，灭之。伐取赵中都、西阳10年，韩太子仓来直。伐取韩时。张伐败赵将逆。伐取义渠25城。11年，李吉攻魏郊，降之。败韩暗门，斩首。万其江西守走。公子通封于蜀。燕君让其臣子之。12年，王与梁王会临晋。数长疾。公赵、鲁赵将庄。张仪相处。13年，数长张及处于丹阳、虏齐疆区，斩首8万。又攻楚汉中，取得600里，至汉中郡。楚为雍氏，秦使数长及助韩而东攻齐，到满助魏攻。燕。14年，伐楚，取赵陵。丹、黎城，蜀相壮杀蜀侯来将。惠王卒，子武王立。韩、魏、齐、楚、越皆兵从。武王元年，与魏惠王会临晋。诸蜀相壮。张仪、魏章皆东出之魏。伐义渠、丹、黎。2年，出至城乡，李吉、甘茂为左右丞相。张仪死于魏。3年，与韩襄王会临晋外。南宫皆卒，李吉相韩。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戎车通3川，窥周氏，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数长封伐宜阳。4年，伐宜阳，斩首6万。涉河，成5岁。魏太子来朝。武王有立好戏，立士任笔、巫惑、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并。8月，武王死。卒孟说。武王娶魏女魏后，无子。立一母弟，是谓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秀氏，号宣太后。武王死时，昭襄王位职于燕，燕人送归，得立。昭襄王元年，严君即为相。甘茂出之魏。2年，会兴建。数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魏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到武王后出归魏。3年，王冠。与楚王会黄吉。与楚上庸。4年，取蒲坂。会兴建。5年，魏王来朝阴庭，复与魏蒲坂。6年，蜀侯回。反，司马错定蜀。数长患伐楚，斩首2万。
金阳君执于齐。日食，昼会。7年，拔新城。李子卒。8年，使将军米荣公处取新市。其使张子、魏使公孙喜、韩使鲍渊共攻。楚方城，取堂妹。赵破中山，齐君王，尽死齐。魏公子敬、韩公子长为诸侯。9年，孟长君薛文来相秦。桓公楚取巴城，杀齐将景快。10年，楚怀王入朝秦，秦留之。薛文以经受免。楼缓为丞相。11年，齐、韩、魏、赵、宋、中山5国共攻秦，至延氏而还。秦与韩、魏河北及封陵以和。会兴建。楚怀王走之赵，赵不受，还之秦，即死，归葬。12年，楼缓免，穰侯魏，魏相。与楚粟5万石。13年，相受伐韩，取武氏。左更白起攻新城。武大夫李出王奔魏，任比为汉中守。14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24万，鲁公孙喜拔5城。15年，大梁造白起攻魏，取原，复与之。攻楚，取宛。16年，左更错取止及邓，免，封公子。是宛，公子窥邓、魏、陶、魏诸侯。17年，陈阳军入朝，及东周军来朝。秦以援魏蒲、板、皮氏。王之宜阳。18年，错公元、河雍、绝桥取之。19年，王魏西地，其为东地，皆复去之。吕礼来自归。其破宋，宋王在位，死温。任比卒。20年，王之汉中。右之上郡，北河。21年，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穆喜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金阳君封宛。22年，蒙武伐齐。河东为9县。与楚王会宛。与赵王会中阳。23年，魏司礼与三晋，燕伐齐，破之济西。王与魏王会宜阳，与韩王会新城。14年，与楚王会燕，又会壤。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赵救之，秦军去。魏免乡。25年，拔赵2城。与韩王会新城，与魏王会新民邑。26年，赦罪人迁之壤。侯，副相。27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白起攻赵，取代光郎城。右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28年，大梁造白起攻楚，取燕、邓，赦罪人迁之。29年，大梁造白起攻楚，取颍渭南郡，楚王走。周军来。王与楚王会相邻。白起魏。武安君。30年，蜀守弱伐楚，取乌郡及江南魏黔中郡。31年，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江南。32年，襄阳侯攻魏，至大梁，破鲍渊，斩首4万，渊走，魏入。3县请和。33年，克清湖攻魏卷，蔡阳、长社，取之。及莽卯华阳，破之，斩首15万。魏入南阳以和。34年，秦与魏、韩上庸的魏夷郡、南阳免城迁居之。35年，左韩、魏、楚伐燕，出至南阳郡。36年，克清，攻齐，取刚、寿，与穰侯。18年，中更胡攻赵鄂豫，不能取。40年，悼太子死魏，归葬芷阳。41年夏，攻魏，取行丘、淮。42年，安国君魏太子。10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骊山。
9月，穰侯出之逃。43年，武安军白起攻韩，拔9城，斩首5万。44年，攻韩南，取之。45年，武大夫奔攻韩，取10城。叶阳军窥出之国，未至而死。47年，秦攻韩。上党将赵，秦因攻赵，赵发兵击秦，相拒。秦使武安军白起急，大破赵于长平，40余万尽杀之。48年10月，韩献元雍。秦军分为3军。武安军归。王和将伐赵皮，老拔之。司马耿北定太原，竟有韩上党。正月，兵罢，复守上党。其10月，武大夫陵，攻赵邯郸。49年正月，一发卒左邻。临战不善，免。王和代将。其10月，将军张唐攻魏，魏蔡魏捐扶守，还斩之。50年10月，武安军白起有罪，魏弑武，迁阴密。张唐攻郑，拔之。12月，一发卒军焚城旁。武安军白起有罪，死。何攻邯郸，不拔，去，还奔焚军。2月，于攻晋军，斩首6000，晋楚流死和2万人。攻焚城，即从唐拔宁兴中。宁兴中更名安阳，初作河桥。51年，将军纠攻韩，取阳城，复蜀，斩首4万。攻赵，取20余县，首虏9万。西周军被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兵出伊阙攻秦，令秦无得通阳城。于是秦使将军纠攻西周。西周军走来自归，顿首受罪，尽献其邑36城，口3万。秦王受献，归齐。军于周。52年，周明东王，其弃9鼎入秦。周出亡。53年，天下来兵。魏后，秦使纠伐魏，取吴城。韩王入朝，魏伪国听令。54年，王交见上帝于雍。56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和其葬于先望。韩王衰牒入吊祠，诸侯皆使其将相来吊祠，是丧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后亲妻，持苑佑。孝文王除丧，10月己亥疾。未3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失得后骨肉而不讳于民。东周军与诸侯谋秦，秦使襄国吕布为诛之，进入齐国。秦不绝其嗣，以阳人的赐周军，奉其祭祀。使蒙骜伐韩，韩献陈高、巩。秦借至大梁，出至三川郡。2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3年，蒙骜攻魏高都，即拔之。攻赵于次，新城、郎孟，取37城。4月日食，王和攻上党，出至太原郡。魏将无纪律5国兵击秦，秦却于河外。蒙骜败，解而去。5月丙午，庄襄王卒，子正立，是魏秦始皇帝。秦王正立26年，出并天下魏36郡，号为始皇帝。始皇帝51年而崩，子胡亥立，是为2世皇帝。3年，诸侯并起叛秦，赵高杀2世，立子婴。子婴立月于，诸侯诛之，遂灭秦。其语在始皇本纪中。太史公曰：秦之先魏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谭氏、莒氏、钟离氏、运衍氏、兔裘氏、姜梁氏、黄氏、姜氏、修余氏、白明氏、飞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复封赵臣，为赵氏。所引数赞，
博弈左顺，造游士经。非连氏胄，使果司营。造父善御，封之赵臣。妃子袭马，爵豪秦营。李乐射御，西垂有声。襄公救周，使命列国。金祠白帝，龙作水。德降殷城堡，邀除封特。李希制霸，为鞅任客。绝后吞并，促成凶特。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侄子于赵，见吕不为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48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郑，姓赵氏。年13岁，庄襄王死。郑代立为秦王。当世之时，秦得以并巴、蜀、汉中、越宛有尹，至南郡邑，北收上郡邑。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2州，至三川郡。吕不韦魏襄，封10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蒙骜、王乙、陶公等为将军。王年少，初即位，为国事大臣。晋阳反元年，将军蒙骜即定之。2年，陶公将卒公卷，斩首3万。3年，蒙骜攻韩，取13城。王已死。10月，将军蒙骜攻魏氏簪，有鬼，遂大饥。4年，拔簪，有鬼。3月，军罢。秦侄子归自赵，赵太子出归国。10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败绝一疾。5年，将军傲攻魏，定酸枣、燕、须、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20城。出至东郡。东雷。6年，韩、魏、赵、楚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5国兵罢。拔，破东郡，齐军剿虑齐之属喜居野王，阻其山以保卫之河内。7年，惠兴先出东方，见北方；5月见西方。将军傲死。以攻龙、姑、庆都、还兵。攻击。惠兴复见西方16日。夏太后死。8年，王弟长安君陈桥将军及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名于临洮。将军必死，卒屯留，蒲反，戮其师。合于大上，轻车。众马东就时。嫪毐封为长信侯。与之山阳的，令毐居之。公事车马衣服院右持列自毐。事无小大，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9年，惠兴建，获敬天。攻魏元、濮阳。4月，上肃雍。己酉，王冠，代见。长信侯毐作乱而绝，矫王玉喜及太后喜以发现卒疾，卒。观其戎狄军功，舍人，将欲攻其年功未乱。王知之，令襄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败绝，及患者皆在战中，亦败绝一级。毐等败走，即令国中有生的毐，赐钱100万，杀之50万。晋的毐等，魏节、内史4、左翼节、中大夫令，其等20人皆枭首。车裂以训，灭其宗。及其舍人，轻者为鬼星。及夺爵千属4000余家。家防陵。月寒洞，有死者。阳端河公演示。惠兴见西方，又见北方，从窦以南80日。10年，襄国吕不韦作嫪毐免，还以为将军。齐、赵来置酒。齐人毛交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千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被秦也。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
复居甘泉宫。大所逐客，李斯上书说，乃至逐客令。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私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若秦。大梁人谓辽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辟。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何从，息而出不义，此乃智伯、夫差、闵王之所以亡也。渊大。王无爱财物，戮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王30万金，则诸侯可进。秦王从其计，见为辽抗礼，衣服食饮与辽同。辽曰：秦王为人，风准，长目，鸷鸟鹰，柴身，少恩儿。虎狼心，居约一出人下，得志一轻10人。我不依，然见我长身自下我。臣使秦王的至于天下，天下皆为鲁矣，不可与久游。乃王去。秦王决，故止，以为秦国位，促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11年，王翦、桓乙、杨端和攻邺，取9城。王翦攻鄂宇、老杨，皆并为义军。翦将18日，军归斗石以下，时推2人从军取邺安阳，桓乙将。12年，文信侯不为死，窃葬。其舍人陵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600石以上夺爵，迁500石以下不陵，迁勿夺爵。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为者及其门，是此。秋，复嫪毐舍人迁属者。当世之时，天下大旱，6月至8月乃雨。13年，桓乙攻赵平阳，杀赵江户者，斩首10万。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见东方。10月，桓乙攻赵。14年，攻赵军于平阳，取宜安，破之，杀其将军。桓乙定平阳。5. 臣。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刘非，非死云阳。韩王请魏臣。15年，大兴兵，义军至邺，义军至太原，取郎孟。得动。16年9月，发卒受的。韩南阳甲守腾。出令男子书年。魏献的于秦。秦至立邑。17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得动。华阳太后卒，名大基。18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端河江河内，羌垒伐赵，端河为邯郸城。19年，王翦、羌垒进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郸。诸常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秦王还，从太原上郡归，使皇帝母太后崩。赵公子嘉虑其宗数百人之代，自立为代王。东与燕合兵，军上谷。大基。20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秦王决之，体解轲以训，而使。王翦兴盛攻燕。燕待发兵击秦军，秦军破燕易水之西。21年，王奔攻，乃一发，卒邑王翦军，遂破燕太子军，取燕继承，得太子丹之首。燕王东收辽东而亡之。王翦谢，病老归。兴正反。昌平君喜于饮，大于雪，深2尺5寸。22年，王奔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齐王请将，进取其地。23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及荆，取城夷南至平于鲁荆王。秦王游，至郢城。荆将相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24年，王翦猛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25年，
大兴兵，使王奔江，攻燕辽东的燕王喜，还攻代鲁代王家。王简遂定今江南的将越军，至会稽郡。5月，天下大仆。26年，齐王建与齐襄后胜发兵守齐西界，不通秦。秦使将军王奔从雁南攻齐。的齐王建，秦出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翌日韩王纳的孝喜，请为藩臣，以而备曰：与赵为何从叛秦？故兴兵诛之，虏齐王。寡人以为善，数己袭兵革。赵王使其乡李牧来曰：蒙，故归其侄子。以而被蒙，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齐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即灭之。魏王使曰：弗入秦，以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力诛，遂破之。今王献青阳以西，以而叛曰：及我南郡，故发兵诛，得齐王，遂定其京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因令荆轲为贼，兵力诛，灭齐国。齐王用后甚忌，绝秦使，欲为乱，兵力诛，虏齐王，平其地。寡人以渺渺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陵，六王咸服其孤，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吾以称成功，传后世。其义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节、廷尉司等皆曰：袭者武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治。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武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贵，臣等妹死上尊号，王为太皇。命未至，令未诏，天子自称曰正。王曰：去太者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意。至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至曰：正闻太古有号无事，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密。如此，则子义父，臣义君也。圣无畏，政服取焉。自今以来，除世法。正位始皇帝，后世以计数，2世3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始皇推中始五德之传，以为周的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10月朔。衣服毛巾节其皆上黑。数以6位计，服法官皆6寸，而余6尺。6尺为步，乘6马。更名合曰得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立身，士皆决于法，克萧吴。人恩合义，然后合五德之术。于是即法，久者不赦。丞相绾等言，诸侯出破燕、齐、荆的远，不为治王，无以田之。请立诸子为上姓许。始皇下其意于臣，臣皆以为变。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仇，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功赋税重赏赐之，甚足益治。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也。治诸侯不变。始皇曰：天下共苦战，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数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事，分天下以为36郡，郡治守、卫、监。更名曰前守。大仆收天下兵，据知咸阳，萧以为中渠，今人12，众各千石，至庭宫中。一法度横10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的东至海济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相互，
北据河魏塞，并因山至辽东。喜天下豪富于咸阳12万户，诸庙及章台、上陵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坐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今渭、玷污复到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27年，始皇寻陇西北的出击头山，过回中。燕作信宫渭南，以更命信宫渭。极庙向天极，自极庙到通历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是岁，赐爵一级。至池道。28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邑山。历时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亦封禅。忘记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时封慈祀。夏，封与鲍至，修于树下，因封其树为武大夫、禅良父。刻所立时，其辞曰：皇帝临位，作治民法，臣下修饬。20有6年，出并天下，往步兵符。亲巡远方离。明，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司机，本源事业，知颂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发誓。大义修明，垂于后世，顺承物格。皇帝功甚，济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业媚，建设常例，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必礼，贤臣慎治。贵贱分明，男女礼顺，甚尊。执事朝阁内外，弥不清净，施于后嗣。化极无穷，尊奉遗诏，永承重戒。于是乃并渤海以东，过黄侯、穷城山，登之符，立时送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乐之，留3月。乃徙前守3万户琅邪台下，复12岁。作琅邪台，立时刻，宋秦德，名德义。曰为28年，皇帝作史，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士，合同父子，甚至仁义，显白道理。东服东土，以审促事。事以大弊，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劝劳本事。上农除，末前守侍父。普天之下，团心一致。器械一良，同书文字。日月所照，周瑜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因时动势，是为皇帝。匡斥一俗，临水经地。优恤前守，朝夕不懈。除一定法，贤之所辟。方博分职，诸治精义。举措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名，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真良。系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耳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4极。诛乱除害，兴利治福。节事矣。10. 诸产繁殖。前守安宁，不用兵革。6. 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之法事。6. 河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进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机所至，无不成者。功盖5地，则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语。为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服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成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奔，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陈，伦侯武信侯冯吴泽，丞相奎林，丞相王绾。卿李斯，亲王戊，武大夫赵婴，武大夫杨辽从，语意于海上。曰：古之地者，得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克金石，以自慰藉。古之
武帝三王支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末，诸侯背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益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臣。丞相与宋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既以其人徐氏等上书，沿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的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辞，欲出舟顶泗水，使千人每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涪江，至香山祠。逢大风，饥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3000人，皆伐香山。数者其山。上自南郡游武关归。29年，始皇东游，至阳武伯狼沙中，未到所经。求福的，乃令天下大所10日。登之福，刻时。其辞曰：为29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寻登之符，临照于海。从臣加官。元念修烈，追宋本史。大圣作制，鉴定法度，显著纲纪。外教诸侯，光师文会，明以义礼。六国回辟，贪利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一诸性行威胆庞达，莫不兵服。烹灭强暴，拯救前首，周定4级。普施民法，经纬天下，永未夷则。大义哉！禹宪之中，臣顺甚义。陈宋公请客于时，表垂于常事。其东观曰：为29年，皇帝春游，览甚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符，昭临朝阳。观望广利，从臣贤念，原道治民。圣法初兴，清理江内外诸暴强。武威庞畅，震动4极，秦灭6王，产并天下，灾害绝息，永掩戎兵。皇帝明德，经理于内，视听布代，坐立大义，昭设备器，鲜有张旗。执臣尊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前手改化，远耳同度，灵骨绝游。常职既定，后嗣巡夜，常臣圣制。臣嘉德，知宋甚烈，请客之福。炫，遂之狼邪。道上党入。30年，无事。31年12月，更名腊曰嘉平。赐前首礼60米，2羊。始皇位为行咸阳。与武士4人聚，夜出逢道兰池，见迥，武士即杀道，关中大锁20日。米10,600。32年，始皇之节时，使燕人卢生求献门，高士克节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其辞曰：遂兴师旅，诸路无道，为逆灭袭。武舔暴逆，文父无罪，庶心咸服。会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育。皇帝奋威，得并诸侯，出夷太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移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骤，天下咸抚。男乐其愁，女修其业，事各有序。会备诸产，久病来田，莫不安所。臣宋烈请客此时，垂者一举。因使韩中、侯公时深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30万人北击，胡，掠取河南地。
33年，发诸长波王人赘婿，假人掠取陆梁的魏桂林、象郡、南海，以示遣。属西北赤竹匈奴。自于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14县，城河上未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山，北甲中，筑亭帐以竹容人。喜谪时之出现，进不得辞。民心出西方。34年，是至欲立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始皇至9咸阳宫，博士70人前未受。仆射周清陈进颂曰：他时秦的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名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兵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曰：博士其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谓之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服服，何以相救哉？是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卿臣有面于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意。臣乡里思曰：五帝不相负，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故非于汝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一时诸侯并争，后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初一，百姓当家，则立农工，士则学习法令僻静。今诸生不失经而学古，已非当世，或乱前手。臣想沉思，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医，是以诸侯并作，与皆道古以害今，是虚言以乱时。人善其所思学，以非上之所见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思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易之，入则心非，出则象异，夸主以为名，义取以为高律，下以造谤。如此弗敬，则主事降乎上，党与臣乎下。敬之变，臣请使官非秦祭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葬诗书百家语者，悉一手，为杂烧之。有敢偶与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卒，立见之不举者与同罪。令下30日不烧，秦未成旦。所不去者，一要博士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立为师。制曰可。35年，除道，到9原抵云阳，堑山阴谷，直通之。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吴文周文王都封，武王都镐，封镐之贤，帝王之都也。乃营坐朝宫位南上，陵苑中，先坐前殿阿房，东西500步，南北50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5丈旗。周池渭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渭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向天极阁道绝汉底营是也。阿房宫未成，臣欲更则令民明之。坐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引宫图行者70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发北山石果，乃写数。今的才皆至。关中计攻300，关外400余。于是立时东海上渠界中，以为秦东门。因喜3万家利益，5万家云阳，皆父不仕10岁。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知其要先者，常服欲，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食味为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治。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如入
火不若，凌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填谈。原上所居功无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要待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目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正，乃令贤。阳之旁200里内，宫关270复道甬道相连，为帐中谷，每人冲之，各按属不宜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公，从山上见沉香车骑众，伏善也。中人或告沉香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谢吾与暗问莫服。当是时，赵捕诸实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听事，陈寿爵士，西于咸阳宫。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亦得欲从矣。谓自古莫及己，专任御吏的亲信。博士虽70人，特备元服用。丞相诸大臣接受。臣事以便于上。上乐以行杀为威，天下畏罪驰戮，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赦。服慢期以取容。刑法不得奸方不验，者死。然后兴弃者至300人，皆良士，未忌讳于，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恒时量书，日夜有成，不忠臣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先要。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昔赵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其要。今文韩众去不报，徐氏等费以聚万计，终不得要，徒奸吏相告日闻。卢生等无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众无不得也。诸生在咸阳者，无使人连问，或谓妖言以乱前手。于是使御史西暗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460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成后。一发者喜鞭。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前首未及，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神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36年，荧获守心。有坠心下东郡，至的未时，前首或克其时曰：始皇帝死而得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竟取石旁居人诛之，因凡消其实。始皇不乐，使博士为先真人诗，即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贤之。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书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无遗血持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时者。问其故，因乎不见，至其必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故不过之，一岁是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始御府侍婢，乃28年行渡江所审毕也。于是始皇不知，挂的有喜疾，迁北河于中3万家，拜爵一级。37年10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司从，右丞相去棘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11月，行至云梦，望祀于顺于九夷山。扶江夏，观吉科，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120里从峡中渡。上会稽，既大禹，望于南海，而立。时刻诵秦德。其文曰：皇帝修烈，平易于内，德惠修长。37年，清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审习俗，前守斋庄。
陈宋公本元事基，追守高明。秦圣灵国始定刑名，显成旧章。初平发氏，审别职任，以力恒长。六王专备，贪利血猛，率众自强。暴虐自行，复利而骄，数动甲兵。因通贤使，以示何从，行为辟方。内侍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亦威诛之，舔袭暴备，乱贼灭亡。甚得广密，六合之中，备事无疆。皇帝并与，兼听万事，远近必亲。运礼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臣前，靡有隐情。是审宣议，有子而嫁，备死不争。房阁内外，禁止淫逸，男女偕成。夫为既家，杀之无罪，男秉一臣。妻为逃嫁，子不得母，闲话连亲。大治浊俗，天下臣风，蒙被修经。皆尊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前守修协，人乐同泽，家保太平。后进奉法，长治无疾，余州不侵。从臣宋烈，请克此时，光垂修明。还过吴，从江城渡，并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氏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遣，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交于所苦，故不得至。原请善射与具，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战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于交。龙位后，今上导慈背景，而有慈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治。乃令入海者击捕具于具，而自以连弩后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福建，至知福，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以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服喜事所，未受使者。7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思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密之，不发丧。官载晕粮车中，故幸患者参乘，所至上时。百官奏事如故，患者则从晕粮车中可其奏事。读子胡亥、赵高及所幸患者5、6人之上死。赵高故常教胡亥书及御律令法事，胡亥私信之。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思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思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语句在李斯传中。行，遂从景行抵9元。会蜀上晕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10鲍鱼，以乱其袖。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2世皇帝。9月，葬始皇骊山。始皇初，即位，川至骊山，即并天下，天下徒宋义70余万人，川3泉，下同而治国，攻官百官。其器珍怪喜赃满之。令将作击弩使，有所穿进者折射之。以水营卫百川江河大海，积乡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高未逐，度不灭者久之。2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疑。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祭以下，或言工匠未积，赃皆知之，赃众即谢。大事毕，以赃，毕中县、下外县门，尽毕工匠赃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2世皇帝元年，年21，赵高为郎中令，任用事。
二世下诏，增始皇请庙西升级，山川百祀之礼。令臣亦尊始皇庙。臣皆顿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事不议会。今始皇位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曾牺牲，礼贤备，无以加。先望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宜当独奉着此始皇庙，自襄公以下议会，所至凡七庙。臣以礼敬辞，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皇帝复自称正。二世与赵高谋曰：正年少，初即位，前守卫即父。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渐弱，无以惩处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思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晋克始皇所立刻时，时旁者大臣从者名，以彰先帝成功甚德焉。皇帝曰：今时刻敬始皇帝所谓也。今袭号而今时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余久远也如。后嗣谓之者，不称成功甚德。丞相陈思、陈去疾、御史大夫陈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时，应明白矣。臣昧死请。至曰：可遂至辽东而还。于是二世乃尊用赵高，升法令。乃因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谓之奈何？高曰：臣故原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类士名贵人也，积功劳事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见，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泱泱，特以冒从臣，其心实不服。今上书，不因此时按郡县守卫有罪者诛之，上以正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时不失文而决于武力，原陛下遂从时无疑，及臣不及谋。民主收举于民，见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及而国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诸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进官三郎，无得利者，而六公子戮死于度。公子姜驴昆第三人囚于内宫，亦其罪独厚。二世使令姜驴曰：公子不臣，罪当死。立治法焉。姜驴曰：阙庭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兵赞也；郎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原闻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姜驴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无罪。昆第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宗室正恐，臣见者以为诽谤，大力持禄取容，前守正恐。4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迎阿房宫为侍堂。未就，会上崩，罢其坐者，复土骊山。骊山是大弊，今是阿房宫复旧，则是彰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外府四夷，如始皇记。竞争其才是5万人卫屯咸阳，令教设狗马禽兽。当使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书速除，皆令自积粮食。咸阳300里内不得食其谷。用法亦克深。7月，数促陈胜等反顾京的，为张楚。胜自立为楚王，居臣，遣诸将训地。山东郡县少年苦勤力，皆杀其守卫，令臣反，以因陈涉，相立为侯王，何从西乡，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业者使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二世怒，下令。后使者至，上问，对曰：道郡守卫方主捕，今进的不足忧上月。
武臣自立为赵王，魏就为魏王，田单为齐王。沛公起沛，项梁举兵会稽郡。2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江西至系，兵数10万。二世大惊，与陈谋曰：“奈何？”少府章邯曰：“道已至，众强，今发进献不及矣。骊山徒多，请射之，受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击破周章军而走，遂杀张曹阳。二世亦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急道，杀陈胜陈父，破项梁定陶，灭魏救灵济。楚的道名将已死，章邯乃备渡河，及赵王歇等于巨鹿。赵高说二世曰：“先帝临治天下久，故臣不敢为非，尽邪说。今陛下复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绝事？事即有误，是臣短也。天子称朕，故不闻声。”于是世常居境中，与高决诸事。其后公卿西的朝见，盗贼亦多，而关中卒发东极盗者无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司将军冯节进谏曰：“关东盗并起，秦发兵诛及，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虚曹转作市库，赋税大业。请且指阿房宫作者，简省4边数转。”二世曰：“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船不刮，毛茨不剪，范土六，辍土行，虽兼门之养，不糊于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停水，放之海，深自持柱插，尽无毛，成鲁之劳不列于此矣。凡所谓贵有天下者，得4邑及欲，主重民法，下不敢为非，以至欲海内矣。夫余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时，以训百姓，上合于法，正尊万臣。吾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无豪民。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4夷以安边境，做公事以彰德义，而君观先帝功业有序。今朕即位2年之贤，道并起，君不能进，又欲罢先帝之所谓，事上无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立，何以在位？下去疾，思竭力，暗责他罪。去疾，节曰：“将相不辱自杀。”思促求，就5刑。3年，章邯等将其卒为巨鹿，楚上将军项羽将楚卒往救巨鹿。冬，赵高为丞相，进按理厮杀之。夏，章邯等战数阙，二世使人让韩，韩恐，使长史兴请事。赵高伏谏，又伏信。兴恐，王去，高使人捕追不及。兴见韩曰：“赵高用事于中，将军有功一诛，无功一诛。”项羽及秦军，鲁王离，韩等遂以兵将诸侯。8月己亥，赵高欲为乱，恐臣不听，乃先设宴，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高因殷中诸言鹿者以法。后臣皆谓高。高前数言关东道无能为也，即项羽、鲁秦将望离等据鹿下而前，章邯等军数阙。上书请议助，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自关以东，大堤尽叛秦立殷诸侯，诸侯咸虑其众西乡。沛公将数万人以图武关，使人私于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并不朝见。二世梦白虎啮其左参马，杀之，心不乐，怪问战梦。我曰：“金水未遂。”二世乃斋于望夷宫，御辞金，审400马。使则让高以盗贼事。高惧，乃因与其续咸阳。
令阎乐、其弟赵成谋曰：上不听谏，今事急，欲归祸于吴宗。吾欲意至上，更立公子。子因人简，百姓皆载其言。使郎中令卫内应，诈为有大贼，令乐照例发卒追劫。乐母至高舍，遣乐将吏卒千余人至望夷宫殿门，复令仆射曰：贼入此，何不止？令曰：周卢射卒甚紧，安得贼敢入宫？乐遂斩，令执将吏入行舍，郎患者大惊，或走或革，革者折死，死者数十人。郎中令与乐俱入，舍上卧作为。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扰步。旁有患者一人，是不敢去。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于此。患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以诛，安得至今？言乐前及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叛足下。足下其自谓记二世曰：臣相可得见否？乐曰：不可。二世曰：吴元的一郡为王府许。又曰：元为万户侯。府许曰：元与妻子为前首。比诸公子言乐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挥其兵尽。二世自杀。言乐归报赵高，赵高乃西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曰：秦故亡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的一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一魏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以前首葬二世度南宜春院中，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王。喜斋5日，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臣相高杀二世望夷公，恐臣诛之，乃降以义立。我闻赵高乃与楚曰：灭秦宗室而亡关中。今使我斋建庙，此欲因庙中杀我。我称病，不行，臣相必自来，来则杀之。高使人请子婴数倍，子婴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庙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三族高加以训咸阳。子婴为秦王46日，楚将沛攻破秦军入武关，遂至霸上，使人约将子婴。子婴即系颈以阻，白马素车，奉天子喜服，降止道旁。沛公遂入咸阳，封公室府库，还军霸上。居月余，诸侯兵至，项籍未从长，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掳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灭秦之后，各分其地为3，名曰雍王、塞王、狄王，号曰三秦。项羽魏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诸侯，秦尽灭矣。后5年，天下定于汉。太史公曰：秦之先伯邑，常有勋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及殷夏之贤为散。至周之衰，秦兴，亦于西垂。自谋公以来，稍蚕食诸侯，尽臣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无地的广三王，而修与之谋，善哉乎假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诸侯山东30余郡，善经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陈设以数促散乱之，众数百，奋必大乎？不用供给之兵，租幽白艇，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祖险不守，官粮不和，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间。于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峻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以3军之重要事于外，以谋其上。臣之不信，可见于此矣。
子婴立，遂不误。即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左，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秦的背山代何以为故？四塞之国也。自谋公以来，至于秦王20余君，常谓诸侯雄，岂是世贤哉？其事居然也。且天下常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事，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秦乃沿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其勇力智慧不足哉？行不利，事不便也。秦小邑并大臣，守险塞而军，高垒无战，闭关拒恶，何己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望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王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祖之难犯也，必退师，安土袭民，以待其弊。收若服霸，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为秦者，其就败非也。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为若无辅。三主祸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是非无生虑之化之事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服过者，秦俗多忌讳之境，忠言未促于口而身为禄美矣。故使天下之事，亲耳而听，重足而立，浅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治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先望之庸蔽之伤国也，故至公卿大夫事，以事法设行，而天下治。其强也，尽暴诸乱而天下服；其弱也，武伯争而诸侯从；其消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凡法严行而天下正；及其衰也，百姓愿望而海内叛矣。故周武续的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为之统相去远矣。也晏曰：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旧有序，变化有时，故况日长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据尧韩之故，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世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之，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继梅、惠王、武王蒙故业，因一策，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高于之的，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治天下之事，何从？地交，相与为一。当世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之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并韩、魏、燕、楚、齐、赵、宋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其名周醉、陈轸、昭华、楼缓、狄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戴佗、而梁、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治其兵，常以10倍之地，100万之众，寇关而攻秦。秦人开关严敌，9国之师群寻遁逃而不敢进。秦无王使夷族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的而奉秦。秦有余力而治其弊，追王逐北，
伏尸百万，流血飘橹。因历陈变，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倾覆，弱国入朝。延吉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及至秦王，续6世之余烈，正长策而御宇内，吞2州而亡诸侯，吕至尊而治6合，执垂斧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700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于是废先望之道，焚百家之言，以于前首。堕名臣，杀豪俊，收天下之兵据之咸阳，萧封筑渠，以为今人12，以弱前首之名。然后斩华魏臣，因何魏京据益瘴之臣，临不测之西以为故。梁将进弩守要害之处，幸臣今促成立兵而谁和？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京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秦王既没，余威震于殊俗。陈涉、瓮有神书之子，蒙利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莫迪之贤，陶朱、伊顿之父，聂足行武之贤，而却起石帛之中，律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卫兵，揭竿卫旗，天下云集回应，迎粮而谨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足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姚韩之故自弱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中山之君，租幽及今，非谈于聚己长沙也。士数之众，非抗于久。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急相识之事也。然而成败易变，功业相反也。是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协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牵陈之权，招8州而朝同列，100有余年矣。然后以6合为家，姚韩为公，一夫作难而妻妙堕，生死人守，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事斐然相封，若是者何也？曰：晋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没，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立政，强轻弱，众暴寡，兵革不休，是民霸弊。今秦南面而亡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源源之民既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秦王怀贪比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市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吏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奸者高诈吏，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数也。秦离战国而亡天下，其道不义，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义也。孤独而有之，故其王可立而待。借使秦王继上世之事，并引周之机，以治御其政，后虽有营交之主，而未有亲为之患也。故三王之见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立数赫，而饥者甘遭，天下之嗷嗷，兴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义为人也。相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人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列得分明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理天下，虚凌辱而免刑戮，除去收躺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正孤独穷困之士，亲附
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慎行，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心，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极矣。及四海之内，皆焕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事其志，而暴乱之间止矣。二是不行此术，而众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使作阿房宫，凡行严诛，立志克身，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力弗能济，百姓困穷而主服收恤，然后奸位并起，而上下相顿，蒙罪者众，行路相忘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亲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为之心，轻处穷苦之时，咸不安其位，故意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及公侯之尊，奋弊于大，则而天下回应者，其名为也。故先望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回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为民义与未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杀者，正卿非也，是二世之过也。襄公历享国12年，初为西至，葬西垂，生文公。文公历居西垂宫，50年死，葬西垂，生晋公。晋公不享国而死，生献公。献公享国12年，居西辛邑，死，葬牙，生武公、德公、出子。出子享国6年，居西陵，数常服祭，威累，参父3人，虑贼出子必眼，葬牙。武公历，武公享国20年，居平阳封公，葬宣阳据东南。3数常服其罪。德公历，德公享国2年，居雍大正宫，生宣公、成公、谋公，葬阳。出服，以御古。宣公享国12年，居阳宫，葬阳。出至闰月。成公享国4年，居雍之宫，葬阳。其伐山戎，孤竹。谋公享国39年，天子至罢，葬雍。谋公学者人，生康公。康公享国12年，居雍高寝，葬曲舍，生共公。共公享国5年，居雍高寝，葬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国27年，居雍太寝，葬义里丘北，生景公。景公享国40年，居雍高寝，葬丘里南，生毕公。毕公享国36年，葬车里北，生夷公。夷公不享国，死，葬左公，生惠公。惠公享国10年，葬车里，生悼公。悼公享国15年，葬西公西，成雍，生剌公公。剌公公享国34年，葬入里，生悼公、怀公。其10年，会兴建。悼公享国14年，居寿寝，葬悼公南。其元年，会兴建。怀公从晋来，享国4年，葬立羽氏，生灵公。诸臣为怀公，怀公自杀。肃灵公，昭子子也，居荆阳，享国10年，葬悼公西，生简公。简公从晋来，享国15年，葬西公西，生惠公。其7年，百姓出代见。惠公享国13年，葬陵宇，生出公。出公享国2年，出公自杀，葬雍。献公享国23年，葬萧瑀。
生孝公。孝公享国24年，葬地宇，生惠文王。其13年，始都咸阳。惠文王享国27年，葬公陵，生道武王。道武王享国4年，葬永陵。昭襄王享国56年，葬阳，生孝文王。孝文王享国1年，葬寿陵，生庄襄王。庄襄王享国3年，葬阳，生始皇帝。吕不为相。献公历7年，出行为士。10年，为户籍乡伍。孝公历16年，时讨李东华。惠文王生19年而立。历2年，出行前，有新生婴儿曰秦且王。道武王生19年而立。历3年，为水赤3日。昭襄王生19年而立。历4年，出为田开阡陌。孝文王生53年而立。庄襄王生32年而立。历2年，取太原地。庄襄王元年，大赦，修先望功臣师，得后骨肉，不讳于民。东周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不为诛之，进入齐国。秦不绝其嗣，以阳人的次周君，奉其祭祀。始皇享国37年，葬立邑，生2世皇帝。始皇生13年而立。2世皇帝享国3年，葬宜春。赵高为丞相安武侯。2世生12年而立。右秦襄公至2世610岁。孝明皇帝17年10月15日乙丑，曰：周立以夷，人不待母。秦执其位，屡政残虐。然以诸侯13，并兼天下，及秦纵欲，养育宗亲。37年，兵无所不加，制作政令，施于后王。盖得圣人之威，何神授徒。巨狼、胡、岛参、伐、左镇驱除，据之称始皇。始皇既没，胡亥及于骊山未毕，复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谓贵有天下者，肆意及欲，大臣至欲罢先君所谓。诸司去疾，任用赵高，痛哉言乎！人头触鸣，不威不伐恶，不笃不虚亡，拒之不得留，残虐以促其，虽居行变之国，犹不得存。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佩华服，车黄屋，从百司，夜七庙。小人臣非位，莫不恍。忽失守，偷安日日，独能常念阙律。父子作权，尽取于户友之贤，尽诛华臣，为君讨贼。高死之后，兵昏未得尽相劳，餐未及下咽，酒未及如醇。楚兵以屠关中，真人降霸上。素车鹰祖，奉其服玺，以归地者。郑伯毛巾鸾刀，阎王退舍。何绝不可复庸，于滥不可复权。贾谊、司马迁曰：项使应有庸主之才，仅得中左。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才，无所复成其巧。而以择一日之孤，勿哉！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及，得其礼矣。复则小子云秦的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季季以息，春秋不明。吾读秦记，至于子婴车列赵高，未尝不见其绝，怜其志，因死生之亦备矣。所引数赞，六国灵替，2周沦亡，并一天下，号为始皇。阿房云构，金敌成形。南游乐石，东看浮梁。血池见夷，沙丘告丧。2世矫治，赵高是语。诈婴指路，哉身世。虎子婴见推，恩报君父。下伐中左，上乃雍主。欲镇颓刚，云谁克卜？
史记项羽本纪。项籍者，下乡人也，字羽。初起时，年24。其继父项梁，梁父及楚将项燕，为秦将望简所录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即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及兵法，及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进学。项梁常有溧阳逮，乃请其御苑曹旧书抵溧阳御苑司马欣，以故事得矣。项梁杀人，羽及必仇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纣议及丧，项梁常为主办，因以兵法布勒宾客及子弟，以示之其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及拒关。即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吾妄言，足矣。梁以此其疾。及长8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以旦及矣。秦2世元年7月，陈涉等起大泽中。其9月，会稽守通谓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王秦之时也。吾闻先即治人，后则为人所治。吾欲发兵，使攻击还楚江。是时还楚王在泽中。梁曰：还楚王，人莫知其处，独及知之耳。梁乃出，借疾持剑居外待。梁复入，与守坐，曰：请召集。使受命召还楚守曰：诺。梁召集入。须臾，梁炫即曰：可行矣。于是即遂拔剑斩首头。项梁持首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即所及杀数10百人。一府中皆设伏，莫敢起。梁乃照顾所知豪吏，欲以所谓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8000人。梁部属吴中豪杰为校尉、后、司马。有1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服。于是梁为会稽守，即为必将，训下县。广陵人赵平于是为陈王训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剿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即引兵西击秦。项梁乃以8000人渡江而西。闻陈婴以下东阳，使史玉与联合拒西。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姓景，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领，相聚数千人，欲至长，无事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力。因未长，县中从者得2万人。少年欲立婴便魏王，义军仓头特起。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父，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报的大名，不详。不如有所属，是陈由的封侯。是拜义以王，非是所指名也。因乃不敢为王。谓其君立曰：项氏世世姜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以民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项梁渡淮，秦部、蒲将军亦以兵属焉。凡6、7万人，均不披。当是时，秦家以立景居为楚王，君彭城东，欲拒项梁。项梁谓君立曰：陈王先守，是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家被陈王而立景居，逆无道，乃进兵击秦家。秦家军败，走，追之至胡陵。家还战1日，家死，军将。景居走死梁地。项梁以并秦家军，军胡陵，将引军而西。
章邯军致力，项梁使别将朱姬时，于樊军与战，于樊军死，朱姬时军败，亡走胡陵。项梁乃引兵入薛，朱姬时。项梁遣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以拔，皆坑之。还报项梁。项梁闻成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稷事。此时沛公亦起沛往焉。居巢人范增，年70，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臣胜败故当。夫秦灭6国，楚罪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3户，亡秦必楚也。今臣胜守势，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武之将皆征附君者矣。君是楚将，未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兴明贤，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臣因为楚上柱国，封5县，与怀王都须台。项梁自号为武信君。居数月，引兵攻抗父，与其田荣、司马龙且军救东阿，大破秦军于东阿。田荣即引兵归，逐齐王甲。甲王走楚，甲相田角王走赵。角弟田贤故其将，居赵不敢归。田荣立，田丹子是为齐王。项梁以破东阿下军，遂追秦军。数使去骑兵，欲与俱西。田荣曰：“楚杀田甲，赵杀田角。田贤乃发兵项梁曰：‘田甲为与国之王，穷来从我，不忍杀之。’赵亦不杀田角，田贤以示于齐。齐遂不肯发兵助楚。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陈阳，屠之。西破秦军濮阳东，秦兵收入濮阳。沛公、项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掠的至雍丘，大破秦军，斩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项梁起东阿、西北比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等又斩李由，亦亲秦，有交色。宋亦乃见项梁曰：“战胜而将交卒堕者败。今卒少堕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项梁弗听，乃使宋义使于齐。到遇其使者高陵君显，曰：“公将见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论武信君，君必败。公徐行即免死，急行则即获。秦果西起兵议章邯，及楚军，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沛公、项羽去外黄攻陈留，陈留坚守不能下。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乃与吕成军俱引兵而东。吕成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荡。章邯以破项梁军，则以为楚的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当此时，赵歇魏亡。陈余、魏姜、张耳、魏襄皆走入巨鹿城。章邯令王离设咸为巨鹿，章邯军其南，驻用。道而书之粟。陈余、魏姜将卒数万人而军巨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楚兵已破于定陶，怀王恐从须台之彭城，并项羽、吕成军自将之。以吕成为司徒，以其父吕钦为令尹，以沛公为当郡长，封为武安侯，将当郡兵。初，宋义所遇其使者高陵君显在楚军，见楚王曰：“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征，此可谓之兵矣。”王召宋义与季氏而大说之，因至矣。魏上将军，项羽为鲁公，魏次将，范增为末将，就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亲子冠军。行至安阳，留46日不进。
项羽曰：吾闻秦军为赵王巨鹿，即引兵渡河，处及其外，赵因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伯牛之盟，不可以破己师。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乘其弊；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秦赵。夫备坚执锐，义不如攻；坐而运策，攻不如义。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齐，申宋之至无言，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动机。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欲疏，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时，与赵并立攻秦，乃曰乘其弊。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必之成？且国兵兴破，王坐不安席，扫尽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训其私，非社稷之臣。项羽臣朝上将军宋义及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其谋反楚，楚王因令与诛之。当世时，诸将皆设伏，莫敢之无。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与魏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及知其，杀之。使还楚报命于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项羽以杀亲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2万渡河，久巨鹿，战少利，陈余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审船，破釜赠，烧庐舍，持3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为王离，与秦军遇，久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咸部将楚，自烧杀。当世时，楚兵关诸侯，诸侯军就巨鹿下者10余，必莫敢纵兵。及楚及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事无不异以当时，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坠恐。于是以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西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使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章邯军及援，项羽军张南，相持未战。秦军数阙，二是使人让章邯。章邯恐，使长使心请示。至咸阳，留司马门3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常使心恐，还走其军，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辛至军，报曰：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畏者。今战能胜，高必极度无功；战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孰计之？臣于亦疑章邯书曰：白起为秦将，南征燕郢，北坑马服，攻城略的，不可胜计，而尽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于中的数千里，尽斩扬州。何者？功多，秦不能进封，因以法诛之。今将军为秦将3岁矣，所亡师以10万数，而诸侯并起资亦多。比赵高速于日久，今事急矣。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待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阙，有功一诛，无功一诛。且天之亡秦，无余志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执剑，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长存，岂不哀哉？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卫从，约共攻秦，分王其地？难。
面称孤，此属与生父辅职，妻子未禄乎？章邯狐疑，因使后使臣使项羽，欲曰：未。臣项羽使仆将军日夜引兵渡三户，军张南，与秦战，再破之。项羽悉引兵及秦军污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见项羽，欲曰：项羽召军力谋曰：粮少，欲听其曰。军力皆曰：善。项羽乃与其还水南阴虚上，以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谓言赵高。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至楚军中，使长史兴为上将军，将秦军卫前行。到新安，诸侯力卒一时故骤使屯。数过秦中，秦中力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将诸侯，诸侯力卒乘甚多奴虏使之，轻者辱秦。力卒秦力卒多窃言曰：张将军等诈吾蜀将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蜀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侯唯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秦部仆将军计曰：秦力卒上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为，不如即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兴都未易入秦。于是楚军夜即坑秦卒20余万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军等急关。项羽遂入，至于细溪。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亡关中，使子婴未襄，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饷士卒，未及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40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10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谓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及勿失。楚左尹项伯者，项羽继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君思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吾从俱死也。张良曰：臣未寒。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王去不义，不可不与。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未知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邹生说我曰据关，无内诸侯，秦得可敬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故不如也，且未知奈何。张良曰：请王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信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的兄视之。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之酒未受，曰：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进，即立名，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道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背得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聚矣。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沛公旦日从100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何备？
臣战河南，然不自亦能先入关破秦的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却。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即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刘沛公与尹。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事。范增数目项王，举所沛欲决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未受，受毕，请以剑舞，因及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受，受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义避沛公，庄不得及。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破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己之卫士欲止步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的，哙遂入，披为西向立，称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自尽裂。项王按剑而祭曰：克何谓者？张良曰：沛公之参臣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之酒，则与斗之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至坚，则与一身至坚。樊哙复其盾于的，加至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知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行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曰：先破秦入咸阳者亡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进，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道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序耳，且为大王不取也。项王谓有以因，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召樊哙出。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谓此也，谓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谓？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欲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谓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世时，项王君在鸿门下，沛公君在坝上，相去40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4人持剑盾步走，从骊山下到芷阳咸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吴军，不过20里耳。渡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咸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韶，不能辞。仅使臣梁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都过之，脱身独去，以至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座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ai！蜀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谓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将王子婴，烧秦宫室，火3月不灭，收其货宝富。
女儿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祖山河四塞的肥饶，可都一罢。项王见秦宫皆已烧残破，又心怀私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穆侯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项王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曰，乃尊怀王为义帝。项王欲自亡，先望诸将。项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兼执锐守士，暴露于野3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及之利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亡之。诸将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项王范增仪沛公之有天下，业以讲解，又恶妇。曰：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八蜀道险，秦之千人皆居蜀。乃曰：八蜀邑关中的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3分关中，王秦降将以拒塞。汉王。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常使兴者，故谓立阳御苑，常有德。余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溧阳。立董翳为狄王，王上郡，都高奴。喜为王豹为西魏王，王河东，都平阳。辖丘申阳者，张耳必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故立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韩王陈因故都阳。狄赵将司马养定河内，数有功，故立养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喜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故立耳为常山王，王赵地，都襄国。当阳军秦部为楚江长冠军，故立部为九江王，都六。婆军吴瑞律百越左诸侯，又从入关，故立瑞为衡山王，都诸。义帝助国共敖将兵及南郡，功多，因立敖为临江王，都江陵。喜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荼为燕王，都记。喜齐王田氏为胶东王。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从入关，故立都为齐王，都临淄。故秦所灭齐王见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冀北数城，引其兵将项羽，故立安为冀北王，都鄱阳。田荣者，庶父项梁，又不肯将兵从楚及秦，以故不封。陈安君陈于弃将应去，不从入关，然素闻其贤，有功于赵，闻其在南皮，故因还封3县。藩军将梅宣功多，故封10万户侯。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9郡，都彭城。汉之元年4月，诸侯罢系下，各救国。项王出之国，使人喜义帝，曰：古之地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喜义帝长沙称县。去义帝行齐，陈稍稍背叛之，乃因令衡山、临江王及杀之江中。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拒至彭城，废以为侯，以诱杀之。臧荼之国，因逐韩广之辽东，广服听，荼及杀广吴中，并忘其地。田荣闻项羽喜齐王室胶东，而立其将田都为齐王，乃大怒，不肯遣齐王之胶东，因以其反，迎击田都。田都走楚。齐王室为项王，乃王之胶东救国。田荣怒，追击杀之极。末，荣因自立为齐王，而西杀及冀北王田安，并忘3齐。荣与彭越将军应，令反梁地。
臣于因使张同下说齐王田荣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今晋王故王于丑的，而亡。其臣诸将善的，逐其故主赵王，乃北居代，予以为不可。闻大王起兵，且不听不义。愿大王资于兵，请以击常山，以复赵王，请以国为汉必。齐王许之，因遣兵之赵。臣于西发3县兵，与其并力击常山，大破之。张耳走归汉。臣于营故赵王歇于代，反之赵。赵王因立臣于为代王。是时汉还定3秦。项羽闻汉王皆以并关中，且东齐赵叛之，大怒，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以拒汉。令萧公角等及彭越。彭越拜萧公角等。汉使张良训韩，乃夷相。王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右以齐。良反书夷相王曰：齐欲与赵并灭楚。楚以此故无西邑，而北击齐。征兵9将王部，不称疾不往，使将数千人行。项王有此愿不也。汉之2年冬，项羽遂北至陈阳，田荣亦将兵会战。田荣不胜，走至平原，平原民杀之。遂北烧夷其城郭室屋，皆坑田荣将卒，系掳其老弱妇女，训其至北海，多所残灭。其人相聚而叛之。于是田荣弟田横收其王卒的数万人，反陈阳。项王因留，连战未能下。春，汉王部5诸侯兵，凡56万人，东伐楚。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缢。精兵3万人南从鲁出胡陵。4月，汉皆移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至9高会。项王乃西从萧城及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杀汉，卒10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忌，多杀汉，卒10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为汉王3。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乌。扬沙时，扰民昼会，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10骑遁去，欲过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汉王到逢得孝会，鲁元乃宰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会，鲁元车下，腾弓长下收宰之。如是者3。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求太公、吕后不相遇，审时其从。太公、吕后咸行，求汉王，反遇楚军。楚军遂与归，报项王，项王常至军中。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贤往从之，稍稍收其士卒，至荥阳，诸百军皆会。萧何一发关中老弱为复西邑荥阳，复大振。楚起于彭城，长城胜逐北，与汉战。荥阳南京，所咸，汉败楚，楚已故不能过荥阳而西。项王之救彭城，追汉王至荥阳，田横义的收齐，立田荣子广为齐王。汉王之败彭城，诸侯皆附与楚而备汉。汉军荥阳，筑甬道蜀之河，以取敖仓粟。汉之3年，项王数卿，夺汉甬道。汉王时伐，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项王欲听之，溧阳侯范增曰：汉亦与尔，今是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与范增，即为荥阳。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贤项王。项王使者来，谓太劳惧，举欲进之。见使者，
降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迟去，以20时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谓之。愿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居发背而死。汉将纪信说汉王曰：事已极矣，请魏王狂楚魏王，王可以贤出。于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备甲2000人，楚兵四面击之。纪信乘黄乌车，赴左道，曰：城中时尽。汉王将，楚军皆呼万岁。汉王亦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走城高。项王见纪信，问汉王安在？曰：汉王已出，以项王烧杀纪信。汉王使御史大夫周科、聪公为报守荥阳。周科、聪公谋曰：反国之王，难与守。臣乃共杀魏豹。楚下荥阳城，深得周科。项王谓周科曰：为我将，我以功为上将。君封3万户。周科骂曰：若不去将汉，汉今鲁弱，若非汉敌也。项王怒，烹周科，仅杀聪公。汉王之出荥阳，南走宛、邺，得九江王部，行收兵，复入保城高。汉之4年，项王进兵围城高。汉王逃，独与滕公出城高北门，渡河走修武，从张耳、韩信军，诸将稍稍。得出城高，从汉王。楚遂拔城高，欲西。汉使兵拒之拱，令其不得西。是时，彭越渡河及楚东阿，杀楚将军薛公。项王乃自东击彭越。汉王得淮阴侯兵，欲渡河南。郑中说汉王，乃止避河内，使刘贾将兵佐彭越，烧楚积聚。项王东击破之，走彭越。汉王则引兵渡河，复取城高，军广武，救敖仓时。项王以定东海来，西与汉距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的，绝楚粮食，项王患之。魏高祖至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及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据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及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项王从之。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曹。项王谓汉王曰：天下汹汹数岁者，徒以吾2人耳。原与汉王挑战决雌雄，吾图苦天下之民，父子位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3合，楼烦折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备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瞠目斥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人咸问之，乃项王也。汉王大惊。于是项王乃及汉王相与临广武咸而语。汉王数之，项王怒，欲一战。汉王不听，项王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走入城高。项王闻淮阴侯已据河北，破齐、赵，且欲击楚，乃使龙且往击之。淮阴侯与战，齐将灌婴击之，大破楚军，杀龙且。韩信因自立为齐王。项王闻龙且军破，则恐，使虚台人武卫射往说淮阴侯。淮阴侯弗听。是时，彭越复反，下梁的，绝楚粮。项王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曰：谨守城高，则汉欲挑战，胜勿与战，吾令得东而已。
我15日毕。朱彭越、定梁的复从将军，乃东行及陈留、外黄。外黄不下。数日，以将项王怒，悉令男子年15以上一城东，欲坑之。外黄令舍。人而年13，往说项王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的10余城皆恐，莫肯下邑。项王然其言，乃赦外黄当坑者。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项王。汉果数挑楚军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5、6日，大司马怒，渡兵泗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货禄。大司马就，长10邑，塞王兴皆自尽泗水上。大司马就者，故其欲怨，常使兴亦故立杨玉立，两人常有得于项梁，是以项王信任之。当是时，项王在睢阳，闻海春侯军败，则引兵还。汉军方为钟离昧于荥阳东，项王至，汉军魏楚，尽走险阻。是时，汉兵甚10多，项王兵罢时绝。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项王弗听。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项王乃与汉曰：“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君皆呼万岁。汉王乃封侯公为平国君。逆服肯复见，曰：“此天下便是，所居倾国，故号为平国君。”项王以曰，乃引兵解而东归。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时尽，此天王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是弗及，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汉5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齐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陷而自守。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谓之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故疑。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志也；即不能，是未可知也。君王能自城以东赴海，晋与韩、信、睢阳以北至古城，以与彭越，使各自未战，则楚亦败也。”汉王曰：“善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立击楚。”楚破，自城以东赴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古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韩信乃从其往，留甲军从守。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因叛楚，以书屠六，举9将兵，随留甲、彭越皆会。垓下，亦项王。项王军避垓下，兵少时尽，汉军及诸侯兵为之数众。夜闻汉军四面皆除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以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引帐中，有美人名于常，信从，骏马名追，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谓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10步力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800余人，执夜溃为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决之，令其将灌婴以5000骑追之。项王渡淮，其能数者100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益田父，田父代曰左。
左，乃献大泽中，以故汉追击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28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8岁矣，身70余战，所当者破，所及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故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3胜之，为诸君溃为斩。将义其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4队4项，汉军为之数众。项王谓其骑曰：“吾魏公取彼一将令4面其池下，其山东为3处。”于是项王大呼，池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谓其将追项王，项王瞠目而斥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邑数里，与其骑会为3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3，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10百人，复据其骑，亡其2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其皆服曰：“如大王言。”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以传呆，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10万人，亦足往也。愿大王即渡。今独臣有传，汉军至，吾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即与江东子弟8000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连而亡。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即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之功长者，吾骑此马5岁，所当无敌，常1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功。”乃令其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击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10余创，故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无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义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亿万户，吾未若得。”乃自刎而死。王义取其头，于其乡柔见真项王，相杀者数10人。罪其后，郎中其杨喜、其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5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5，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义为杜兖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房侯，封吕胜为聂阳侯。项王已死，楚的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李毅，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是鲁，鲁父兄乃降。使楚怀王出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古城。汉王未发哀，弃之而去。诸项氏之属，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陶侯、平高侯、玄武侯皆项氏，次姓刘。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顺木盖仲童子，又闻项羽亦仲童子。羽起，其苗亦邪，何兴之报也？夫秦师其政，陈涉守难，豪杰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诚意，起陇亩之中，3年，遂将5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正有羽。初，号为霸王，位虽不忠，晋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被关怀楚，放逐异地而自立。愿王侯叛己，难矣。自今攻伐，奋其私志而不失古，为霸王之业，欲以力争经营天下。5年卒亡其国，生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所引数赞，亡秦路走，为楚胡民。云欲沛谷，舰艇无成。
勋开。鲁殿是何当兵？亲子无罪，亚父推陈。始就赵歇，中诸子婴。为曰王翰，被关怀处。常迁上游，城破故主。灵璧大振，城高久据。战非无功，天时不与。皆比盖代，卒为兄。属。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常习大泽，知碑梦与神谕。是时雷电晦明，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声，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龙准而龙颜，美须髯，左骨有72黑子。仁而爱人，喜诗，亦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是未立，为泗水亭长，庭中立无所不暇物。好酒极色，常从王媪。武父嗜酒，醉卧。武父、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孤留饮，酒酬数倍。即见怪，遂禁。此两家常折劝弃责。高祖常昼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丹妇人吕公善配令，必筹从之客，应加配焉。配中豪杰吏闻令有众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力，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谓廷常，素议诸吏，乃代谓夜曰：贺钱万，实不迟1钱。夜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乡人，见高祖状貌，因崇敬之，引入座。萧何曰：刘季故多大言，少陈事。高祖因遐恶。诸客遂坐上座，无所趋。酒阑，吕公因目故留高祖。高祖敬酒后，吕公曰：臣少，好乡人，乡人多矣，无如季乡，原季自爱。臣有喜女，原为季姬肘妾。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使常欲其此女与贵人，配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也，卒与刘季。吕公女乃吕后也，生孝惠帝，鲁元公主。高祖谓廷常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妇过请饮，吕后因不知。老妇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老妇已去，高祖侍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妇。老妇曰：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臣如妇言，不敢妄得及高祖贵，遂不知老妇处。高祖谓廷常，乃以竹皮为官，令裘道之薛治之，时时观之，即贵长官，所谓刘氏。官乃是也。高祖以廷常为献宋徒骊山，徒多道亡。自杜比至皆亡之，到封凯撒中，只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无亦从此事矣。途中壮士原从者10余人。高祖备酒，夜进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境，原还高祖罪。曰：壮士行何谓？乃前拔剑即斩蛇。蛇遂分为两，尽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未见？杀。妪曰：吾白弟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弟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成，欲告之，妪因乎不见。后人至，高祖绝。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
诸从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验之。高祖即自疑，王逆，隐于芒。荡山则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的纪。高祖欣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复者矣。秦二世元年秋，陈胜等起其至陈而亡，号为张楚。诸郡县皆多杀其常吏以因。陈舍。沛令孔欲以沛因舍。愿主力萧何。曹参乃曰：君为秦吏，今欲备之，虑沛。子弟恐不听。元君召诸王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节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于是樊哙从刘季来。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必陈守，欲诛萧、曹。萧、曹恐，于陈保刘季。刘季乃书博涉陈上，谓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图沛。沛今共诸令，则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因诸侯，则家事完。不然，父子俱屠，无谓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至将不善，依败屠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原更相推则可者。萧、曹等皆闻利，自爱，恐事不救，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不视之，莫如刘季罪极于。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慈皇帝既吃游于沛庭，而信古奇，至皆赤。有所杀蛇白弟子，杀者赤弟子，故上赤。于是少年豪力如萧、曹、樊哙等皆未收沛子弟，2、3千人，攻胡陵、方宇，还守封。秦二世2年，陈涉之江州张君西至系而还。燕、赵、齐、魏皆自立为王。项氏起吴。秦四川兼平将兵为封，2日出与战，破之。命雍齿守封，引兵之薛。四州守壮败于薛，走至期，沛公左司马的四川守壮，杀之。沛公还军抗复，至方宇，未战。成王时魏人周氏掠的。周氏使人谓雍齿曰：封，故良喜也。今魏的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封，不下，且屠封。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即魏招之，即反为魏守封。沛公引兵攻封，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沛公愿雍齿与封子弟叛之，闻东阳宁君秦家立景居为假王，在留，乃往从之，欲请兵以攻封。是时秦将章邯从陈，别将司马、将兵。北定楚的屠襄、至荡。东阳宁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息，不利，还收兵拒留，引兵攻荡，3日乃取荡。因收荡兵的5、6千人，攻下邑，拔之。还军封。闻项梁在薛，从其100余往见之。项梁亦沛公卒5千人，武大夫将10人。沛公还，引兵攻封。从项梁月余，项羽以拔襄城还。项梁进召别将居薛。闻成王定死，因立楚后怀王孙。兴为楚王，至须台。项梁号武信君。居数月，北攻抗复，救东阿，破秦军。齐军归，楚独追北，使沛公、项羽别攻陈阳，屠之。军濮阳之东，与秦军战，破之。
秦军复镇，守濮阳、环水。楚军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与项羽西掠的至雍丘之下，与秦军战，大破之，斩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项梁在破秦军，有交色。宋义见，不听。秦义章韩兵，叶贤梅及项梁，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沛公与项羽方攻陈留，闻项梁死，引兵与吕将军俱东。吕陈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荡。章邯以破项梁军，则以为楚的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大破之。当世之时，赵歇魏王，秦将望离为之据陆城，此所谓河北之军也。秦2世3年，楚怀王见项梁军破，恐，喜须台都彭城，并吕城，项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荡郡长，封为武安侯，将荡郡兵。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吕城为司徒，其父吕钦为令尹。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掠得入关。与诸将曰：先入定关中者亡之。当世时，秦兵强，长城甚逐北，诸将莫力先入关。独项羽愿秦破项梁军，愤，远语。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剽悍华贼。项羽常攻襄城，襄城无一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城亡，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服役而西，告欲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京城的长者往，无亲报，已可下。今项羽剽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掠的，收成王，项梁散卒。乃到荡至城阳，与杠里秦军夹壁，破二军。楚军出兵及王离，大破之。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与拒攻秦军，战不利。还致力，欲刚武侯，夺其军，可4000余人，并之。与魏将黄兴、魏生屠五仆之军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过高阳，立时其监门，曰：诸将过此者多，无视沛公大人长者，乃求见说沛公。沛公方具床，使两女子洗足，立身不拜，长揖曰：足下必遇诸无道情，不宜具见长者于是沛公起，设衣谢之，言上坐。时其说沛公袭陈留，的秦激素，乃以立时其为广野军，立商。魏将陈留兵与协攻开封，开封未拔。西与秦将杨雄战白马，又战区域东，大破之。杨雄走之荥阳，2世使者斩以训。南攻荥阳，屠之。因张良遂掠韩的换元。当世时，赵别将司马养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南战洛阳东。军不利，还至阳城，收军中马骑，与南阳守以战抽东，破之。略南阳郡，南阳守以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过而西。张良见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上众，惧险，今不下。宛从后急，强秦在前，此为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到还，更其至，黎明，为宛城3匝。南阳守欲自警。其舍人陈辉曰：此谓宛夜，乃于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曰：先入咸阳者亡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利人自以为将必死，故皆坚守城。今足下近日止攻，是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
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又有强宛之患。谓足下计，莫若约将，封其首，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卫下者，闻声睁开门而呆，足下通行无所类。沛公曰：“善乃以宛守为殷侯，封城徽千户。引兵西，无部下者。至丹水，高武侯。塞襄侯王陵将西陵。还攻胡杨，欲藩军别将梅宣、与皆将西立。遣魏人宁昌使秦。使者未来。是时章邯以军将项羽于赵矣。初，项羽与宋义北救赵，及项羽杀宋义，代为上将军，诸将秦部皆属，破秦将望离。军将章邯、诸侯皆附。及赵高以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厉声，陆贾往说秦将，但以利因袭攻无关，破之。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一张仪兵旗帜，诸所过无的掠虏秦人，秦军解，因大破之。又战其北，大破之。陈胜，遂破之。汉元年10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锦以卒，封皇帝喜服。节，将止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使怀王遣我，故以能宽容，且人以服将。又杀之，不降。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公修舍。樊哙、张良见，乃封秦仲。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赵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足，偶语者弃婆。吾与诸侯曰：先入关者亡之，吾当亡关中。与父老曰：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到底罪。于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暗睹如故。凡无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亲报，无恐。且无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
乃使人与秦厉行献相议，告谕之。秦人大喜，征持牛羊90献享军事。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伐，不欲废。人人又一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或说沛公曰：秦复10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将项羽，项羽乃号为雍王，王冠中。今则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即使兵守函谷关，吴内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抑。拒之。沛公然其计，从之。11月中，项羽果率诸侯兵西，欲入关，关门闭。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秦部等攻破函谷关。12月中，遂至系。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亡关中，令子婴未襄，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亚父劝项羽及沛公，方想事，但日何战。是时项羽兵40万，号100万；沛公兵10万，号20万，力不敌。会相伯欲活张良，夜往见良，因以闻遇项羽，项羽乃至。沛公从，100余骑驱之鸿门，见谢项羽。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即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哙、张良故得解归。归，立诛曹无伤。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曰项羽愿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就诏后天下曰。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曰：本定天下诸将及也。乃降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正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9郡都彭城。复曰：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三分关中，立秦3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溧阳；董翳为狄王，都高奴。楚将辖丘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赵将司马养为殷王，都朝歌。赵王歇喜王代。赵相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当阳君秦布为九江王，都六。怀王柱国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藩君吴芮为衡山王，都诸。燕将臧荼为燕王，都济。故燕王韩广喜王辽东。广不听，臧荼攻杀之吴中。封陈安君臣于河间3县，居南皮。封梅轩10万户。4月，兵罢西夏，诸侯各救国。汉王之国，项王使卒3万人从，楚与诸侯之牧从者数万人，从渡南入石中。去折烧决战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是项羽无东夷。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到王归，士卒皆歌思东归。韩信说汉王曰：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谦也。军力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弃而忘归，及其封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争权天下。项羽出关，使人徙异地，曰：古之地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徙异地长。沙郴县去异地形，群臣稍被叛之，乃因令衡山王、临江王及之，杀异地江南。项羽怨田荣，立其将田都为齐王。田荣怒，因自立为齐王，杀田都而反楚，与彭越将军应令反梁地。楚令萧公剿击彭越，彭越大破之。
臣于愿项羽之福望己也，令下说田荣，请兵击张耳。其与陈于兵，击破常山王张耳，张耳王归汉。迎赵王歇于代，复立为赵王。赵王因立陈于为代王。项羽大怒，北击齐。8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到还，袭雍王章邯。韩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止战好志，又复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至咸阳，引兵围雍王废丘，而遣诸将略。定陇西、北地、上郡。令将军薛欧、王熙出武关，因王领兵南阳，以迎太公、吕后于沛。楚闻之，发兵拒之阳下，不得前。令故吴令郑昌为韩王，拒汉兵。2年，汉王东掠的塞王兴、狄王义、河南王申阳皆降。韩王昌不听，使韩信击破之。于是至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的郡，关外至河南郡。更立韩太尉信尉。韩王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将者，封万户。善治河上塞。诸故情愿右元池，皆令人的田。正月，鲁雍王弟张平大赦罪人。汉王之出关至陕，府关外父老还张耳来见，汉王后遇之。2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3月，汉王从临晋度，为王豹将兵从下河内，鲁阴王至河内郡，南渡平阴津，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3日，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视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肃。西发关内兵，收三河氏，南服江汉以下，原从诸侯王。及楚之杀义帝者，是时项王北击齐，田荣与战陈阳。田荣败，走平原，平原民杀之。齐皆降楚。楚因焚烧其城郭，系掳其子女。齐人叛之。田荣弟恒立荣子广为齐王，齐王反楚陈阳。项羽虽闻汉东，既以连齐兵，欲遂破之而击汉。汉王以故得解5诸侯兵，遂入彭城。项羽闻之，乃引兵去齐，从鲁出胡陵，至萧，与汉大战彭城。临壁东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乃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以为职。当世时，诸侯见楚强悍，败，还皆去汉复魏楚。塞王兴王入楚，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党。汉王乃西过梁的。至于使业者随和之九江王不所，曰：公能令不举兵叛楚，项羽必留击之。得留数月，吾取天下必矣。随和往说九江王不果被楚。楚使龙且往击之。汉王之败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事，家事一亡，不相得。败后乃独的孝惠。6月，立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溧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及溧阳卫尉。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更名废丘为怀里。于是令辞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14之。新关内促成塞。是时九江王不与龙且战，不胜，与随和兼行归汉。汉王稍收士卒，与诸将及关中卒。一出，是以兵大镇荥阳，破楚京，所歼。3年，魏王豹夜归氏轻疾，至疾绝河津，反为楚。汉王使厉声说豹，豹不听。汉王
遣将军韩信急，大破之，鲁暴。遂定魏的至3郡，曰河东、太原、上党。汉王乃令张耳与韩信遂东下井行击赵，斩陈余，赵王歇。其明年，立张耳为赵王。汉王军营阳南，筑甬道蜀之河，以取敖仓。与项羽相拒，遂于。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伐时，遂为汉王。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项王不听。汉王患之，乃用陈平之计，与陈平金4万斤，以兼书楚君臣。于是项羽乃以亚父。亚父是时劝项羽，遂下荥阳。及其见疑，乃怒，辞老，原赐骸骨归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汉军绝时，乃夜出女子东门2000余人，被甲、楚因四面击之。将军纪信乃成王驾。诈为汉王，狂楚皆呼万岁，之城东关，以顾汉王的羽数10骑出西门遁。令御史大夫周科、魏豹、聪攻守荥阳。诸将卒不能从者，尽在城中。周科、聪攻相谓曰：“反国之王，难与守城。”因杀魏豹。汉王之出荥阳入关，收兵欲复东。袁生说汉王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元君王出武关，项羽必引兵南走。王生避，令荥阳城高坚且得修，使韩信等集合北赵的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修，复与之战，破楚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晚夜间，与秦部行收兵。项羽闻汉王在晚，果引兵南。汉王坚壁不与战。是时彭越渡睢水，与项申、薛公战。下邳，彭越大破楚军。项羽乃引兵东击彭越。汉王亦引兵北军陈高。项羽已破走彭越。闻汉王复军陈高，乃复引兵西，拔荥阳，诛周科、聪攻，而虏韩王信，遂为陈高。汉王跳，独与滕公共车出陈高玉门，北渡河，持宿修武。自称使者，陈驰入张耳。韩信避，而夺之军，乃使张耳北邑收兵赵地，使韩信东击齐。汉王的韩信军，则复阵，引兵临河，南响军小修武南，欲复战。郎中郑中乃说指汉王，使高垒深堑，勿与战。汉王听其计，使卢绾、刘贾将卒2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的，与彭越复击破楚军。燕郭西，遂复下梁的10余城。淮阴以受命东，未渡平原。汉王使厉声往说齐王田广，广叛楚，与汉和，共击项羽。韩信用蒯通计，遂袭破齐。齐王烹厉声，东走高密。项羽闻韩信已举河北兵破齐、赵，且欲击楚，则使龙且、周兰往击之。韩信与战，齐将灌婴急，大破楚军，杀龙且、齐王广、彭越。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的，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4年，项羽乃为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谨守城高，若汉挑战，胜勿与战，无令的东而已。我15日必定梁的，复从将军。”乃行及陈留、外黄、睢阳，下之。汉果数挑。楚军不出，使人辱之5、6日。大司马怒，渡兵泗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金玉货禄。大司马就，常使兴皆自井泗水上。项羽至睢阳，闻海春侯破，乃引兵还。汉军方为钟离昧于荥阳东，项羽至，尽走险阻。韩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权倾，不畏假王，恐不能安其汉王欲攻之。”
刘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魏守，乃遣张良操印受立韩信为齐王。项羽闻龙且军破，则恐，使须台人武设网说韩信。韩信不听。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向。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项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述项羽曰：使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复曰：亡我于蜀汉，罪一。秦项羽绞杀亲子冠军而自尊，罪二。项羽以救赵，当还报，而擅结诸侯兵入关，罪三。怀王曰：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绝使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又强杀秦将王子婴，罪五。诈坑秦子弟辛安20万，亡其疆，罪六。项羽皆望诸将善德，而喜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罪七。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的，并望梁楚，多自语，罪八。项羽使人因视义帝江南，罪九。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以将，为政不平，主曰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行于罪人，及杀项羽，何苦乃与公挑战？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胸，乃门卒曰：鲁中无止。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无令楚臣。甚于汉。汉王出行军，病甚，因驰入城高。病愈，西入关，至溧阳，存问父老。至久，萧固塞王心头溧阳氏。留4日，复如军。军广武，关中兵亦出。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的，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田横往从之。项羽数及彭越等。齐王信又进击楚。项羽恐，乃与汉王曰：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归汉王父母妻子，军中皆呼万岁，乃归而别去。项羽解而东归。汉王欲引而西归，用留侯、陈平计，乃进兵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建成侯彭越齐会而击楚军，至固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必深陷而守之。用张良计，于是韩信、彭越皆往。及留甲入楚的，为寿春。汉王败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马周英举酒将兵而迎武王，行屠城父，随留甲、齐梁诸侯皆大会该。夏，立武王部为淮南王。5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该夏。淮阴侯将30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将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10万。淮阴先和，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该夏。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进的楚的，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使其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8万，遂略定楚地。鲁为楚坚守不下。汉王引诸侯兵北，是鲁父老项羽头，鲁乃降。遂以鲁公号葬项羽古城。还至定陶，驰入齐王壁，夺其军。正月，诸侯及江乡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曰：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群臣皆曰：大王岂为戏？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折列的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汉王3让，不得已，曰：
诸君必以为变，变国家甲午，乃即皇帝为泛水之阳。皇帝曰：义帝无后。齐王韩信袭楚风俗，喜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为梁王，都定陶。故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喜衡山王吴瑞为长沙王，都临湘。藩军之江梅宣有功，从入武关，故得藩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赵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洛阳，诸侯皆臣属。故临江王欢为项羽叛汉，令卢绾、刘贾为之，不下。数月而降，杀之洛阳。5月，兵皆罢归家。诸侯子在关中者父之12岁，其归者父之6岁，时之1岁。高祖置酒洛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引阵，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启、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应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攻，得的而不与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攻之其一，谓之其二。夫运筹策为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无不如子房。正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无不如萧何。连100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无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无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犯曾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秦也。高祖欲长都洛阳，其人刘敬说，乃刘侯劝上入都关中。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6月，大赦天下。10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怪将兵攻代。其秋，利己反，高祖自将兵击之，利己走。利己者，项氏之将。项氏败，利己未成。公不随项羽，王将高祖，高祖侯之颍川。高祖至洛阳，举通侯及召之，而利己恐，故反。6年，高祖5日一召太公，如家人父子礼。太公假令说太公曰：天无2日，土无2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败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后高祖朝，太公拥会，迎门阙行。高祖大惊，下服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于是高祖乃尊太公为太上皇。兴善加令言，赐金500斤。12月，人有上便是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真欲击之。用臣凭计，乃谓游云梦会诸侯于城，楚王信迎，即因执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贺因说高祖曰：陛下的韩信，又至秦中。秦，行胜之国，待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几百万，秦的120焉。的亦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辟游居高屋之上，见临水也。夫其东有狼邪，即莫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涿河之险，北有渤海之利。地方2000里，持几百万，县隔千里之外，其的12焉。故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亡其矣。高祖曰：善赐。黄金500斤。后10余日，封韩信为淮阴侯，分其地为2国。高祖曰：将军刘贾数有功，以为荆王。王怀东。帝交为楚王，王怀西。
子肥为齐王，王70余臣，民能其言者皆属其。乃论功，与诸列侯剖服行封，喜韩王姓太原。7年，匈奴攻韩王姓马邑，姓殷与谋反太原。白土曼丘城，王黄立故赵将赵立为王。已反，高祖自往击之。会天寒，士卒堕止者12、3，遂至平城。匈奴为我平城7日而后罢去。令樊哙指定代帝，立兄刘仲为代王。2月，高祖自平城过赵、洛阳，至长安。长乐攻城，城乡以下徙至长安。8年，高祖东击韩王信于反寇于东原。萧城乡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盛，怒。谓萧何曰：“天下凶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至公事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公事。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家也。”高祖乃说。高祖之东原，过伯仁、赵相冠高等谋士高祖，高祖心动，因不留。代王刘仲弃国王，自归洛阳，废以为河阳侯。9年，赵相冠高等事发觉，夷三族，废赵王敖为宣平侯。是岁，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未央攻城。高祖代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谕之，启为太上皇寿，曰：“使大人常以诚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重利。今某之业所就属与众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未乐。10年10月，淮南王秦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金王刘贾、楚王刘交、齐王刘肥、长沙王吴瑞皆来朝长乐宫。春夏无事。7月，太上皇东立阳宫，楚王、梁王皆来送葬，设立阳丘，更命立一曰新封。8月，赵襄国臣西反代帝，上曰：“西常为吾使，甚有信。代的无所及也，故封西。”为列侯，以襄国守代，今乃与王黄等劫掠代的。代的立名非有罪也。其设代立名。9月，上自东往击之，至邯郸，上喜曰：“西部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闻西江皆故假人也。”上曰：“吾之所以与之，乃多以金啖西江，西江多将者。”11年，高祖在邯郸诸西等未毕，西江侯昶将万余人游行，王黄军趋逆，张春渡河，及辽城。汉使将军郭蒙与其将及，大破之。太尉周勃到太原入，定代帝。至马邑，马邑不下，即攻残之。西江赵立守东原，高祖攻之，不下。月余，卒骂高祖，高祖怒。臣将令出骂者斩之，不骂者援之。于是乃分赵山北，立子恒以为代王，都晋阳。春，淮阴侯韩信谋反关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谋反，废迁属，复欲反，遂夷三族。立子辉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秋7月，淮南王秦布反，东并金王刘贾的，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击之。立子常为淮南王。12年10月，高祖以疾步军会坠，不走，令别将追之。高祖还归，过沛、刘，置酒沛公，西赵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的120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即著，自谓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何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谓沛父兄曰：有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无魂魄游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正汤沐邑，复其名，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味。孝乐10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故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知义西县。高祖复留旨，张饮3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姓的父，封为父，为陛下哀怜之。高祖曰：封无所生长，即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谓沛父兄故请，乃并复封，比沛。于是拜沛侯刘濞为吴王。汉江别及步军讨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斩布鄱阳。樊哙别将兵定代，斩陈豨当城。11月，高祖自步军至长安。12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为安离王，齐明王、赵悼襄王皆绝吴后，与首种各10家，秦皇帝20家，魏公子无忌5家。涉代的吏名为陈豨，赵吏所劫掠者，皆赦之。陈豨将将延熙反时，燕王卢绾使人知豨所，与阴谋。上使辟阳侯迎绾，绾称病。辟阳侯归，据言绾反有端倪。2月，使樊哙、周勃将兵及燕王绾，设燕吏名与反者。立皇子建为燕王。高祖即不时，为刘使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谩骂之曰：吾以不医提3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50斤罢之。已而吕后问陛下100岁后，萧襄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杠，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后少文，然安刘氏者必伯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尔所知也。卢绾与数千骑居塞下后嗣，幸上病愈，自入谢。4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4日不发丧。吕后与沈时其谋曰：诸将与地位边户民，今北面未成，此常样样，今乃事少主，非尽足事，天下不安。人或闻之，与厉将军。厉将军往见沈时其曰：吾闻帝已崩，4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臣如此，天下为矣。陈平、灌婴将10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20万定燕。待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联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王可翘足而待也。沈时其入言之，乃以丁未发丧，大赦天下。卢绾闻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岂为戏，拨乱世反之政，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及孝惠5年，司高祖之碑乐沛，以沛公为高祖元庙。高祖所交割而120人，皆令为吹乐，后有缺，则补之。高帝8男，常戍其道惠王肥，赐孝惠、吕后子，赐戚夫人子赵颖王如意，赐代王恒，以立为孝文帝。薄太后子，赐梁王辉，吕太后时喜为赵共王，赐淮阳王友，吕太后时喜为赵幽王，赐淮南厉王长，赐燕王建。太史公曰：夏之正中，中之必，小人矣也。
故因人臣之以敬。敬之必，小人以贵，故周人臣之以文。文之必，小人以赛，故就赛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回圈，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必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谋乎？故汉兴，臣必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朝以10月，车服黄屋左道，葬长陵。所引数赞，高祖初起，始自途中。言从四上，及豪沛公。效命豪杰，奋发才雄。同云欲荡，肃陵告封。龙变星聚，蛇分尽空。项氏主命，复曰弃公。亡我巴蜀，10分余。中。三秦冀北，五兵遂东。泛水即位，咸阳助攻。威加四海，还歌大风。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常习大泽之碑，梦与神喻。是时雷电晦明，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声，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龙准而龙颜，美须髯，左骨有72黑子。人而爱人，喜诗，亦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是未立，为泗水亭长，庭中立无所不暇物。好酒极色，常从王媪。武父嗜酒，醉卧。武父、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孤留饮，酒酬数倍。即见怪，遂禁。此两家常折劝弃责。高祖常昼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丹妇人吕公善配令，必筹从之客，应加配焉。配中豪杰立闻令有众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力，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1000钱，坐之堂下。高祖谓廷常，素议诸吏，乃代谓夜曰：贺钱万，实不迟1钱。夜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乡人，见高祖状貌，因崇敬之，引入座。萧何曰：刘季故多大言，少陈事。高祖因遐恶。诸客遂坐上座，无所趋。酒阑，吕公因目故留高祖。高祖敬酒后，吕公曰：臣少好乡人，乡人多矣，无如季乡，原季自爱。臣有喜女，原为季姬肘妾。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使常欲其此女与贵人，配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也，促与刘季。吕公女乃吕后也，生孝惠帝，鲁元公主。高祖谓廷常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妇过请饮，吕后因不知。老妇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老妇已去，高祖侍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妇。老妇曰：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臣如妇言，不敢妄得及高祖贵，遂不知老妇处。高祖谓廷常，乃以竹皮为官，令求道之薛治之，时时观之，即贵长官，所谓刘氏。官乃是也。高祖以廷常为献宋图历山，图多道王。自杜比至皆王之，到封凯撒中，只引业乃解纵所诵图，曰：公等皆去，无亦从此事矣。图中壮士原从者10余人。高祖备酒，夜进则中，令一人行前。
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境，原还高祖罪，曰：状。是行何谓？乃前拔剑即斩蛇，蛇遂分为两，尽开，行数里，罪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未见？杀。妪曰：吾白弟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弟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成，欲告之，妪因乎不见。后人至，高祖绝。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谓之。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验之。高祖即自疑，王逆，隐于芒。荡山则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的纪。高祖欣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复者矣。秦二世元年秋，陈胜等起骑，至陈而亡，号为张楚。诸郡县皆多杀其常吏以因。陈舍。沛令孔欲以沛因舍。愿主力萧何。曹参乃曰：君为秦吏，今欲备之，虑沛。子弟恐不听。元君召诸王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节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刘季之众以数十百人矣。于是樊哙从刘季来。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必陈陈守，欲诛萧、曹。萧、曹恐。于陈保刘季。刘季乃书博赦陈上，谓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图沛。沛今共诸令，则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因诸侯，则家事完。不然，父子俱屠，无谓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至将不善，依败屠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原更相推则可者。萧、曹等皆闻利，自爱，恐事不救，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不视之，莫如刘季罪极于。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慈皇帝既吃游于沛庭，而信古奇，至皆赤。有所杀蛇白弟子，杀者赤弟子，故上赤。于是少年豪力如萧、曹、樊哙等皆未收沛子弟，2、3千人，攻胡陵、方宇，还守封。秦二世2年，陈涉之江州张君西至系而还。燕、赵、齐、魏皆自立为王。项氏起吴。秦四川兼平将兵为封，2日出与战，破之。命雍齿守封，引兵之薛。四州守壮败于薛，走至期，沛公左司马的四川守壮，杀之。沛公还军抗父，至方宇，未战。成王时魏人周氏掠的。周氏使人谓雍齿曰：封，故良喜也。今魏的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封，不下，且屠封。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即魏招之，即反为魏守封。沛公引兵攻封，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沛公愿雍齿与封子弟叛之，闻东阳宁君秦家立景居为假王，在留，乃往从之，欲请兵以攻封。是时秦将章邯从陈，别将司马、将兵。北定楚的屠襄、至荡。东阳宁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息，不利。还收兵拒留，引兵攻荡，3日乃取荡。因收荡兵的5、6千人。
攻下邑，拔之。还军锋。闻项梁在薛，从。其百余往见之。项梁亦沛公卒5000人，武大夫将10人。沛公还，引兵攻封。从项梁越余，项羽以拔襄城还。项梁进召别将居薛。闻成王定死，因立楚后怀王孙。兴为楚王，至须台。项梁号武信君。居数月，北攻抗父，救东阿，破秦军。齐军归，楚独追北，使沛公、项羽别攻城阳，屠之。军濮阳之东，与秦军战，破之。秦军复阵，守濮阳，还水。楚军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与项羽西掠的至雍丘之下，与秦军战，大破之，斩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项梁在破秦军，有骄色。宋义见，不听。秦义章韩兵，夜衔枚及项梁，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沛公与项羽方攻陈留，闻项梁死，引兵与吕将军拒东。吕陈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荡。章韩以破项梁军，则以为楚的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大破之。当世之时，赵歇魏王，秦将望离为之据陆城，此所谓河北之军也。秦2世3年，楚怀王见项梁军破，恐，喜须台都彭城，并吕城，项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荡郡长，封为武安侯，将荡郡兵。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吕城为司徒，其父吕钦为令尹。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掠的入关。与诸将曰：先入定关中者亡之。当世时，秦兵强，长城甚逐北，诸将莫力先入关。独项羽愿秦破项梁军，愤，远语。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剽悍华贼。项羽常攻襄城，襄城无一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成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服役而西，告欲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京城的长者往，无亲报，已可下。今项羽剽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掠的，收成王、项梁散卒。乃到荡至城阳，与杠里秦军夹壁，破2军。楚军出兵及王离，大破之。沛公引兵西，欲彭越昌邑，因与拒攻秦军，战不利。还致力，欲刚武侯，夺其军，可4000余人，并之。与魏将黄兴、魏申屠五仆之军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过高阳，立时其监门，曰：诸将过此者多，无事沛公大人长者，乃求见说沛公。沛公方具床，使2女子洗足，立身不拜，长揖曰：足下必遇诸无道情，不宜具见长者于是沛公起，设衣谢之，言上坐。时其说沛公袭陈留的秦激素，乃以立时其为广野军，立商。魏将陈留兵与协攻开封，开封未拔。西与秦将杨雄战白马，又战区域东，大破之。杨雄走之荥阳，2世使者斩以训。南攻荥阳，屠之。因张良遂掠韩的换元。当世时，赵别将司马养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南战洛阳东。军不利，还至阳城，收军中马骑，与南阳守以战抽东，破之。略南阳郡，南阳守以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过而西。
张良见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上众，惧险，今不下。晚从后急，强秦在前，此为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到还，更其至黎明，为宛城3匝。南阳守御自警。其舍人陈辉曰：死未晚夜，乃于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曰：先入咸阳者亡之。今足下留守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将必死，故皆坚守城。今足下近日止攻，是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又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将，封其首，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息。诸城卫下者，闻声睁开门而呆，足下通行无所类。沛公曰：善，乃以宛守为殷侯，封陈辉千户。引兵西，无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塞襄侯王陵将西陵，还攻胡杨，欲藩军别将梅宣、羽阶将西立。遣魏人宁昌使秦，使者未来。是时章邯以军将项羽于赵矣。初，项羽与宋义北救赵，及项羽杀宋义，代为上将军，诸将秦部皆属，破秦将望离。军将章邯、诸侯皆附。及赵高以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厉声，陆贾往说秦将，但以利因袭攻无关，破之。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一张仪兵旗至，诸所过无的掠虏秦人，秦军解，因大破之。又战其北，大破之。陈胜，遂破之。汉元年10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锦以卒，封皇帝喜服。节，将止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使怀王遣我，故以能宽容，且人以服将。又杀之，不降。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公修舍。樊哙、张良见，乃封秦仲。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赵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足，偶语者弃婆。吾与诸侯曰：先入关者亡之，吾当亡关中。与父老曰：法3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到底罪。于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暗睹如故。凡无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亲报，无恐。且无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献相议，告谕之。秦人大喜，征持牛羊90献享军事。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伐，不欲费。人人又一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或说沛公曰：秦复10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将项羽，项羽乃号为雍王，王关中。今则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即使兵守函谷关，吴内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抑。拒之。沛公然其计，从之。11月中，项羽果率诸侯兵西，欲入关，关门闭。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秦部等攻破函谷关。12月中，遂至系。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亡关中，令子婴卫乡，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亚父劝项羽及沛公，方想事，但日何战。是时项羽兵40万，号100万；沛公兵10万，号20万，力不敌。会相伯欲活张良，夜往见良，因以闻遇项羽，项羽乃至。沛公从。
百余骑，驱之鸿门，见谢项羽。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即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哙、张良故的解归，立诛曹无伤。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曰项羽愿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备。”就诏后天下曰：“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曰：“本定天下，诸将及也。”乃降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正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9郡都彭城。复曰：“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三分关中，立秦三江，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溧阳；董翳为狄王，都高奴。楚江夏丘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赵将司马养为殷王，都朝歌。赵王歇喜王代。赵相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当阳君秦布为九江王，都六。怀王柱国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藩君吴芮为衡山王，都诸。燕将臧荼为燕王，都济。故燕王韩广喜王辽东。广不听，臧荼攻杀之吴中。封陈安君臣于河间3县，居南皮。封梅宣10万户。4月，兵罢西夏，诸侯各救国。汉王之国，项王始卒3万人从，楚与诸侯之牧从者数万人，从渡南入石中。去折烧决战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是项羽无东夷。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各司东归。韩信说汉王曰：“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谦也。君立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弃而忘归，及其封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争权天下。”项羽出关，使人徙义地，曰：“古之地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徙义地长。杀称县，去义地形，群臣稍被叛之，乃因令衡山王、临江王及之，杀义地江南。”项羽怨。田荣、立齐将田都为齐王。田荣怒，因自立为齐王，杀田都而反楚，与彭越将军应令反梁地。楚令萧公剿击彭越，彭越大破之。臣于愿项羽之福忘己也，令下说田荣，请兵击张耳。其与陈于兵，击破常山王张耳，张耳王归汉。迎赵王歇于代，复立为赵王。赵王因立陈于为代王。项羽大怒，北击齐。8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到还，袭雍王章邯。韩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止战好志，又复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至咸阳，引兵为雍王废丘，而遣诸将略。定陇西、北地、上郡。令将军薛欧、王熙出武关，因王领兵南阳，以迎太公、吕后于沛。楚闻之，发兵拒之阳下，不得前。令故吴令郑昌为韩王，拒汉兵。2年，汉王东掠的塞王兴、狄王义、河南王申阳皆降。韩王昌不听，使韩信击破之。于是至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的郡，关外至河南郡。更立韩太尉信尉。韩王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将者，封万户。善治河上塞。诸故情愿右元池，皆令人的田。之正月，鲁雍王弟张平大赦罪人。
汉王之出关至陕，府关外父老孩张耳来见，汉王后谕之。2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3月，汉王从临晋度，为王豹将兵从下河内，鲁阴王至河内郡，南渡平阴津，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3日，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视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肃。西发关内兵，收三河氏，南服江汉以下，原从诸侯王。及楚之杀义帝者，是时项王北击齐，田荣与战城阳，田荣败，走平原，平原民杀之。齐皆降楚。楚因焚烧其城郭，系掳其子女。齐人叛之。田荣弟恒立荣子广为齐王，齐王反楚城阳。项羽虽闻汉东，既以连齐兵，欲遂破之而击汉。汉王以故得解5诸侯兵，遂入彭城。项羽闻之，乃引兵去齐，从鲁出胡陵，至萧，与汉大战彭城陵壁东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乃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以为职。当世时，诸侯见楚强悍，败，还皆去汉复魏楚。塞王兴王入楚，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党。汉王乃西过梁的。至于使业者随和之九江王部所，曰：公能令部举兵叛楚，项羽必留击之。得留数月，吾取天下必矣。随和往说九江王部，不果被楚。楚使龙且往击之。汉王之败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事，家事一亡，不相得。败后乃独得孝惠。6月，立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溧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及溧阳卫尉。引水灌废丘，废丘将章邯自杀，更名废丘为怀里。于是令辞官4天地4方上帝山川，以14之。新关内促成塞。是时九江王部与龙且战，不胜，与随和兼行归汉。汉王稍收士卒，与诸将及关中卒。一出，是以兵大镇荥阳，破楚京，所歼。3年，魏王豹夜归氏轻疾，至极绝河津，反为楚。汉王使厉声说豹，豹不听。汉王遣将军韩信疾，大破之，虏豹。遂定魏的，至3郡，曰河东、太原、上党。汉王乃令张耳与韩信遂东下井行击赵，斩陈余，赵王歇。其明年，立张耳为赵王。汉王军营阳南，筑甬道蜀之河，以取敖仓。与项羽相拒，遂于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伐时，遂为汉王。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项王不听。汉王患之，乃用陈平之计，与陈平金4万斤，以兼输楚君臣。于是项羽乃以亚父。亚父是时劝项羽，遂下荥阳。及其见疑，乃怒，辞老，原赐骸骨归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汉军绝时，乃夜出女子东门2000余人，被甲，楚因四面击之。将军纪信乃成王甲，诈为汉王，狂楚，楚皆呼万岁，之城东关，以故汉王的羽数10骑出西门遁，令御史大夫周科、魏豹、聪攻守荥阳。诸将卒不能从者，尽在城中。周科、聪攻相谓曰：反国之王，难与守城。因杀魏豹。汉王之出荥阳入关，收兵欲复东。
元生说汉王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元君王出武关，项羽必引兵南走。王生避，令荥阳城高坚且的修，使韩信等集合北赵的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的修，复与之战，破楚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晚夜间，与秦部行收兵。项羽闻汉王在晚，果引兵南。汉王坚壁不与战。是时彭越渡睢水，与项申、薛公战。下邳，彭越大破楚军。项羽乃引兵东击彭越。汉王亦引兵北军陈高。项羽已破走彭越。闻汉王复军陈高，乃复引兵西，拔荥阳、诸州科、聪公，而虏韩王信，遂为陈高。汉王跳，独与滕公共车出陈高玉门，北渡河，持宿修武。自称使者，陈驰入张耳。韩信避而夺之军，乃使张耳北邑收兵赵地，使韩信东击齐。汉王的韩信军则复阵，引兵临河，南响军小修武南，欲复战。郎中郑中乃说指汉王，使高垒深堑，勿与战。汉王听其计，使卢绾、刘贾将卒2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的，与彭越复击破楚军。燕郭西，遂复下梁的10余城。淮阴以受命东，未渡平原。汉王使厉声往说齐王田广，广叛楚，与汉和，共击项羽。韩信用蒯通计，遂袭破齐。齐王烹厉声，东走高密。项羽闻韩信已举河北兵破齐、赵，且欲击楚，则使龙且、周兰往击之。韩信与战，齐将灌婴急，大破楚军，杀龙且、齐、王广、彭越。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的，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4年，项羽乃为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谨守城高，若汉挑战，胜勿与战，无令的。东而已。我15日必定梁的，复从将军。乃行及陈留、外黄、睢阳，下之。汉果数挑。楚军不出，使人辱之5、6日。大司马怒，渡兵泗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金玉货禄。大司马就，常使兴皆自井泗水上。项羽至睢阳，闻海春侯破，乃引兵还。汉军方为钟离昧于荥阳东，项羽至，尽走险阻。韩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权倾，不畏假王，恐不能安齐。汉王欲攻之。刘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卫守，乃遣张良、操应受立韩信为齐王。项羽闻龙且军破，则恐，使须台人武射往说韩信。韩信不听。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向。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项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述项羽曰：使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复曰：亡我于蜀汉，罪1。秦项羽绞杀亲子冠军而自尊，罪2。项羽以救赵，当还报，而擅结诸侯兵入关，罪3。怀王曰：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绝使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4。又强杀秦将王子婴，罪5。诈坑秦子弟辛安20万，亡其疆，罪6。项羽皆望诸将善的，而喜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罪7。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的，并望梁楚，多自语，罪8。项羽使人因视义帝江南，罪9。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以将，为政不平，主曰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10也。
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行于罪人，及杀项羽，何苦乃与公挑战？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胸，乃门卒曰：“鲁中无止。”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无令楚臣。甚于汉。汉王出行军，病甚，因驰入城高。病愈，西入关，至溧阳，存问父老。至久，萧固塞王心头溧阳氏。留4日，复如军。军广武，关中兵亦出。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的，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田横往从之。项羽数及彭越等，齐王信又进击楚。项羽恐，乃与汉王曰：“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归汉王父母妻子，军中皆呼万岁，乃归而别去。项羽解而东归。汉王欲引而西归，用留侯陈平计，乃进兵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建成侯彭越齐会而击楚军，至固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必深堑而守之。用张良计，于是韩信、彭越皆往。及留甲入楚的，为寿春。汉王败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马周婴举酒将兵而迎武王，行屠城父，随留甲、齐梁诸侯皆大会该。夏，立武王部为淮南王。5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该夏。淮阴侯将30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将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10万。淮阴先和，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该夏。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晋的楚的，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使其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8万，遂略定楚地。鲁为楚坚守不下。汉王引诸侯兵北，是鲁父老项羽头，鲁乃降。遂以鲁公号葬项羽古城。还至定陶，驰入齐王壁，夺其军。正月，诸侯及江乡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曰：“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群臣皆曰：“大王岂为戏？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折列的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汉王3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变，变国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泛水之阳。”皇帝曰：“义帝无后。”齐王韩信袭楚风俗，喜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为梁王，都定陶。故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喜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襄。藩军之将梅宣有功，从入武关，故得藩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赵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洛阳，诸侯皆臣属。故临江王欢为项羽叛汉，令卢绾、刘贾为之。不下。数月而降，杀之洛阳。5月，兵皆罢归家。诸侯子在关中者父之12岁，其归者父之6岁，10之1岁。高祖置酒洛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引阵，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启、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应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攻，得的而不与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高祖曰：公知其一，谓之其二。夫运筹策为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无不如子房。正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无不如萧何。连100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无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无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秦也。高祖欲长都洛阳，其人刘敬说，乃刘侯劝上入都关中。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6月，大赦天下。10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怪将兵攻代。其秋，利己反，高祖自将兵击之，利己走。利己者，项氏之将。项氏败，利己未成。公不随项羽，王将高祖。高祖侯之颍川。高祖至洛阳，举通侯及召之，而利己恐，故反。6年，高祖5日一召太公，如家人父子礼。太公假令说太公曰：天无2日，土无2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败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后高祖朝，太公拥会，迎门阙行。高祖大惊，下服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于是高祖乃尊太公为太上皇。兴善加令言，赐金500斤。12月，人有上便是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真欲击之，用臣凭计，乃谓由。云梦会诸侯于城，楚王信迎，即因执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贺因说高祖曰：陛下的韩信又至秦中。秦，行胜之国，待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几百万，秦的120焉。的亦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辟游居高屋之上，见临水也。夫其东有狼邪，即莫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涿河之险，北有渤海之利。地方2000里，持几百万，县隔千里之外，其的12焉。故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亡其矣。高祖曰：善赐。黄金500斤。后10余日，封韩信为淮阴侯，分其地为2国。高祖曰：将军刘贾数有功，以为荆王。王淮东。弟交为楚王，王淮西。子肥为齐王，王70余臣，民能其言者皆属齐。乃论功，与诸列侯剖服行封。喜韩王信太原。7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谋反太原。白土曼丘城，王黄立故赵将赵立为王。已反，高祖自往击之。会天寒，士卒堕止者12-13，遂至平城。匈奴为我平城7日而后罢去。令樊哙指定代地，立兄刘仲为代王。2月，高祖自平城过赵、洛阳，至长安。长乐攻城，城乡以下徙至长安。8年，高祖东击韩王信于反寇于东原。萧城乡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盛，怒。谓萧何曰：天下汹汹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至公事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公事。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家也。高祖乃说。高祖之东原，过伯仁、赵相冠高等谋士高祖，高祖心动，因不留。代王刘仲弃国王，自归洛阳，废以为河阳侯。9年，赵相冠高等事发爵，夷3族。
废赵王敖为宣平侯。是岁，徙贵族楚昭、曲、景、怀、齐田氏关中，未央功臣。高祖代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谕之，启为太上皇寿，曰：使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重利。今某之业所就属与众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未乐。10年10月，淮南王秦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金王刘贾、楚王刘交、齐王刘肥、长沙王吴瑞皆来朝长乐宫。春夏无事。7月，太上皇东立阳宫，楚王、梁王皆来送葬，设立阳裘，更命立一曰新封。8月，赵襄国陈豨反代帝。上曰：豨常为吾使，甚有信。代的无所及也，故封豨为列侯，以襄国守代。今乃与王皇等劫掠代的。代的立名非有罪也。其设代立名。9月，上自东往击之，至邯郸。上喜曰：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闻豨江皆故假人也。上曰：吾之所以与之，乃多以金啖西江，西江多将者。11年，高祖在邯郸诛豨等未毕，西江侯昶将万余人游行，王黄军趋逆，张春渡河，及聊城。汉使将军郭蒙与其将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马邑，马邑不下，即攻残之。西江赵立守东原，高祖攻之，不下。月余，卒骂高祖，高祖怒，臣将令出骂者斩之，不骂者援之。于是乃分赵山北，立子恒以为代王，都晋阳。春，淮阴侯韩信谋反关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谋反，废迁属，复欲反，遂夷三族。立子辉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秋7月，淮南王秦布反，东并金王刘贾的，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击之。立子常为淮南王。12年10月，高祖以疾步军会坠，不走，令别将追之。高祖还归，过沛、刘，置酒沛公，西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的120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即住，自谓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何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无魂魄游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镇汤沐邑，复其名，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味，笑乐。10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故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知义西县。高祖复留旨，张饮3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姓的父，封为父，为陛下哀怜之。高祖曰：封无所生长，即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谓沛父兄故请，乃并复封，比沛。于是拜沛侯刘濞为吴王。汉将别及步军讨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斩布鄱阳。樊怪别将兵定代，斩陈豨当臣。11月，高祖自步军至长安。12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为安黎王，齐明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与首种各10家，秦皇帝20家，魏公子无忌5家。涉代的立名为陈豨，赵立所劫掠者，皆涉之。陈豨将将延熙反时，燕王卢绾使人知豨所，与阴谋。
上使辟阳侯迎晚，晚称病。辟阳侯归，具言晚返有端矣。2月，使樊怪、周伯将兵及燕王晚，设燕立名与反者。立皇子建为燕王。高祖及不时，为刘使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谩骂之曰：吾以不医提3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50斤罢之。已而吕后问：陛下100岁后，萧襄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杠，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伯仲后少文，然安刘氏者必伯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尔所知也。卢绾与数千骑居塞下后嗣，幸上病愈，自入谢。4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4日不发丧。吕后与沈时齐谋曰：诸将与地位边户民，今北面未成，此常样样，今乃事少主，非尽足事，天下不安。人或闻之，与立将军。立将军往见沈时齐，曰：吾闻地已崩，4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臣如此，天下为矣。陈平、灌婴将10万守荥阳，樊怪、周伯将20万定燕。待此闻地崩，诸将皆诛，必联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王可翘足而待也。沈时齐入言之，乃以丁未发丧，大赦天下。卢绾闻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岂为戏，拨乱世反之政，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及孝惠5年，司高祖之碑乐佩，以佩公为高祖元庙。高祖所交割而120人，皆令为吹乐，后有缺，则补之。高帝8男，常戍其道惠王肥，赐孝惠、吕后子，赐戚夫人子赵颖王如意，赐代王恒，以立为孝文帝。薄太后子，赐梁王辉，吕太后时喜为赵共王，赐淮阳王友，吕太后时喜为赵幽王，赐淮南厉王长，赐燕王建。太史公曰：夏之正中，中之弊，小人以也，故因人臣之以敬；敬之弊，小人以贵，故周人臣之以文；文之弊，小人以塞，故就塞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回圈，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弊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谋乎？故汉兴，臣弊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朝以10月，车服黄屋左道，葬长陵。所引数赞，高祖初起，始自途中。言从四上，及豪沛公，效命豪杰，奋发才雄。同云欲荡，肃陵告封。龙变星聚，蛇分尽空。项氏主命，复曰气功。亡我巴蜀10分余。中。3秦冀北，5兵遂东。泛水即位，咸阳助攻。威加四海，还歌大风。史记孝文本纪。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11年春，以破陈西军，定代的，立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世子。即位17年，高后8年7月，高后崩。9月，诸吕产等欲为乱，以为刘氏，大臣共诛之，谋诏立代王，是在吕后与中。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
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亦非止此也。特为高帝、吕太后威耳。今以诛诸吕，新迭写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元大王称疾无往，以观其变。中谓宋昌进曰：群臣之意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矣。万数，然促见天子之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亦矣。高帝封王子弟，的犬牙相治，此所谓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言，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亦乎是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促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未变，百姓弗未始，其党宁能专一邪？方今内有朱须、东牧之亲，外魏吴、楚、淮南、狼邪？其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待王报太后继之，犹豫未定。偶之归，卦兆的大恒。战曰：大恒庚庚，于魏天王。下启以光代王曰：寡人故以魏王矣，又何？王某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见将侯，将侯等惧，谓昭言所以迎立王矣。薄昭还报曰：信矣，无可疑者。代王乃校尉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参陈、张武等6人乘船诣长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持之长安关。便昌至渭桥，城乡以下皆迎。宋昌还报，代王持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太尉伯敬曰：原请监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喜服。代王谢曰：至代底而义之，遂驰入代底。群臣从至，臣相承。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颖、朱须侯刘璋、东牧侯刘兴居、典客刘阶皆在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弟子，不当奉宗庙。臣谨请因安侯列侯请王后，与郎邪王、宗室、大臣、列侯立2010议曰：大王高帝长子，宜为高帝嗣元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宁，不足以称宗庙。原请楚王。既疑者，寡人不敢当。群臣皆服故请。代王西相让者3，南相让者在。丞相平等皆曰：臣服继之。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祭，不敢乎？元大王信听臣等。臣谨奉天子喜服在拜上。代王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以寡人，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群臣以礼赐谥。乃使太仆因与东牧侯兴居清宫，奉天子法驾，迎于代底。皇帝即日，系入未央宫，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还坐前殿。于是夜下诏书曰：奸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为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是大臣诛之，皆服其孤。正初即位，其赦天下，赐名爵1级，女子百户牛酒，仆5日。孝文皇帝元年10月庚戌，喜立故郎邪王则为燕王。辛亥，皇帝即坐夜高庙。
右丞相平喜为左丞相，太尉博为右丞相，大将军冠英为太尉。诸吕所夺其除故的，皆付与之。人子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吕产自治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善剿遣冠将军因将兵及其，欲代刘氏，因刘盈阳伏击，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谓不善，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吕产等军。诸虚侯刘璋首先捕吕产等。太尉申律相平。侯通持节陈赵入北军。典客刘阶申夺赵王吕禄印。亦封太尉伯万户，赐金5000斤。丞相陈平、冠将军亦各3000户，金2000斤。诸虚侯刘璋、襄平侯通、东穆侯刘兴居亦各2000户，金1000斤。封典客皆为阳信侯，赐金1000斤。12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律善人也。今犯法以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作之，即未收躺，正甚不取。其义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作收，所以累其心，使众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变。上曰：正。闻法正则民确，罪当则民从。且夫慕民而导之善者，利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未报者也。何以禁之？正未见其变，其孰计之？有司皆曰：陛下嘉大会，德甚甚，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躺诸相作律令。正月，有司言曰：早见太子，所以尊宗庙，请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得。上帝神明未心想，天下人民未有贤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缠天下焉，而曰欲见太子，是众无不得也。为天下和，其安之？有司曰：欲见太子，所以众宗庙社，即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既父也，春秋高，越天下之义理多矣，民于国家之大体。吴王于政，兄也，惠人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培政，其谓不欲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培政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正位望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正甚不取也。有司皆故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古之有天下者莫长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亲律士大夫，使平天下，见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及列侯使受国者，皆亦为其国祖。子孙祭祀，世世福爵，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辅海内。今是一见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亦不疑。子某最长，醇厚慈人，请见以为太子。上乃许之。因赐天下民当代父后者爵各一级，封将军薄昭为止侯。3月，有司请立皇后。薄太后曰：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后，皇后姓窦氏。上为立后故，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80以上孤儿9岁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数。上从。代来，初即位，师德惠天下，田府诸侯四夷皆洽欢，乃寻从代来功臣。上曰：方大臣知诸吕嬴政、郑胡夷，皆执政，为中尉宋昌劝政，正以得保奉宗庙，以尊昌为卫将军，其封昌为壮武侯。
诸从政6人，官皆至9卿。上曰：列侯从高地入蜀，汉中者68人，皆一封各300户，故立2000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10人食邑600户，淮阳守申屠家等10人500户，魏定等10人400户。封淮南王舅父赵坚为周阳侯，齐王舅父四军为清郭侯。秋，封故长山丞相蔡坚为樊侯。人或说右丞相曰：君本诸吕，迎代王，今又经其功，受上赏，处尊位，或且疾。升右丞相伯乃谢并免罢，左丞相平专为丞相。2年10月，丞相平卒，复以将侯伯为丞相。上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1000余，各守其地，以食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心，靡有夷德。今列侯多居长安，亦远，力促给书，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其领列侯之国，为立即诏所指者，遣太子。11月会，日有食之。12月望，日又食。上曰：朕闻之，天生真明，谓之治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得，不正不君，则天视之以资，以戒不治。乃11月会，日有食之。事见于天，资孰大焉？朕或保宗庙，以为邈之身托于赵明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为2、3执政犹无古功也。朕下不能礼遇群生，上以类3光之民，其不得大矣。令治。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以告朕。即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应各斥其任职，勿审骤废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得，故坚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习。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斥兵后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夷才卒，余皆以给传至。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及田，朕亲律耕，以给宗庙滋盛。3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上曰：赵幽王忧死，朕甚怜之，以立其长子遂位赵王。遂帝辟强及其道惠王子朱虚侯张、东穆侯辛居有功，可望。乃立赵幽王少子辟强为河间王，以其据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立东穆侯为冀北王，皇子武为代王，子参为太原王，子伊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尽善之经，诽谤之目，所以通治道而来见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助祖上以相约节，而后相慢，立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立又以为诽谤。此系民之愚。吾之敌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之。9月，初与郡国守相卫同胡服，主使服。3年10月丁酉会，日有食之。11月，上曰：前日遣列侯之国，或辞魏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正律列侯之国。将侯伯免丞相救国，以太尉尹殷侯因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4月，城阳王张薨。淮南王常与从者为晋杀辟阳侯沈时齐。5月，匈奴入北的，居河南魏寇。帝出信甘泉。6月，帝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地，吾使害边境，所以疏夷匈奴甚厚。今又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将的，非常故往来。晋塞捕杀力促，驱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凌厉边吏，入道，甚敖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其85000邑高奴，遣丞相尹殷侯灌婴及匈奴。匈奴去，发中尉才官属魏将。
君长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礼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3岁。留游太原10余日。冀北王兴居文帝之代，欲往极胡，乃反，发兵欲袭荥阳。于是赵霸陈襄兵，遣吉仆。侯成武为大将军，将10万往击之。其侯贺为将军，军荥阳。7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长安。乃诏有司曰：冀北王备得反上，挂物利民，为大逆。冀北利民兵未至，先自定，即矣。军地义将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亦赦之。8月，破冀北军，虏其王。赦冀北诸利民与王反者。6年，有司言淮南王常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出入拟于天子，擅违法。令与吉仆侯太子齐谋反，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骑兵，欲以为宗庙社稷。群臣议，皆曰：常当弃世，帝不忍治法于王，赦其罪，废勿忘。群臣请处王属言道、琼都，帝许之。常未到处所，行病死，上怜之。后16年，追尊淮南王常侍为厉王，立其子3人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13年夏，上曰：盖闻天道或自愿起而符纣得兴，百官之非，宜由正宫。今密注之官宜过于下，以彰无之不得，正甚不取，其除之。5月，其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欲逮徙系长安。太仓公无男，有女5人。太仓公将行贿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疾非有义也。其少女提银自伤气，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未立，其中皆称其廉平，今作法当行。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行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有也。妾原没入为官闭，孰复行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于世之时，画衣冠一张符以为禄，而民不犯，何则？治也。今法有肉刑3，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正德薄而骄，不明于无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于民献焉。诗曰：凯替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为师而行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有也。正甚怜之。夫行志断肢体，克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处痛而不得也？岂称为民父母之义哉？其除肉刑。上曰：农，天下之本，物莫大焉。今秦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已矣。其余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14年冬，匈奴谋入边魏寇，攻朝塞，杀北地都尉养。上乃遣3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魏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卫北，车千乘，骑卒10万。帝亲自劳军，勒兵升教令，赐军力卒。帝欲自将及匈奴，群臣见，皆不听。皇太后故要帝乃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陈侯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或直牺牲规避，以示上帝宗庙。14年于今，历日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祀擅长规避，袭先王远师不求其报，望祀不齐其福。又贤左妻，先民后己，治民之极也。今无闻辞官助离，皆归服正宫，不为百姓，朕甚愧之。
夫以政不得，而公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众无不得。其领辞官至尽，无有所其。是时北平侯张苍为丞相，方明律例。鲁仁公孙承上书陈中史传武德事，言方经土德。时土德因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与丞相议，丞相推以为金水德使。明正10月上黑事，以为其言非事，请罢之。15年，黄龙见陈迹，天子乃复召鲁公孙承，以为博士，声明土德事。于是上乃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陈迹，无害于民，遂已有年。正卿交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无会议劳政。有司礼官皆曰：古者天子下公卿礼祀上帝于交，故曰交于是天子使。信雍交见武帝，以孟夏4月搭礼焉。赵人辛元平以望弃谏，因说上设立未阳武庙。欲出周鼎，当有御阴见。16年，上卿交建未阳武帝庙，亦以下搭礼而上敕。17年，的御碑，刻曰人主延寿。于是天子始更为元年，令天下大仆。其岁，辛元平事爵，夷3族。后2年，上曰：政纪不明，不能远得，是以使方外之国祸不宁息。夫四荒之外部，安其身；风机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政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奸者累年，匈奴并报边境，多杀利民，边城兵力又不能御无内治，以众无不得也。夫9节难联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正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达替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义于道，以欲正义于丹羽。今丹羽反古之道，既社稷之安，变万民之利，亲与政俱气细过，协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源源之民。和亲矣。定始于今年。后6年冬，匈奴3万人入上郡，3万人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军非胡。故楚襄苏亦为将军，军俱驻。将军张武屯北的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驻资侯军棘门，以备胡。数月，胡人去，亦罢。天下汉皇帝嘉惠，令诸侯无入贡，持山泽，减诸服御狗马，损狼力园，发仓宇，以正平民，民得麦绝。孝文帝从代来，即位23年，公事愿诱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则持以利民。常欲作露台，召将祭之，值100斤。上曰：100斤中民10家之产，无奉先帝公事，常恐修之，何以台位？上常依题一，所幸圣夫人，令一不得业的，为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至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席为事，不置坟，欲为省，无凡民。南越王魏佗自立为武帝，然上诏贵魏佗兄弟，以德报之。佗遂去地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被约入道，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己杖。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张武等受禄以金钱爵，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馈其心，服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后7年6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弥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贤家生而饿死，后葬以破业，众服以伤身，无甚不取。
且政绩不得，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众服90，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众无不得也。为天下和正，或保宗庙，以渺渺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20有余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政绩不敏，常未过行，以修先帝之遗德，为年之久长，据于不忠。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政之不明与加之，其奚哀悲之有？其领天下利民，令道初临3日，皆是服。无尽娶妇嫁女辞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灵者，皆无间谍。待无过3寸，无步车及兵器，无发明男女哭灵宫殿。宫殿中当灵者，皆以旦夕各15举。申礼必罢，非旦夕灵时，竟无的善哭。以下服大红15日，小红14日，欠7日。是服陀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从事，布告天下，使民之正义。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亚夫卫车骑将军，蜀国汉卫江屯将军，郎中令。武卫副土将军，发进献建卒16000人，发内史卒15000人，葬郭川副土属将军伍。以4群臣皆顿首上尊号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庙。丁未，袭号曰皇帝。孝景皇帝元年10月，至诏御史，盖文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治理乐各有由。文歌者，所以发德也；武者，所以明功也。高庙奏，奏武德，文史五行之武。孝会庙奏，奏文史五行之武。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官粮，布役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检视狱，不受限，不思其利也。罪人不躺，不诛无罪。除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事。政绩不敏，不能事。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后谋天地，立则失四海，靡不获福焉。民相乎日月，而妙乐不称。正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武，以民修德。然后祖宗之功德者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正甚加之。其与丞相、列侯、中2000石，礼官具为礼仪奏。丞相陈家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武，以明孝文皇帝之圣德，皆陈家等于所不及。陈景义是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胜于孝文皇帝。高皇庙一位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一位帝者，太宗之庙。天子一世是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一个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是辞天子，遂献祖宗之庙，请者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太史公曰：孔子言必释然后人。善人之治国100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臣哉是言。汉兴至孝文40有余载，德治甚也。领相改政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所引数赞，孝文在代，诏谕大衡。宋昌建策，将侯奉迎，南面而让，天下归臣。务农先急，不得掩兵。除躺萧棒，正简刑轻。提一律俗，露台罢营。法宽张武，欲续提营。霸陵如故，千年颂声。史记孝景本纪。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窦太后。
孝文在代时，前后有三男及窦太后的姓，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的立。元年4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赐名爵一级。5月，除田半租，为孝文立太宗庙，令群臣无朝贺。匈奴入代，与约和亲。2年春，封故乡国萧和孙系为武陵侯，男子20而得妇。4月壬午，孝文太后崩。广川、长沙王皆之国，丞相申屠加卒。8月，以御史大夫开封陶钦为丞相。彗星出东北。秋，衡山雨雹，大者5寸，深者2尺。荧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间，岁星逆行天。庭中，至南陵及内史，对羽未现。3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长星出西方。天火凡洛阳东宫大殿陈氏。吴王毕，楚王兀，赵王遂，胶西王养，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取反，发兵西乡。天子谓诸朝，错遣元盎预告，不止，遂西为梁。上乃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将兵诛之。6月乙亥，赦王君及楚元王子等与谋反者，封大将军窦婴为魏齐侯，立楚元王子平陆侯李卫。楚王立皇子端为胶西王，子胜为中山王。喜继北王至为淄川王，淮阳王于为鲁王，汝南王妃为江都望，齐王江卢、燕王家皆薨。4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彻为胶东王。6月甲戌，赦天下。后9月，更以阳为阳陵，复置京官，用船出入。冬，以赵国为邯郸郡。5年3月，作阳陵，为桥。5月，募徙阳陵，与钱20万。江都大暴风从西方来，坏城12丈。丁卯，封长公主子乔为龙绿侯，徙广川王为赵王。6年春，封中尉宛为建陵侯，江都丞相嘉为建平侯，陇西太守浑协为平曲侯，赵丞相嘉为江陵侯，故将军部为舒侯。梁楚2王皆薨。后9月，伐池道戍，直兰池。7年冬，废立太子为临江王。10月会，日有食之。春，免徒立作阳陵者，丞相轻免。2月乙巳，以太尉调侯周亚夫为丞相。4月乙巳，立胶东王太后为皇后。丁巳，立胶东王为太子。明彻。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科孙平为神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左车为安阳侯。4月乙巳，赦天下，赐爵一级。除禁锢的洞。衡山、元都雨雹，大者尺8寸。中2年2月，匈奴入燕，遂不和亲。3月，赵陵江王来，即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越为广川王，子继为胶东王，封4侯。9月甲戌，日食。中3年冬，罢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2人率其徒来将，皆封为列侯。立皇子方，成为清河王。3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亚夫以御史大夫陶侯刘舍为丞相。4月的动。9月戊戌会，日食。军东都门外。中4年3月，至德阳宫。大黄。秋，赦徒作阳陵者。中5年夏，立皇子顺为长山王，封10侯。6月丁巳，赦天下，赐爵一级。天下大辽，更命诸侯丞相曰相。秋的动。中6年2月己卯，行幸雍，交建武帝。3月，雨雹。4月，梁孝王、陈阳共王，汝南王皆薨。
立梁孝王子名为济川王，子彭蠡为济东王，子定为山阳王，子不是为济阴王。梁分为5，封4侯。更命廷尉为大理，将作少府尉将作大将，主角中尉为都尉，常信。詹事为常信少府，将行为大长秋，大行为行人，奉常为太常，典客为大行，治粟内史为大农。以大内为2000石，至左右内官，属大内。7月辛亥日食。8月，匈奴入上郡。后元年冬，更命众大夫令尉尉尉。3月丁酉，赦天下，赐爵1级，中2000石，诸侯。相爵又数长。4月，大仆。5月丙戌，得动，其早时复动。上庸的动22日，坏臣。元7月乙巳，日食。丞相刘舍免。8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绾为丞相，封建陵侯。后2年正月的1日3动，至将军及匈奴。仆5日，令内史郡不得使马谡，没入县。官令徒吏17部，指马充。未岁不登，尽天下时不造岁。省列侯遣之国。3月，匈奴入雁门。10月，租长陵田。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役。后3年10月，日月皆赤5日。12月会，日如子。5星逆行守太为。月冠天庭。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遗诏赐诸侯王以下至名位父后爵1级。天下户百钱。出宫人归其家，复无所欲。太子即位，是为孝武皇帝。3月，封皇太后帝。焚为武安侯，帝圣为周阳侯。至阳陵。太史公曰：汉兴，孝文师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朝错克削诸侯。遂使7国俱起，何从而西乡，以诸侯太甚，而错为之不以见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促以安。安为之基，岂不以谋哉？所引数赞，景帝即位，应修静默，免人于农，律下以德。制度私创，礼法可责。一朝无处，诈起凶特。提举诚信，巨轮治祸。晁错虽诛，良臣未克。调侯出疆，追奔逐北。作谏萧秦，力减牧贼。如何太尉，后促下狱。袭灾民军，司功不禄。史记孝武本纪。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4年，以皇子为胶东王。孝景7年，立太子废为临江王，以胶东王为太子。孝景16年崩，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孝武皇帝初即位，游进鬼神之祀。元年，汉兴已60余岁矣，天下易安，见生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相如述、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寓意鼓励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寻受封禅，改立服色侍卫就。会窦太后至黄老言，不好如数，使人为的赵绾等兼立事，赵案绾、臧自杀，诸所兴位者皆废。后6年，窦太后崩。其明年，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明年，上出至雍，交见武志。后长3岁一交。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陵中犯事官。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见神于先后婉若。婉若辞之其事，名多枉辞。平原君枉辞，其后子孙以尊显。及武帝即位，则后礼至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是时而李少君亦以辞造，
古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身则侯入以主方。逆其年及所生长，常自谓70，能食物，却老。其有以方便诸侯，无其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于金钱帛衣食。人皆以为不治产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越信，真视之。少君资好方，善为巧发其中。常从武安侯尹，座中有年90余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舍处，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行，视其处，一坐进京。少君见上，有故同气，问少君。少君曰：此弃其桓公10年成于伯请邑而按其客，果其桓公弃。义公敬害，以少君为神，数百岁人也。少君言于上曰：辞造则治物，治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风蝉，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常游海上，见安其身。时晨早，待如瓜。安其身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使亲辞造。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其身之属，而是化丹砂珠药其为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而使黄垂使宽叔受其方，求蓬莱安其身莫能得，而海上验其怪淤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伯仁薄又既奏辞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左曰武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纪。太一东南郊，用太牢具7日，为弹开8通之轨道。于是天子令太助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祭方。其后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3年一用太牢具祠神3一，天一的一太仪。天子许之，令太助领祠之祭太一坛上，如其方。后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皇帝用一萧破镜，名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母马，太仪高山山。君帝常用牛，武夷君用前鱼，阴阳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于祭太一坛旁。其后天子愿有白鹿，以其皮为璧，以发瑞缨，造白金焉。其明年，交雍或一角兽，若袍然。有司曰：陛下素之交祀，上帝报享，袭一角兽，盖凌云。于是以建武制，置加一牛以辽。赐诸侯白金，以封福音和于天地。于是冀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献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地于真定，以续先王嗣，而以常山为郡。然后5月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其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望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术盖业致亡。夫人即造鬼之貌云，天子自为中望将焉。于是乃拜少翁为文臣将军，赏赐甚多，以克礼。礼之。文臣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公事被服不向神，神物不至，乃作化云汽车，即各以圣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式，化天地太一诸神，而置祭具以治天神。居岁余，其方亦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犯牛，降服之也。言此牛腹中有其杀而视之的书，书言奇怪，天子疑之。有视其手书，问之人，果书。于是诸文臣将军而引之。其后则又作伯良、同著、陈漏仙人长之属矣。文臣死明年，天子并鼎胡胜，巫医无所不至，不悦。
有水发根，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诏至辞之甘泉。疾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病少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病愈，遂信甘泉，病良矣。大赦天下，至寿恭神君。神君最贵者，其左曰大敬，司命之属，皆从之。非可得见，闻其音，与人言等。时去时来，来则讽肃然也。居士为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服，然后入。因屋为主人，观饮食。所欲者言行下。又至寿宫、北宫，张与其设工具，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其所欲，世俗之所知也，无绝书者，而天子独喜。其事密，是莫之也。其后3年，有司言元以天瑞命，不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2元以长星曰元光，3元以交的一角兽曰元寿云。其明年冬，天子交雍，亦曰：今上帝正清交，而后土无嗣，则礼不达也有司。与太史公、辞官宽疏等议，天地伸脚简历。今陛下亲祀后土，后土宜于泽中环丘为伍。谭义皇独太劳具，以辞进义，而从辞衣上皇。于是天子遂东，使立后土辞坟因谁？上如宽疏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礼毕，天子遂至荥阳而还。过洛阳，下诏曰：三代渺绝，远以难存。其以30里的丰州后魏周子南君，以奉先王嗣焉。是岁，天子使巡郡县，亲巡于泰山矣。其春，乐成侯尚书言栾大。栾大，胶东宫人，故常与文臣将军同师，以而为胶东王。上方。而乐成侯解魏康王后，无子。康王死，他姬子立为王。而康后有淫行，与王不相。中，相为以法。康后闻文臣已死，而欲自媚于上，乃遣栾大因乐成侯求见严方。天子忌诸文臣，后悔恨其早死，袭其方不敬，即见栾大，大悦。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感。谓大言，处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琪、县门之属，故以为臣见，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与方。臣数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臣，而何绝可塞？不死之药可得，先人可治也。臣恐笑文臣，则方士皆掩口，恶敢言。方哉！上曰：文臣使马干死耳。子臣能修其方，我何爱乎？大曰：臣师非有求仁，仁者求之。陛下必欲治之，则贵其使者，另有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配其信应，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上肯协不协，至尊其使，然后可治也。于是上使先验。小方、窦齐，其自相触及。是时上方忧何绝，而黄巾不就，乃拜大为武力将军。居越余的4金印，配天士将军、地土将军、大通将军、天道将军印。至诏御史，习与书9将，爵4读。兼者何意？高禄，低胄不习。朕临天下20有8年，天若一正事而大通焉。前称飞龙、鸿渐。于盘亦数几语焉。其以2000户封的是将军大卫乐通侯，赐列侯甲第，同千人。臣于赤车马为仗器物以充其家。又以为长公主妻之，积金万金，更名其意曰当立公主。天
子亲如武力之地。使者存问所给，连属于道。自大主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献遗之。于是天子又刻谕应曰：天道将军，使士1与1，夜立白毛上，武力将军亦1与1，立白毛上受印，以示服臣也。而配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于是武力长夜辞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及矣，然颇能使之。其后至庄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配6印，贵震天下，而海上宴其之间，莫不亿万而自言有进方，能神仙矣。其下6月中，焚阴屋井为名祠为水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剖式的鼎。鼎大1余重。鼎纹镂无款式，怪之严厉。立告河东太守慎以闻。天子使时验问屋井的鼎无间。诈，乃以礼辞，引鼎至甘泉，从行，上见之。至中山，验温，有黄云盖焉。有刨过，上。自设之，因以祭云。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天子曰：奸者何意？遂属不登。故寻祭后土，其为百姓欲古。今年丰武未有报，鼎何未出哉？有司皆曰：闻习大。帝心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中也。皇帝作宝鼎3，向天地人也。欲收9牧之。今铸9鼎，皆常商烹上帝鬼神。遭甚则兴，迁于下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服，而不见。宋云自唐卒鸡，自杨卒牛，奈鼎集资，不虞不傲，胡考之修。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晨修无疆。合资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受未服，陆公臣使，即获坛下。报辞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何得焉？鼎一见于祖弥，葬于帝庭，以和民殷。至曰：可。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待不见其器。上乃遣望器左侯其器云：其丘，上姓雍，且骄。或曰武帝、太乙之左也。宜立太乙而上亲交之。上一位。鼎。其人公孙卿曰：今年的宝鼎，其东兴寺硕旦东至，与皇帝时等亲友札书曰：皇帝的宝鼎晚，问于鬼于屈。屈对曰：帝的宝鼎神家，是岁己有硕旦东至的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皇帝迎日推加，后律20岁的硕旦东至，凡20推380年。皇帝先登于天。卿因所中欲奏之，所中视其书不精，疑其妄书，谢曰：宝鼎是矣，决矣，上何以为？卿因鄙人奏之。上大说，诏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其人也。与安其身通，受皇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皇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72王，为皇帝的上泰山封。申公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先登天矣。皇帝10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7000。天下名山8，而3在蛮夷，5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来，此5山皇帝之所常游，与神会。皇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断斩非鬼神者。100余岁，然后的与神通。皇帝交雍上帝，宿3月。癸余，屈号大弘，死葬雍，故弘种氏也。其后于皇帝皆万灵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谓寒门。
者，故口也。皇帝采守山童，筑鼎金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巡下迎皇帝。皇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70余人，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西驰龙巡，龙巡拔，堕皇帝之宫。百姓仰望皇帝既上天，乃报其功与龙胡巡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胡，其功曰乌号。于是天子曰：嗟乎！吾臣得如皇帝，吾事去妻子如托耳。乃拜清卫郎、东史。后神于太师。上遂交雍，至陇西，西登崆峒，信甘泉。令辞官宽叔等据太医祠坛，坛放宝济太医。坛3该。武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皇帝西南，除8通轨道。太医所用，如庸医。治物，而家里早府之属，杀一牦牛以为祖斗劳具。而武帝独有祖斗礼敬。其下四方的为坠10群神从者及北斗云，以此作于皆疗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志在鹿中，水而祭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至特。太医注载则一子及秀。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11月辛以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交拜太医。朝朝日，系月，则一而见太医。如雍礼。其赞享曰：天使以宝鼎神加授皇帝，硕而又硕，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而衣上黄。其辞烈火满坛，坛旁烹吹炬。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交。见太医云阳，有司奉宣玉加身见享。是夜有美光，即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辞官。宽叔等曰：神灵之修，又服赵祥，宜因此的光欲立太至坛以明因。令太助领，即腊间。辞。3岁天子亦交见。其秋，为伐南越，告导太医，以母金画翻日月北斗灯笼，以向天一3星，为太医封，名曰灵旗。为兵倒，则太史奉以止所伐国。而武力将军使不敢入海，知泰山祠。上使人为随燕，实无所见。武力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酬。上乃诛武力。其东，公孙卿后神河南，见先人击勾氏城上，有物若至，往来城上。天子亲信勾氏。陈氏姬问卿的无效文臣，武力乎？卿曰：先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宽甲，神不来。言神事，事如淤旦，积以岁乃可治。于是郡国各除道，善治公关。名山神祠所，以望信矣。其年，既灭南越，上有必成李延年以好殷建。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上有鼓舞之乐，今交祠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乐，而神只可得而。李或曰：太帝使素女鼓50弦瑟，悲帝竟不止，故破其色为25弦于是。塞南越，导辞太医后土，使用乐舞，亦照歌儿，作25弦及箜篌瑟自此起。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镇兵则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10余万。还记皇帝种乔山，则兵虚如。上曰：吾闻皇帝不死，今有种，何也？或对曰：皇帝已先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及至甘泉，谓且用事泰山，先类辞太医。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亦封禅。封禅用锡矿绝，莫知其以礼，而群儒采封禅上书。州官王志之望祀射牛氏。其人丁公年90余，曰：封者，何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
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风矣。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风蝉。乙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皇帝以上风蝉，皆至怪物与神通，欲放皇帝以常接神仙人蓬莱氏、高士彼得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闻之。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氏又迁居于诗书古文而不敢称。上谓封辞弃是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衍又曰太常诸身行礼不如鲁善，周罢属徒封事，于是上处衍罢，尽罢诸儒服用。3月，遂东幸勾氏，李登中岳太师。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于是以300户封太师奉祠，命曰崇高邑。东上泰山，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10立之泰山巅。上遂东巡海上，行礼辞8神。其人之上书言神怪其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一发传，令沿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后名山，至东来，沿夜见一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机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妇牵狗，言无欲。见巨公，已乎不见。上既见大鸡，未信，及群臣有言老妇，则大以为仙人也。溯流海。上与方士传车及监使求仙人以千数。4月，还至凤高。上念诸儒及方士言风禅人人书，不精，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辞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变健身，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交辞太一之礼。封广丈2尺，高9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密。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风。其事皆尽。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指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毛3己为神级。五色土一杂风。纵远方其兽飞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辞。4牦牛犀象之属服用。皆至泰山，然后去。风禅辞，其叶若有光。昼有白云起风中。天子从风禅骸，坐明堂，群臣更上寿。于是至诏御史，正以渺渺之身臣至尊，今焉具服任，唯得菲薄，不明于礼乐。修祀太一，若有象景光，路如有望，一一正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后禅肃然。自兴，加与士大夫更始，赐名百户牛一90石，加年80孤寡布帛2匹。傅伯、凤高、蛇丘、历城无出今年租税。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过无有复作。是在2年前，皆勿听制。又下诏曰：古者，天子5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领诸侯各置抵泰山下。天子既以封禅泰山，无风雨资，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山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数己。欲之，乃复东至海上望，既遇蓬莱焉。奉车子侯暴病，1日死。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寻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5月，反至甘泉。有司言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位。元丰元年，其秋，有星伏于东井。后10余日，有星伏于三能。望气王朔言，后独见其星出如户，时请复入焉。有司言曰：陛下见汉家封禅，天齐报得星云会。
其来年冬，交雍武帝还拜祝祠太医，赞享曰：“德兴昭衍，爵为修祥，寿兴人。初，渊耀光明，信心昭见，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来山，若云见天子。天子于是信勾侍臣，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来，宿留之数日，无所见，见大人机。复遣方士求神怪彩之药以千数。是岁，旱。于是天子既出无名，乃导万里沙，过辞泰山，还至户子，自临塞绝河，留2日，审辞而去。使二卿将促塞绝河，河洗2渠，复与之故积焉。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咏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辞皆见鬼，数有效。袭东欧王景，鬼寿至160岁。后世慢代，故衰茂。乃令乐屋立乐祝祠，安台无坛，一祠天神上。地百鬼，而以积钵。上信之，乐祠积钵使用焉。公孙卿曰：“先人可见，而上往常惧，已故不见。今陛下可为官，如勾侍臣、治府。早神人已可治，且先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非廉贵官，甘泉则作一延寿官。使清持节设具而后神人，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于是甘泉更置前殿，使广诸宫室。下有之深殿房内中。天子谓赛和，兴通天台，若有光云，乃下诏曰：“甘泉房身之9经，摄天下，无有复作。”其明年，伐朝鲜。夏旱。公孙卿曰：“皇帝时封则天旱，干封3年上，乃下诏曰：天旱，亦干封乎？其领天下，尊慈临心焉。”其明年，上交雍，通回中道，寻之。春，至明泽，从西河归。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前之天柱山，号曰南岳。伏江，自浔阳出，葱阳，过彭蠡，四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4月中，至凤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至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至明堂凤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欲带上皇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毛盖，通水。桓公元魏，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辞上帝焉。于是上令凤高作明堂问上，如带图。及5年修封，则辞太乙武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辞坐。对之。辞后土于下房，以20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交礼。礼毕，辽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密辞其巅。而泰山下辞武帝，各如其方，皇帝并赤帝，而有司事辞焉。泰山上举火，下息因之。其后2岁，11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天子亲至泰山，以11月甲子朔旦冬至日辞上帝明堂，每修封禅。其赞享曰：“天增寿皇帝太元神家，周而复始。皇帝敬拜太医。冬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厌，然亦浅，既遇之。11月已有伯良哉。12月甲午朔，上清禅高礼，辞后土。临渤海，将以望祠棚。来之属，既至书庭焉。上还以伯良哉故，朝受祭甘泉。公孙卿曰：皇帝就亲临台，12日烧，皇帝乃至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兜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
作诸侯邸。咏之乃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壁以大，用甚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20余丈；其西则堂中，数十里虎圈。其北至大池，建台高20余丈，名曰太一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胡梁，向海中神山，归于之属。其南有玉堂、闭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50余丈，辇道香属焉。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5字。因为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黄大起。丁夫人、洛阳于初等以方辞祖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言雍武至无劳熟具，分方不备，乃命辞官进至独劳具，五色时所剩，而以木于马代居焉。独武帝用居，行清郊用居，及诸名山川用居者，悉以木于马代行过，乃用居。他礼如故。其明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皇帝时为5乘12楼矣。后神人于执其，命曰寅年。上许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亲礼辞上帝，依上皇焉。公欲代曰：皇帝时虽封泰山，然封后封具，其伯令皇帝封东泰山、禅凡山何服？然后不死焉。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东泰山卑小，不称其身，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禅焉。其后令代奉祠后神物。夏，遂还泰山，修5年之礼如前，而加禅祠10驴。10驴者，在泰山下指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驴也，故上清禅焉。其后5年，复至泰山修峰，还过继长山。今天子所兴祠，太夷后土，3年清交祠，建汉加封禅，5年亦修峰，薄继太一级。3-1名扬、马行、赤心、5宽恕之祠官以岁时治理。凡6祠，皆太柱领之。至如8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祀，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中则已。祠官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禅，其后12岁而还，便于5月4独矣。而方士之后辞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后神者，有以大人机未解，无其效。天子亦待验方士之怪于语义，然终机迷弗绝，既欲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辞神者弥众，然其效可度矣。太史公曰：余从寻祭天地诸神明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视辞神语，就官方士辞官之言。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至若祖斗规避之祥，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所引述赞、孝武纂辑，四海陈平。至上奢利，犹敬神明。坛开8道，皆通5城。朝清武力，系拜文臣。既非4典，寻乖宝真。登松乐代，望景传声。寅年4日，改立定。正皮帽中土，是比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府官嬴政，己欲其衡。表。史记3代世表。太史公曰：武帝3代之计，上矣。自因以前诸侯不可得而普周以来，乃颇可者。孔子因使文次春秋，纪元年，正10日月，盖其详哉。至于续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夷则传夷，盖其甚也。余读牒记，
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积其立谱牒中使五德之传，古文贤不同，乖异。夫子之符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牒、尚书及世纪黄帝以来契共和为世表。表略。张夫子问楚先生曰：“师言契，后继皆无父而生。今按诸传记贤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师谬丘。”楚先生曰：“不然。师言契生于卵，后继人机者，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虚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无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尧之气，既皆贤人，天之所生，故封之气70里，后10于世至汤，王天下。尧之后继子孙之后王也，故亦封之100里，其后世且千岁，至文王而有天下。师传曰：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姐妹遇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的，故含之，勿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贤，尧立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资亦大也。时人美儿。宋之曰阴射茫茫，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者直，阴号也。文王之先为后继，后继亦无父而生。后继母为姜原，初见大人姬而屡见之，之于身，则生后继。姜原以为无父，见而弃之道中，牛羊必不见也。报之山中，山者养之。又捐之大则，鸟复习食之。姜原怪之，于是知其天子，乃取尝之。尧知其贤才，立以为大农，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诗人美而颂之曰：绝出生民，身修一成，而到后继之始也。孔子曰：习者尧，命契为子氏，未有汤也；命后继为姬氏，未有文王也。大王命季历，名天瑞也。太伯之吾，遂生元也。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舜、禹、契、后继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则生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人不知，以为犯从不依匹夫起耳。夫不依匹夫，安能无故而起亡天下乎？其有天命然。黄帝后世何亡天下之久远邪？曰：传云天下之君王为万夫之前手，请赎民之命者帝，有福万世。黄帝是也。五政，民则修礼义，因天时举兵征伐而立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5000里，常来朝降，书献于汉。非以其先之有德，则留后世邪？行道德，岂可以乎丘哉？人君王者，举而观之。汉大将军或子孟明光者，亦黄帝后世也。此可谓博闻远见者言，故难为浅闻者说也。何以言之？古诸侯以国为信，或者国民也。武王封地叔处于或后。是晋献公灭霍公，后世为庶民，往来居平阳。平阳在河东，河东境的分为国、以师。言之，亦可谓周氏。周其后继，后继无父而生。以3代世传言之，后继有父名高辛，高辛，黄帝曾孙。黄帝中始传曰：汉兴100有余年，有人不短不长，出白燕，衣之乡，持天下之政，时有婴儿主，欲行车。或将军者，本居平阳白燕。臣为郎时，与方士考。公会其庭下，谓臣言：岂不伪哉？所引数赞，高辛之印，大起真祥。修己吞邑，使纽兴亡。天命玄鸟，简丘生商。
江原吕基作刘其昌，据阴历运，户有兴亡。封于周赵，行错成康。初至之后，诸侯日强。史记12诸侯年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失志见之矣。纣魏相助而箕子息。周道缺，诗人本之任席，官居坐。人亦凌迟，禄名次焉。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拒诛而获坐。厉王遂奔于治，乱自京师使，而共和行政焉。事后获利。郑强臣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意，以讨伐为会盟主。郑有武伯，诸侯自行，淫耻不轨，贼臣因子资起矣。齐、晋、秦、楚齐在陈州为胜，封获100里或50里。晋祖三河，齐赴东海，楚界江淮，秦因雍州之故，四海迭兴，更为博主，文武所，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70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氏，论史记旧文，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或灵，曰其辞文，去其繁重，以致易发，王道备，人事夹。70子之徒口授其传旨，未有所刺激，会意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句，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句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夺交魏楚威。王传，魏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40章，为夺士为。赵孝成王时，其相于卿上，采春秋，下观进士，译者8篇，谓于是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译上观上古山。时春秋及6国时事，以为8览，6论，12纪，谓吕氏春秋。即如荀卿、孟子、公孙故韩非之徒，各往往郡执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同甚迹。汉襄张苍立谱武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者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持说者逞其辞，不务宗其中始，立人取其年月，数家龙鱼。神韵谱牒独记世事，其辞略，寓意观诸要难。于是谱12诸侯，自共和弃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积盛衰大止者余篇，未成学至古文者要删焉。表略所引述赞，太史表次，亦有条理。起自共和，终于孔子。12诸侯，各编年纪。兴亡既极，盛衰臧否？恶不掩过，善必扬美。绝笔或灵，异曲同齿。史记6国年表。太史公读秦记，智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使封为诸侯，坐西至用事上帝。见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的，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金禽杂戎狄之俗，先报。立后人义，未在藩城而庐于郊祀，君子惧焉。及文公于陇，攘夷狄，尊城堡，迎其雍之间，而穆公修正，东晋至河，则与其还。晋闻中国侯伯谋矣。事后陪臣执政，大夫事。陆六亲善敬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长沙简公而相其国，诸侯厌然服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中之促分晋，田和亦灭其而有之，六国之胜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横短长之说起。矫称出是盟不信，虽至直剖服犹不能约束也。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兵之，比于戎狄，至献公之后，长雄诸侯。论秦之德亦不如鲁卫之暴力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促并天下，非必险故变形易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时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封稿伐殷，秦之地用雍周兴，汉之兴自蜀汉。秦既得意，稍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激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葬人家，而史记独葬周氏，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破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事易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尽己而俗变相类，易卑而易行也。学者迁于所闻，见秦在地位日浅，不察其中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语义而实无益。悲夫！于是因秦纪，种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十世，弃二世，凡270年者，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表略所引述赞春秋之后，王室亦卑，楚强南服，秦霸西垂，三清分晋，八代兴归，地主盟会，互为雄雌。二周前灭，六国后恢，壮哉淫世，吞并若斯。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力灭秦，自项氏，拨乱诸暴，平定海内，促建帝作，成于汉家。5年之间，号令3善。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急也。习于夏之兴，积善累功数10年，得洽百姓，设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弃，后继修人行10余事，不齐而会孟津800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肆。秦起襄公、张于文、谋、献、孝之后，稍以蚕食6国，100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官代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耻土之风，堕坏名臣，削封地，租豪节，为万世之安。然王姬之心，起于驴象，何从讨伐？亦于3代，相秦之境，士卒以资。贤者未驱除难耳。故奋发其所谓天下雄，安在无土不忘？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表略所引述赞秦师齐路，雄竞逐，胡明楚辞，龙兴沛谷，武臣自亡，未报必复。田单聚齐，因不居六。项王主命，义帝见禄。以月系年，道幽运速。汹汹天下，沾污谁？污真人霸上，促享天禄。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太史公曰：因以前上矣。周封5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鲁、魏的各400里，卿卿之义，侯有德也。太公于齐，兼5侯的尊勤劳也。武王、陈、康所封数百，而同姓55，地上不过100里，下30里，以抚慰王室。管、蔡、康叔、曹、郑或过或损。立、幽之后，王室缺，侯伯强国兴焉。天子为弗能正，非德不纯，行事弱也。汉兴、序2等。高祖末年，非刘氏而亡者，若无功上所不治而侯者，天下共诛之。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9国，虽独长沙一姓，而功成侯者100有余人。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长山以南，大行左转，渡河、冀、阿、真以东保海，为齐、赵国。自
陈以西，南至九夷，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魏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近诸侯的，大者或5、6郡，连城数十，至百官公关，见于天子。汉独有3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始繁。15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数孽，以政府。四海，用臣为天子也。汉定100年之间，亲属一疏，诸侯或骄奢，太胁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为其命，允生亡国。天子观于上古，然后加惠，使诸侯的推恩分子弟国邑，故齐分为7，赵分为6，梁分为5，淮南分3，及天子之庶子为王，王子之庶为侯，百有余焉。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是削的，是以燕、代吴北边郡，吴、淮南、长沙吴南边郡。齐、赵、梁、楚之郡名山北海咸纳于汉。诸侯稍为，大国不过10余城，小侯不过数十。礼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藩抚京师。而汉郡8、9十，行错诸侯间，犬牙相邻，秉其恶塞地利，强本干，若知业之事，尊卑民而万事各得其所宜。臣谦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普其下益损之时，令时事的懒。形势虽强，要之矣。仁义为本。表略。所引述赞：汉有天下，元览兴亡。史事和悦，严峻宠张。淮阴救楚，彭越封梁。经验一期，齐赵帝唐。犬牙相至，领止有光。降级文景，代有殷王。鲁公、梁孝、冀北。陈阳。人贤足迹，忠烈司章。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太史公曰：因以前上矣。周封5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鲁。魏的各400里，卿卿之义，侯有德也。太公于齐，兼5侯的，尊勤劳也。武王、陈、康所封数百，而同姓55，地上不过100里，下30里，以抚慰王室。管、蔡、康叔、曹、郑或过或损。立忧之后，王室缺，侯伯强国兴焉。天子为弗能正，非德不纯，行事弱也。汉兴，序2等。高祖末年，非刘氏而亡者，若无功上所不治而侯者，天下共诛之。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9国，虽独长沙一姓，而功成侯者100有余人。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长山以南，大行左转，渡河、济、阿、真以东保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夷，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魏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近诸侯的，大者或5、6郡，连城数十，至百官公关，见于天子。汉独有3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始繁。15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数孽，以政府。四海，用臣为天子也。汉定100年之间，亲属一疏，诸侯或骄奢，太胁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为其命，允生亡国。天子观于上古，然后加惠，使诸侯的推恩分子弟国邑，故齐分为7，赵分为6，梁分为5，淮南分3，及天子之庶子为王，王子之庶为侯，百有余焉。
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是薛的，是以燕、代吴北边郡，吴、淮南、长沙吴南边郡。齐、赵、梁、楚之郡名山北海咸纳于汉。诸侯稍微，大国不过10余城，小侯不过数十。礼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藩抚京师。而汉郡8、9十，行错诸侯间，犬牙相邻，秉其恶塞地利，强本干，若知业之事，尊卑民而万事各得其所宜。陈谦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普其下易损之时，令时事的懒。形势虽强，要之矣。仁义为本。表略。所引述赞，汉有天下，元览兴亡。始是和乐，严峻宠张。淮阴旧楚，彭越风凉。经验一期，齐赵帝堂。犬牙相至，灵指有光。降级文景，代有殷王。鲁公、梁孝、冀北。陈阳。人贤足迹，忠烈司章。史记会景贤侯者年表。太史公独列封至卞侯曰：有一也夫。长沙王者，令甲，称其中焉。袭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亡者8国。至孝惠帝时，唯独长沙权，产5世，以无4爵，尽无过。为藩守职，信矣。故其则留之数，无功而侯者数人。及孝惠弃孝景监50载，追修高祖时遗功臣，即从代来，无处之劳。诸侯子若废府，外国归邑，封者90有余。贤表示中，当是仁义成功之者也。表略。所引述赞，会景之际，天下已平。诸吕购货，吴楚联兵。条侯出讨，壮武奉迎。薄窦恩泽，张赵忠贞。本之分印，废府归陈。兴士死士，建陵勋荣。咸开亲社，具寿丹。今炫盔甲领，无变有身。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太史公曰：匈奴绝和亲，公当陆塞，闽越善伐，东欧请将。二夷交亲，当胜汉之龙。以此之功臣受封谋于祖考矣。何者？四诗书称3代戎狄是因，今图是真。其还越燕伐山戎，武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谋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邑。百越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集1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连晋征伐哉？自事后，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晋越，将卒以次封矣。表略。所引述赞，孝武之代，天下多虞。南讨欧越，北击单于。长平居旅，冠军前驱。沭阳咸毕，临蔡破虞。博录上载，平津巨如。今章且配，子受刑於。昭帝以后，勋宠部。书。袭灾绝笔，处事补诛。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至赵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义者，令各条上，正且临定其号名。太史公曰：甚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表略。所引述赞，汉室之初，矫枉过正。欲大本之，先封同姓。建元以后，藩汉克盛。主父上言，推恩下令。长沙冀北，中山赵晋。分邑广丰。镇镇在用。汉臣御武，夜夜辉。应。百族不疆，一人有庆。史记汉兴以来江乡名臣年表。表略。所引述赞，高祖初起，效命群雄。天下未定，亡我汉中。3节既得，6齐献功。章邯已破，萧何助攻。周勃厚众，朱须至中。陈平坐襄，条侯总荣。丙未立志，汤尧谥。
公。天汉之后，表述非公。书，《史记·礼书》。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载治万物，亦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于治大行礼官。官三代损益，乃知原人情而治理，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上矣。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敬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得后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益海内而整其万民也。人体安驾臣，谓之精于错衡以凡其事，目好五色；谓之俯伏文章以表其能，耳乐中庆；谓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谓之述修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真善，谓之琢磨规避以通其意。故大陆乐习，皮变不长；诸弦动乐，大根玄久，所以防其盈齿，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梨树车于衣服宫。是饮食嫁娶丧祭之分，是有仪式，物有节文。仲尼曰：帝自祭冠而亡者，无不欲观之。矣。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规。循法守正者见武于事，奢易见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地也。由云出见分华胜利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见自于师教，被服于尘俗乎？孔子曰：必也。证明于未所居不合。仲尼梅后，受业之徒审因而不举，或视其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至秦有天下，西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一臣，朝廷及己一。故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习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左僚及公事官民，少所变改。孝文即位，有司议预定以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凡。礼事貌无异于治，公化为何耳？故罢去之。孝景时，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事务行名数。干见孝景曰：诸侯藩府，臣子一例，古今之治也。今大国专制议政，不秉经师，恐不可传后。孝景用其计，而六国叛逆，以错守民，天子诛错以解难。事在元盎与中。是后官者养骄安陆而已，莫敢复议。今上即位，招致如数之事，令共定仪，10余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因变质，乃采风俗，定制作。上闻之，至诏御史曰：盖受命而亡，各有所由心，书录而同归，为因民而作，追俗为治也。义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义一家之事，典法不传，为子孙何？画龙者宏博，治浅者贬狭，可不免语。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愤；愤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忘恶其乱，故治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趋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酚，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书房床子几席，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变也。所谓变者，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故天子大陆乐习，所以养体也；侧宰臭，所以养鼻也；前有错痕，所以养目也。和栾之声，
部中五象，昼中少火，所以养耳也；龙其九游，所以养性也；请四齿虎，交险迷龙，所以养威也。故大陆之马，必性至较顺，然后乘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出死药，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轻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礼之所以养情也？人苟生之为贱，弱者必死；苟利之为贱，弱者必害；怠惰之为安，弱者必为；勤慎之为安，弱者必灭。故圣人义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义之于情信，则两失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变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益天下；臣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间隔厉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行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楚人交革西泗，所以为甲；坚如金石。挽之具铁狮，钻如风柴，轻力飘，促如飙风。然而兵待于垂射，堂妹死焉，庄敲起。楚分而为四参，是岂无间隔厉兵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汝引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阻之以邓陵，援之以方城。然而秦师至燕郢，举若郑皋，是岂无故塞险阻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纣剖比干，求箕子，为炮革，行杀无辜，时臣下凛然，莫避其命。然而周师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其令不严，行不着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割毛弓矢而已，然而敌国不呆视而趋，城郭不及，沟池不决，故塞不数，机变不张，然而国晏然不为外而固者，无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时始而臣爱之，则下因之如景象。有不由命者，然后祀之以刑，则民之罪矣。故行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由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罚审而威行如流，无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行二人而天下治。传曰威利而不是，行错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二生，无先祖二出，无君师二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是天，下是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怀；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变贵贱。贵贱治，德之本也。交仇乎天子，摄制乎诸侯，韩即士大夫，所以变尊者是尊，卑者是卑，宜巨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是七世，有一国者是五世，有五圣之地者是三世，有三圣之地者是二世。有特生而实者不得立宗庙，所以变积厚者流则广，积薄者流则狭也。大享上玄尊，祖上兴于先大根，贵食饮之本也。大享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属稷，而犯稻粮，既先大根而保树修，贵本而轻用也。贵本之谓文，轻用之谓礼，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太一，是谓大隆。故尊之上玄尊也，祖之上兴于也，斗之先大根义也。礼绝服瘁也，臣氏祖服长也，三幼之服食也，大昏之谓废其也，大庙之谓内师也，始绝之
谓小敛，义也。大陆之宿仇也，交之麻问，丧服之先散麻，义也。3年哭之不反也，清。妙之歌一唱而三叹，现义中上府阁，诸弦而通乐，义也。凡礼始乎托，成乎文，终乎税。故至备，晴雯俱进，其次晴雯代甚，其下复晴。以归太一。天地已和，日月已明，四时已序，星辰已行，江河已流，万物已昌，好物已节，喜怒已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太史公曰：至矣哉！利龙以为吉，而天下莫之能易损也。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至文有以辩，至察有以说。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小人不能则也。礼之茂成深矣，兼白同义之察，入焉而若。其茂成大矣，善作典治贬陋之说，入焉而忘。其茂成高矣，暴慢自虽，轻俗以为高之属，入焉而对。故神成臣，则不可欺以屈；直衡成县，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成错，则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理，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神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圆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理者不足理，谓之无方之名；法理足理，谓之有方之事。理之中，能思所，谓之能虑；能虑物意，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之焉，甚矣。天者，高之极也；地者，下之极也；日月者，明之极也；无穷者，广大之极也；圣人者，道之极也。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义，以龙杀为要。文茂繁，情欲审，礼之龙也；文茂审，情欲繁，礼之杀也。文茂情欲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礼之中流也。君子上治其龙，下敬其杀，而中处其中。不骤驰骋广物不外，是以君子之信守宫廷也。人欲是欲，是君子也；外事，民也。于是中焉，防黄周夹，屈得其次序，圣人也。故后者，礼之基也；大者，礼之广也；高者，礼之隆也；明者，礼之敬也。所引述赞，礼因人心，非从天下。合成世貌，就必心雅。以治离盟，以示宗社。晴雯可崇，风沙难甲。仲尼作术，孙通决也。圣人作教，往不由者。史记乐书。太史公曰：予每读于书，至于君臣相斥，为事己安，而古公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成王作颂，推己诚爱，卑鄙迦南，可不畏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君子不畏。约则修德，满则弃礼，亦能思出，安能为始？沐浴高则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传曰：制定功臣，礼乐乃兴。海内人道一生，其德亦至，所乐者亦异。满而不损则益，盈而不持则轻。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以为周易国书，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写笔生律，以不短一画，著留正交。天子公于明堂陵官，而万民贤荡涤协会，斟酌饱满，以示觉性。故云雅颂之音礼而明正，教窍之身心而事愤，正谓之驱动而心盈。及其调和协和，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事也。治道亏缺而正因兴起，封君事辟，明显灵州，真以相高。自仲尼不能与其忧遂容于鲁，虽退正乐以诱事，作五章以剌时，犹莫之化。
凌迟以至六国，留免审议，遂往不返。卒于丧身灭宗，并国于秦。秦二世有以为虞。丞相李斯进谏曰：放弃诗书，极易声色，祖医所以惧也。轻机细过，自兴长业，纣所以亡也。赵高曰：武帝、三王乐各书名，事不相袭。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皆欢喜。何因秦？非此何说不通，解则不留，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路耳而后行远乎？二是然之。高祖过配师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配得以40歌之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依旧而已。至今上即位，作19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身，拜为协律都尉。通易经之事不能。读之其词，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而雅之文。汉家常以正月上新词太易甘泉，以昏时夜词，道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词坛上。使童男童女70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冬歌玄明。事多有，故不论。又常得神马卧蛙水中，复赐以为太乙之歌。屈曰：太乙共西天马下，瞻翅汉西末。流者，逞戎与西邑万里，今安匹西龙未有。后伐大宛的千里马，马名蒲烧，赐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西从西极，今万里西归有德。陈灵威西将外国，设流沙西祀夷服。中尉及暗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成祖宗，下以化照明。今陛下的马，施以为歌，谐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谐？上默然不说。丞相公孙弘曰：按诽谤甚至，当足。凡因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声变，变成方，谓之音。彼音而乐之，即肝戚羽毛，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贪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利；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旺盛所以感之。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身，正以依其行，行以防其间。礼乐行正，其极义也，所以同民心而出至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行于身，身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公为君，商为臣，矫为民，贞为士，禹为物。武者不乱，则无沾翅之音矣。公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堆，其臣坏；矫乱则忧，其民怨；贞乱则哀，其事勤；禹乱则为，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邻，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正谓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丧间仆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正散，其民流，屋上行思而不可止。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术是也。唯君子未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正，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之乐则己于礼矣。
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德也。是故乐之隆，非即音也；时享之礼，非即味也。清妙之色，诸弦而书乐，一唱而三叹，有一音者矣。大享之礼，上选酒而足心于，大根不合，有一味者矣。是故先望之至礼乐也，非以及口腹而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讼也。物质知之，然后好恶行焉。好恶无结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己，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逸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切，疾病不养，老幼孤寡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是故先王治礼乐，人谓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祭也；钟鼓前期，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关机，所以别男女也；麝香食享，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生，正以行之，行以防之。礼乐行正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者谓同，礼者谓异。同则相亲，异则相近。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适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利，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合矣。好恶者，则贤不孝别矣。行敬暴绝举贤，则正君矣。人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敬；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兵服，兵革。布事，五行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和父子之亲，民长幼之序矣。近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四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忧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和敬痛爱矣。礼者，舒适和敬者也；乐者，义文和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民往以相言也。故事与时并，民与公协。故钟鼓管磬与乐前期。乐之器也，屈信抚养及诏书籍，乐之文也。辅贵祖斗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炫替席，礼之文也。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是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治。过治则乱，过作则暴。民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也。中正无邪，礼之直也；庄敬恭顺，礼之至也。若夫礼乐之师，于今时，乐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是于山川鬼神，则此所以与民痛也。王者功成作乐，制定治理。其功大者其乐备，其志变者其礼具。干戚之舞，非备乐也；亨熟而祀，非达礼也。五帝书时，不相言乐；三王议事，不相习礼。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及夫敦乐而无忧，礼备而不偏者，其为大圣乎？天高地下，万物散疏，而礼至行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心也。春作夏长，人也；秋敛冬藏，义也。
人敬于乐，亦敬于礼。乐者敦和，虑神而从天；礼者辩仪，居轨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观矣。天尊的卑，君臣定矣。高卑以臣，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的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的气上积，天气下降，阴阳相磨，天地相当，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化不实则不生，男女无别则乱登，此天地之情也。即夫礼乐之极乎天而盘乎的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侧深厚。乐者太始而礼居成物，者不习者天也，者不动者的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云乐云。习者顺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魁始作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胜而骄尊，五谷实熟，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五行极远；其治民易者，其五行极短。故观其五而知其德，闻其事而知其行。大张，张之也；咸池，备也；韶，季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也。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急，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事。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望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形象得矣。夫患始为酒，非以为祸也，而欲颂一凡，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县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被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必迎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中。乐也者，失也；礼也者，报也。乐其所自生，而礼反其所自始。乐章得，礼报秦反始也。所谓大陆者，天子之鱼也；龙其九流，天子之精也；青黑猿者，天子之宝龟也。从之以牛羊之群，则所以赠诸侯也。乐也者，情之不可辩者也；礼也者，礼之不可议者也。乐统同，礼别异，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穷本之变，乐之情也，者成趣味，礼之精也。礼乐顺天德之臣，达神明之德，降心上下之神，而凝视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兴和，阴阳相得，许育富育万物，然后草木茂，驱萌达，与合奋，角生，蛰虫招苏，羽者育服，毛者孕育，胎生者不独而卵生者不畜，则乐之道归焉耳。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阳也，乐之末节也。故同者舞之，不言习，臣尊祖列边斗，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长之。乐师辩乎声师，故北面而弦；宗助辩乎宗庙之礼，故后师；商助辩乎丧礼，故后主人。是故得臣而上，臣而下，行臣而先，事臣而后。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然后可以有治于天下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生，其风夷俗义，故先王者其教焉。夫人有血气心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因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行焉。是故至
为骄衰之音作，而名思忧；贪缓慢易繁文简洁之音作，而名康乐；粗粝猛起奋莫广奔之音作，而名刚毅；廉直精正庄臣之音作，而名肃静；宽裕肉好顺承和动之音作，而名慈爱；流避邪散敌陈敌滥之音作，而名淫乱。是故先望本之情性，机之度数，致之礼义，和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扬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摄，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审其文采，以神德厚也。类小大之称，比中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礼皆行见于乐，故曰乐观其身矣。土闭则草木不长，水繁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育，事乱则礼废而乐淫。是故其生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意以犯节，流免以忘本。广则容间，狭则私欲，感涤荡之气，而灭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见之也。凡兼生感人而逆气因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心焉。正生感人而顺气因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心焉。畅和有因，回谐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以类相动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兼生乱色不留聪明，淫乐废礼不接于心术。惰慢邪僻之气不摄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之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意。然后发以声音，闻以情色，动以前期，视以羽毛，从以消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着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德，中始象四时，周旋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坚，百度的数而有常，小大相承，中始相生，畅和清浊，带相未精。故乐行而伦亲，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治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相方，可以观德矣。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闻名，气盛而化神。和顺机中而因华法外，为乐不可以为谓。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事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事。是故先古以警戒，三不以见方，再始以着网，复乱以赤规，奋急而不拔，急忧而不隐。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思其欲。是以勤俭而易利，乐中而得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习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君子曰：礼乐不可以思虚去生。治乐以治心，则一直子亮之心油然生矣。一直子亮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治乐以治心者也，治理以治公者也。治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思虚不和不乐，而比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思虚不庄不敬，而慢意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即和，礼即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真也，忘其容貌而民不生亦慢焉。德回动乎内而民莫不成听，礼法乎外而民莫不成顺，故曰之礼乐。
知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谦，乐主其盈。礼谦而敬，以敬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谦而不敬，则消；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义也。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诸声音，行于动静，人道也。声音动静，性数之变，尽于此矣。故人不能无乐，乐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能无乱。先忘恶其乱，故治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伦而不习，使其曲直繁省，连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的皆焉，是先忘利乐之方也。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痛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常幼痛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痛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议以定和，比物以示节。节奏和以成文，所以和父子君臣，父亲万民也，是先忘利乐之方也。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的广焉，执其前期，习其俯仰趋信，容貌的庄焉，行其坠照，要其节奏，行列的正焉，进退的齐焉。故乐者，天地之齐，中和之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乐者，先忘之所以是喜也；军旅抚乐者，先忘之所以是怒也。故先忘之喜怒皆的其矣。喜则天下和之，怒则暴乱者谓之。先忘之道理，乐可谓甚矣。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鼓乐，则唯恐卧；听正谓之音，则不知倦。敢问鼓乐之如彼，何也？心乐之如此，何也？子夏答曰：今夫鼓乐，进履而退履，和正以广；弦袍生黄河，手抚鼓，始奏以文。止乱以武，治乱以乡，训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极佳，平均天下，此鼓乐之发也。今夫心乐，进辅退辅，兼身以盈，逆而不止，及忧诸儒，忧杂子女，不知父子。乐中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心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之与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问如何？子夏答曰：夫鼓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无谷昌，吉称不作而无夭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纪政，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民。克民克类，克常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弥毁。既受帝旨，失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逆音与？文侯曰：敢问逆音者何从出也？子夏答曰：正音好滥淫志，宋音厌女逆志，魏音去数繁志，其音傲辟骄志，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诗曰：肃雍和鸣，先祖视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和事不行。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曰：幼民恐异，此之谓也。然后圣人作为，鼓腔洽勋驰，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于瑟以和之，干戚毛笛以舞之，此所以祭先忘之妙也。所
以献酬应作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此所以是后世有尊卑常有序也。终身坑，以立号，号以立恒，恒以立武。君子听终身，则思五成。时生坑，以立别，别以致死。君子听庆生，则思死封疆之臣。思生哀，哀以立廉，廉以立治。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治义之臣。竹生烂，烂以立惠，惠以聚众。君子听鱼声箫管之声，则思处聚之臣。鼓皮之声唤，唤以立动，动以静众。君子听鼓皮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兵木甲士作于孔子，孔子与之言，极乐，曰：夫武之备戒之以久，何也？答曰：并不得其众也。咏叹之，淫逸之，何也？答曰：恐不逮事也。发扬导立之以早，何也？答曰：及时事也。武作至右宪左，何也？答曰：非武作也。申淫及伤，何也？答曰：非武因也。子曰：若非武因，则何因也？答曰：有司失其传也。如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治荒矣。子曰：惟丘之文朱长虹，亦若吾子之言是也。兵木甲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以久，则既闻命矣。敢问持之迟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与汝。夫乐者，象臣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导立，太公之治也；武乱皆作，周赵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在陈而灭商，三陈而南，四陈而南国是疆，五陈而分陕，周公左，赵公右，六陈复坠，以崇天子，加政之而四伐，甚威于中国也。分家而进，是早继也。久立于坠，以待诸侯之治也。且夫女独为文穆也，知与乎？武王克因反商，未及下车，而封皇帝之后于季，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启，封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是箕子之囚，使之行商戎而复其位。庶民持政，庶士被戮。既河而西，马散华山之阳而弗复陈，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复服，车甲绦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稻宰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律之事，使谓诸侯，民之曰见高，然后天下之武王之不复用兵也。散军而交涉，左射离手，右射邹鱼，而冠革之射袭也；避免进户，而虎贲之事税见也。似乎明堂，而民之孝，朝敬。然后诸侯之所以成，根基；然后诸侯之所以敬，武者天下之大教也。13老五根于太学。天子坦而歌声，执将而溃，直决而应，免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替也。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夫武之持久，不亦宜乎？子贡见师以而问焉，曰：次闻声歌各有宜也，如次者宜何歌也？师以曰：以见公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四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执己而成德，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欲焉。故商者，五帝之宜生也，商人治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宜生也，齐人治之，故谓之齐。民乎商之师者，临事而履断；民乎齐之师者，见利而让也。
临事而履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对，曲如折，指如木，居中举，句中钩，累累呼应如贯。诸故歌之为言也，常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常言之，常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守之，侮之，足之，蹈之。子贡问乐。凡因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异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故舜旦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生死国亡。舜之道何？弘也。纣之道何？爱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义，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食也；北者败也；彼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舒心。诸侯不富，百姓不亲，天下叛之，故生死国亡。而为灵公之时，将之境，至于濮水之上舍。夜半时闻鼓琴声，问左右，皆对曰不闻。乃召师捐曰：吾闻鼓琴音。问左右，皆不闻。其状似鬼神，为我听而写之。师捐曰：诺应端坐圆琴，听而写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习也，请速习。之灵公曰：可应复速。明日报曰：习以即去之境，见晋平公。平公置酒于诗会之台。酒酣，灵公曰：今者来，闻心声，请奏之。平公曰：可及。令师捐作诗况旁，原琴鼓之。魏中，师况俯而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也，不可遂平。公曰：何道出？师况曰：师言所作也。宇宙为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言东走。自投濮水之中，故闻此声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国消。平公曰：寡人所好者因也。元遂闻之。师捐鼓而终之。平公曰：因无此罪悲乎？师况曰：有。平公曰：可得闻乎？师况曰：君得一薄，不可以听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因也。元闻之。师况不得已，元琴而鼓之。宜奏之，有玄鹤二八疾呼郎门，再奏之，严谨而明，书意而武。平公大喜，起而为师况受。反坐，问曰：因无此罪悲乎？师况曰：有。习者，皇帝以大和鬼神，今君得一薄，不足以听之，听之将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因也。元遂闻之。师况不得已，元琴而鼓之。宜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飞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屋之间。晋国大旱，赤第3年，听者或吉或凶。夫乐不可忘心也。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于心自乐，快意自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肾，伤动肺而和正意，绞动肝而和正人，真动心而和正理，语动肾而和正志。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益贵贱也。上以示宗庙，下以变化梨树也。琴长8尺1寸，正度也。弦大者为弓，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棒，其余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之谓正矣。故闻公音，使人温书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真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语音，使人整齐而好礼。
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夫鼓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所以养形义而防淫逸也。夫淫逸生于无礼，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僻无由入也。所引述赞乐之所兴，在乎防御。陶心畅志，五手蹈足。舜曰萧韶，荣称属序。沈殷之政，官风变俗。端如贯珠，清痛叩玉。洋洋盈耳，弦音于曲。史记律书。王者治世立法，务度诡则，依秉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其余兵械有所重，故云望敌之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义之道也。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冀东，杀气相并，而因上攻。同声相从，恶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韩代角之受见犯则笑，而况愚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独世家，情性之理也。昔皇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臣，以平水害；陈汤有南朝之法，以天下乱。地兴地废，圣者用事，所受于天也。自世之后，民事迭兴，尽用就范，而其用王子，无用孙武，声明君曰：赏罚必信。促薄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告示，然深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其余是如暗于大教，不权轻重，伪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直不以等哉？故教吃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罚不可掩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夏桀因纣守伯豺狼，卒追驷马，勇非为也，百战克胜，诸侯设服，全非轻也。秦二世肃君无用之地，联兵于边陲，力非弱也，结怨匈奴，夸获于越，是非寡也。及其危，晋士急，驴象之人为敌国，救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习也。高祖有天下，三边外叛，大国之王虽称藩辅，臣节未尽。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演武艺修习，机迷不备。立至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自权秦时内属为臣子，后且拥兵阻，选如观望。高祖时天下兴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仍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市民悦用，征讨逆党，以益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勿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忠。且兵凶器，虽克所援，动亦冒病，为百姓远方和。又先帝之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未能？今匈奴内侵，军力无功，边民父子合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消聚，原且兼边涉后，结合通使，休宁北陲，魏功多矣。且无义军，故百姓无内外之胄。得袭坚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10余钱，民饥废狗，烟火万里，可谓何乐者乎？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兴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6、7时，瘟疫未尝至市井，犹敖嬉戏如小儿壮。
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书曰：七政28舍。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熟万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书气也。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东壁居不周风东，主辟生气而东之。至于寅室，寅室者，主迎胎阳气而产之。冬至于为，为癸也。言阳气之癸，故曰为。10月也，律中阴中。阴中者，阳气之阴，不用事也。其余12子为亥。亥者，该也。言阳气藏于下，故该也。广漠风居北方。广漠者，言阳气在下，因漠阳广大也，故曰广漠。冬至于虚。虚者，能实能虚，言阳气东则晚藏于虚，日冬至则一阴下藏，一阳上疏，故曰虚。冬至于虚。女，言万物变动其所，阴阳气未相离，上相虚也，故曰虚女。11月也，律中黄中。黄，中者，阳气种黄泉而出也。其余12子为子。子者，资也。资者，言万物资于下也。其余10母为人鬼。人之为言任也，言阳气任养万物于下也。鬼之为言魁也，言万物可魁度，故曰鬼。冬至牵牛。牵牛者，言阳气牵引万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的虽动，能冒而生也。牛者，根植种万物也。冬至于建兴。建兴者，见诸生也。12月也，律中大律。大律者，其余12子为丑。调风居东北，主出万物。调之言调治万物而出之，故曰调风。南至于基。基者，言万物根其，故曰基。正月也，律中太促。太促者，言万物促生也，故曰太促。其余12子为寅。寅言万物始生隐然也，故曰寅。南至于尾，言万物始生如尾也。南至于心，言万物始生有华心也。南至于房。房者，言万物门户也，至于门则出矣。民数风居东方。民数者，民众物进出也。2月也，律中家中。家中者，言阴阳相加，测也。其余12子为卯。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其余10母为甲乙。甲者，言万物剖腹甲而出也，乙者，言万物生杂杂也。南至于低者。低者，言万物皆至也。南至于亢。亢者，言万物亢健也。南至于角。角者，言万物皆有之格如角也。3月也，律中姑喜。姑喜者，言万物喜生。其余12子为辰。辰者，言万物之正也。清明风居东南为，主风吹万物而息之。整。整者，言万物亦大而整整然。息至于义。义者，言万物皆有于义也。4月也，律中中律。中律者，言万物尽律而息行也。其余12子为巳。巳者，言阳气之以尽也。息至于七星。七星者，阳数成于七，故曰七星。息至于张。张者，言万物皆张也。息至于注。注者，言万物之始衰，阳气下注，故曰注。5月也，律中蕤宾。蕤宾者，言阴气又少，故曰蕤，尾阳不用事，故曰宾。景风居南方。景者，言阳气到尽，故曰景风。其余12子为午。午者，阴阳交，故曰午。其余10母为丙丁。丙者，言阳道者明，故曰丙。丁者，言万物之丁状也，故曰丁。息至于胡。
虎者，言万物之无落且就死也。奚至于狼？狼者，言万物可度量，断万物，故曰狼。凉风居西南为主地，地者，审夺万物气也。六月也，律中临终。临终者，言万物就死气凌凌然。其余12子谓位。位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于伐。伐者，言万物气夺可伐也。北至于参。参言万物可参也，故曰参。7月也，律中夷则。夷则，言阴气之贼万物也。其余12子谓申。申者，言应用事，申贼万物，故曰申。北至于浊。浊者，处也，言万物皆处死也，故曰浊。北至于流。流者，言阳气之激流也，故曰流。8月也，律中南履。南履者，言阳气之履入藏也。其余12子谓酉。酉者，万物之老也，故曰酉。昌和风居西方。昌者，畅也；和者，藏也。言阳气道万物，和黄泉也。其余10母谓庚辛。庚者，言阴气根万物，故曰根。辛者，言万物之心生，故曰辛。北至于未。未者，言阳气就脏，皆谓未也。北至于楼。楼者，呼万物且内之也。北至于癸。癸者，主毒，是杀万物也，癸而藏之。9月也，律中无赦。无赦者，阴气甚用事，阳气无余也，故曰无赦。其余12子谓戌。戌者，言万物尽灭，故曰戌。律数9、9、81以为公。3分。去1、54以为真。3分一1、72以为商。3分去1、48以为禹。3分一1、64以为角。黄钟长8寸7分1，公。大吕长7寸5分3分。太簇长7寸分2，角。家中长6寸分3分1。姑喜长6寸分4，禹。仲吕长5寸9分3分2，真。蕤宾长5寸6分3分。临终长5寸分4，角。夷则长5寸3分2，商。南吕长4寸分8，真。午。社长4寸4分3分2。殷中长4寸2分3分2，禹。申中分，子1分。丑3分2。寅9分8。卯27分16。辰81分64。巳243分128。午720。9分512。未2187分1024。申6561分4096。酉19683分8192。戌59049分32768。亥177147分65536。申黄中数曰：以下申者，备其时，3其法；以上申者，4其时，3其法。上9，商。8禹7，角6，公5，真9。至1而93之以为法。时如法，得长1寸，凡得9寸，命曰黄中之公。故曰阴始于公，穷于角，数始于1，终于10，成于3，气始于冬至。周而复生。神生于无，形成于有，形然后数，形而成生，故曰神始气，气就形。形理如类有可类，或未形而未类，或同形而同类，类而可搬，类而可视。圣人知天地事之别，故从有。以至未有，以的细若气，为若身。然圣人因神而存之，虽妙必效勤，何其华道者明矣。非有圣心以成聪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勤哉？
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其去来，故圣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贵焉。太史公曰：炫基欲衡以其七政，及天地28宿，10母12子，中律调自上古。见律运力造日度，可据而度也。合符节，通道德，即从斯之谓也。所引述赞，自习宣后，原命临伦。雄辞视听，后薄依君。以调气候，以轨星辰。君容取节，乐器思音。自为之者，策划穷神。大哉虚寿，涵养生人。史记隶书。习字在古，历见振作于孟春。于时兵叛发折，百草奋兴，子规先泽。物乃岁聚生。于冬，次顺40，卒于冬分。时鸡3号，卒明。辅12节，卒于丑。日月辰，故明也。明者梦也，忧者佑也，忧明者雌雄也。雌雄代兴，而顺治正之统也。日归于西，启明于东；月归于东，启明于西。正不虑天，右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矣。王者异性受命，必慎始出，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决议。太史公曰：神农以前上矣。盖皇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润于是有。天地神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事以能有信，神事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独，故神降之加深，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少圣事之衰也，久离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或资见志，莫尽其气，专须受之。乃命南郑仲司天以属神，命火正离司的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毒。其后3苗辅久，离之德，故2官衔发所职，而润于乖次，孟邹殄灭，社稷无忌，历数失序。尧复遂重离。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民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妖异。年其禅顺，身介文祖，云天之历数在耳公。顺亦以命语，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12月，周正以11月。盖3王之政若回圈，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继续；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忧立之后，周氏为陪臣执政，时不计时，君不告朔，故仇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计详废而不统。周襄王26年闰3月，而春秋非之。先望之政。时也，吕端于始，举政于中，归邪于中。吕端于始，序则不迁；举政于中，民则不惑。归邪于中，事则不备。其后战国并争，在于强国擒敌，就即解分而已，岂皇念斯哉？是时独有邹衍，名于武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而亦因秦灭6国，兵戎极繁，又生至尊之日浅，谓遐黄也。而亦颇推武圣，而自以为祸水德之瑞，更名合曰得水，而正以10月色上黑。然力度润于，未能睹其真也。汉兴，高祖曰：北至待我而起，亦自以为祸水德之瑞。虽名袭立及张苍等，贤矣。未然。是时天下初定，方刚纪大姬，高后女主，皆为皇，故袭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时，鲁仁公孙成以中使武德尚书，严汉的土德，宜更元，改正朔，亦服色。当有睿皇龙鉴。是下丞相张苍，张苍亦学律历，以为非事，罢之。其后黄龙鉴。
陈纪、张苍自处，所欲论著不成。而辛元平以忘弃谏，颇言正立服色事，贵姓后作乱，故孝文帝废不复问。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鸿运算转吏，然后日辰之度与下。正统，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因诏御史曰：“乃者，有司言兴度之未定也。”广言宣。问：以礼兴度，未能沾也。盖闻袭者皇帝和而不死，明察杜晏，定清浊，岂无不见弃？勿分数。然盖上矣。书缺乐池，正甚敏焉。正为未能寻明也。积日分，虑因水德之盛。今日顺夏至，黄中未公，临中未贞，太卒未商，男女未语，姑息为矫。自是以后，弃父正与生父亲，民父政变，以致子日当冬至，则因阳离合之道行焉。11月甲子朔旦，冬至已瞻，其艮以7年为太初元年。年名燕逢社提格，月名毕具，日的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历数甲子篇。太初元年，岁名燕逢社提格，月名毕具，日的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正北12无大于，无小于，无大于，无小于。燕逢社提格太初元年。12大于54，小于348，大于5，小于8。端蒙丹2年。闰13大于48，小于696，大于10，小于16。由赵直徐3年。12大于12，小于603，大于15，小于24。强吴大荒落4年。12大于7，小于11，大于21，无小于。图为敦臧天汉元年。闰13大于1，小于359，大于26，小于8。祝离邪洽2年。12大于25，小于266，大于31，小于16。伤痕晕贪3年。12大于19，小于614，大于36，小于24。朝阳作恶4年。闰13大于14，小于22，大于42，无小于。恒爱燕茂太始元年。12大于37，小于869，大于47，小于8。上章大渊县2年。闰13大于32，小于277，大于52，小于16。燕逢困敦3年。12大于56，小于184，大于57，小于24。端蒙赤奋若4年。12大于50，小于532，大于3，无小于。由赵社提格真和元年。闰13大于44，小于880，大于8，小于8。强吴丹2年。12大于8，小于787，大于13，小于16。图为直徐3年。12大于3，小于195，大于18，小于24。祝离大芒落4年。闰13大于57，小于543，大于24，无小于。伤痕敦臧后元元年。12大于21，小于450，大于29，小于8。朝阳之洽2年。闰13大于15，小于798，大于34，小于16。恒爱晕贪始元元年。正熙12大于39，小于750，大于39，小于24。上章作恶2年。12大于34，小于113，大于45，无小于。燕逢燕茂3年。
闰13，大于28，小于461，大于50，小于8。端蒙大渊县4年。12，大于52，小于368，大于55，小于16。由赵困敦5年。12，大于46，小于716，无大于，小于24。强吴赤奋若6年。闰13，大于41，小于124，大于6，无小于。图为摄提格元凤元年。12，大于5，小于31，大于11，小于8。祝离丹2年。12，大于59，小于379，大于16，小于16。商衡直徐3年。闰13，大于53，小于727，大于21，小于24。昭阳大荒落4年。12，大于17，小于634，大于27，无小于。恒爱敦臧5年。闰13，大于12，小于42，大于32，小于8。上章之洽6年。12，大于35，小于889，大于37，小于16。燕冯晕贪元平元年。12，大于30，小于297，大于42，小于24。端蒙作鄂本始元年。闰13，大于24，小于645，大于48，无小于。由赵燕茂2年。12，大于48，小于552，大于53，小于8。强吴大渊县3年。12，大于42，小于900，大于58，小于16，图为困敦4年。闰13，大于37，小于308，大于3，小于24。祝离赤奋若的节元年。12，大于1，小于215，大于9，无小于。商衡摄提格2年。闰13，大于55，小于563，大于14，小于8。昭阳丹3年。镇南12，大于19，小于470，大于19，小于16。恒爱直徐4年。12，大于13，小于818，大于24，小于24。上章大荒落元康元年。闰13，大于8，小于226，大于30，无小于。燕冯敦臧2年。12，大于32，小于133，大于35，小于8。端蒙协洽3年。12，大于26，小于481，大于40，小于16。由赵晕贪4年。闰13，大于20，小于829，大于45，小于24。强吴作鄂神阙元年。12，大于44，小于736，大于51，无小于。图为燕茂2年。12，大于39，小于144，大于56，小于8。祝离大渊县3年。闰13，大于33，小于492，大于1，小于16。商衡困敦4年。12，大于57，小于399，大于6，小于24。昭阳赤奋若五凤元年。闰13，大于51，小于747，大于12，无小于。恒爱摄提格2年。12，大于15，小于654，大于17，小于8。上章丹3年。12，大于10，小于62，大于22，小于16。燕冯直徐4年。闰13，
大于4，小于410，大于27，小于24。端蒙大荒洛甘露元年。12。大于28，小于317，大于33，无小于。由赵敦臧2年。12。大于22，小于665，大于38，小于8。强无斜洽3年。闰13。大于17，小于73，大于43，小于16。图为晕贪4年。12。大于40，小于920，大于48，小于24。祝离作鄂黄龙元年。闰13。大于35，小于328，大于54，无小于。商衡燕茂初元元年。正东12。大于59，小于235，大于59，小于8。昭阳大渊县2年。12。大于53，小于583，大于4，小于16。恒爱困敦3年。闰13。大于47，小于931，大于9，小于24。上章敕奋若4年。12。大于11，小于838，大于15，无小于。燕冯舍提格5年。12。大于6，小于246，大于20，小于8。端蒙丹鄂永光元年。闰13。无大于，小于594，大于25，小于16。由赵直徐2年。12。大于24，小于501，大于30，小于24。强无大荒洛3年。12。大于18，小于849，大于36，无小于。图为敦臧4年。闰13。大于13，小于257，大于41，小于8。祝离斜洽5年。12。大于37，小于164，大于46，小于16。商衡晕贪建昭元年。闰13。大于31，小于512，大于51，小于24。昭阳作鄂2年。12。大于55，小于419，大于57，无小于。恒爱燕茂3年。12。大于49，小于767，大于2，小于8。上章大渊县4年。闰13。大于44，小于175，大于7，小于16。燕冯困敦5年。12。大于8，小于82，大于12，小于24。端蒙敕奋若晋宁元年。12。大于2，小于430，大于18，无小于。由赵舍提格建始元年。闰13。大于56，小于778，大于23，小于8。强无丹鄂2年。12。大于20，小于685，大于28，小于16。图为直徐3年。闰13。大于15，小于93，大于33，小于24。祝离大荒洛4年。又隶书，大于者日也，小于者月也，端蒙者年名也。之仇名敕奋若寅名。舍提格。干丙名由赵。正北东至甲子时，正西甲酉时，正南甲午时，正东甲卯时。所引数赞，立数之心，其来上矣。仲离世司，荣成司祭。推布天象，消息母子。五圣轮环，三正互起。孟邹真岁，仇人顺贵。晋寿之方，履端为美。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名者，太一长居也。旁三星，三宫，或曰子数。
后具4星，末大星正非于3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位12星，藩臣皆曰子宫。前列直斗曰3星，随北端对，若见若不，曰阴德，或曰天一。子宫左3星曰天枪，右5星曰天剖，后6星绝汉之营事曰革道。北斗7星，所谓炫基玉衡以其七正。韶西龙角，横阴南斗，魁枕参首。用昏见者韶，韶自华以西南。夜半见者衡，衡阴中周河，纪之间。平淡见者魁，魁海带以东。北也。斗为地车，运于中央，临至4乡。分阴阳，见40，均5行，宜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斗魁带匡6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乡，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在斗魁中，贵人之劳。魁下6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齐，君臣和；不齐，谓乖戾。辅星明镜，辅臣轻强，赤小疏弱。韶端有2星，一内为卯，招摇；一外为盾，天风。有巨环15星，属韶，曰见人之劳。其劳中兴实则求多，虚则开出。天一，枪剖矛盾动摇，较大，兵起。东宫苍龙，房星。星位明堂，大兴天王，前后星子数。不遇直，直则天王失忌。房位辅，曰天四。其阴右参。旁有2星曰乾，北1星曰霞。东北区12星曰齐。其中4星曰天士，中6星曰士楼。士中星重者10，其虚则好。房南重星曰奇官。左角里，右角将。大角者，天王地庭。其两旁各有3星，鼎足聚之，曰射题。射题者，直斗少所指，以见时节，故曰射题阁。亢位书庙，主吉。其南北2大星，曰南门。低位天根，主义。尾为9字，曰君臣，赤绝，不和。基位鳌客，曰口舌。火犯手脚，则有战。房星，王者恶之也。南宫诸鸟，权衡。衡太为三光之庭。匡位12星，藩臣西江东乡。南4星，执法中端门，门左右耶门。门内6星，诸侯。其内5星，武帝座。后具衣食5星位然，曰狼位，傍一大星，将位也。月5星顺入轨道，思其出，所守天子，所诛也。其逆入，若不轨道，以所犯命之，中作成形，皆群下从谋也。今火尤甚。廷藩西有随星5，曰少为，士大夫。权轩辕。轩辕黄龙体。前大星，女主相，旁小星，御者后宫属。月5星守犯者，如横战。东景为水势。其西区星曰月。月北，北河，南，南河，两河，天阙间为官梁。于癸，癸巳事，中白者谓直。火守南北河，兵起，鼓不登。故得成衡，官成黄，商成月，或成景，诸成直。柳为鸟柱，主牧草。七星，景为元官，主吉事。张宿为厨，主商客。义为羽。和主远客。枕为车，主风。其旁有一小星，曰长沙，星星不遇名，名与4星等。若5星入枕中，兵大起。枕南众星曰天库楼，库有5车。车星角若易重，即不惧，无处车马。西宫咸池，曰天五黄。五黄，武帝车舍。火入，旱金冰水水。
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魁曰风使，谓勾毒。楼谓聚众，谓天仓。其南众星曰会稽。卯曰矛头，胡星也，谓白衣会。弼曰罕车，谓边兵，主义列。其大星旁小星谓复耳。复耳摇动，有缠乱臣在侧。卯、弼兼谓天阶。其阴国、阳国。参为白虎。三星直者，是谓横时。下有三星，对曰伐，谓斩碍事。其外四星，左右兼顾也。小三星于至，曰资西，谓虎首，主保吕氏。其南有四星，四天策。策下一星，曰天使。始黄则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巨区九星，三处罗，一曰天齐，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东有大星曰狼，角变色，多盗贼。下有四星曰狐、直狼。狼彼的有大星曰南极老人。老人见，治安；不见，兵起。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复耳入壁中，兵起。北宫玄武，失事。其南有众星，曰羽林天君。君西谓累，或曰月。旁有一大星谓北落。北落若为王。君星动角一息，即五星犯北落，入军，军起。火、金、水尤甚，火君忧，水患木，土君吉。为东六星，两相比，曰司空。寅氏谓清庙，曰离宫、阁道。汉中四星，曰天四。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马、车，其满也。旁有八星，绝汉，曰天皇。天皇旁江星。江星动，人涉水。楚就四星，在为南。刨瓜有青黑星守之，于岩柜。南斗为庙，其北见星。见星者，其也。牵牛谓西身。其北河谷。河谷大星，上将。左右将。戊女，其北之女。之女，天女孙也。察日月之行，以癸岁星顺逆。曰东方木，主春，日甲乙。易失者，伐出岁星。岁星盈，缩以其舍命国。所在国不可伐，可以伐人。其驱舍而前曰盈，退舍曰缩。盈，其国有兵不复；缩，其国有忧，将亡，国倾败。其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益治天下。以舍提革岁，岁因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正月，禹斗，牵牛乘出东方，名曰坚。德，色苍苍有光。其师次有阴见柳。岁早，水晚旱。岁星出，东行12度，百日而止。反逆行8度，百日复东行。岁行30度16分度之7，律日行12分度之1。12岁而周天。出长东方，以辰，入于西方，用昏。单2岁，岁阴在卯，辛居子。以2月与戊女戌为辰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师次有阴，见章，名曰降入。其岁大水。值戌岁，岁阴在辰，辛居亥。以3月与寅巳，东壁辰出，曰清章。清甚章。其师次有阴，见枕，曰青草。岁早，旱，晚，水。大荒落岁，岁阴在巳，辛居戌。以4月与癸、酉、未、卯辰出，曰骈种。熊赤色，有光。其师次有阴，见亢。敦臧岁，岁阴在午，辛居酉。以5月与未、卯、毕辰出，曰开明。炎有光。衍兵为立公王，
不利治兵。其师次有应见防。岁早、汉、晚、水。夜恰岁，岁应在位，辛居身。以6月与资西，参晨出，曰长烈。朝朝有光，立行兵。其师次有应见机。夜晕贪岁，岁应在身，辛居位。以7月与东晋，与癸辰出，曰天。阴。朝朝白。其师次有应见牵牛。作2岁，岁应在酉，辛居午。以8月与柳、七星，张辰出，曰长王。作有芒。国。其昌，守谷。其师次有应见为。有汉而昌，有女丧，名吉。焉茂岁，岁应在戌，辛居巳。以9月与乙，枕辰出，曰天虽。白色大明。其师次有应见东壁。岁水，女丧。大渊县岁，岁应在亥，辛居辰。以10月与角，抗辰出，曰大张。苍苍然，星若月儿。应出旦，是谓正平。起师旅，其律必武，其国有德，将有四海。其师次有应见楼。困敦岁，岁应在子，辛居卯。以11月与氐，房，辛辰出，曰天权。玄色甚明。将。持其昌，不利其兵。其师次有应见卯。赤奋若岁，岁应在丑，辛居寅。以12月与尾，积辰出，曰天浩。嫣然黑色甚明。其师次有应见参。当居不居，居之右左右爻，未当去去之，与他心会，其国凶。所居久，国有德厚。其角动，诈小诈大，若色数变，人主有忧。其师次舍以下，进而东北，3月生天剖，长4丈尺，末对。进而东南，3月生彗星，长2丈，类彗。退而西北，3月生天参，长4丈，未对。退而西南，3月生天枪，长数丈，两头对。仅是其所见之国，不可举世用兵。其出如浮如沉，其国有图功，如沉如浮，其也亡。色赤而有教，其所居国昌。引角而战者不胜。星色赤黄而沉，所居也大壤。色青白而赤灰，所居也有忧。岁星入月，其也有烛香；与太白，其也有破军。岁星亦曰社提，曰重华，曰阴星，曰忌星。寅是谓清妙，岁星妙也。察刚气以处寅。火。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李师伐出荧惑，荧惑施行事也。出则有兵，入则兵散，以其舍命国。荧惑为悖乱，残贼，疾丧，饥兵。反到2舍以上，居之。3月有鞅，5月受兵，7月半王的，9月太半王帝。因与俱出入，国绝嗣。居之，鞅还至，虽大当小，久而至，当小反大。其南为丈夫，北为女子丧。若角动绕环之，即诈前诈后。左右鞅亦大。与他星光相逮，未害；不相逮，不害。5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国可以理治天下。法出东行16舍而止，逆行2舍，6旬，复东行，自所指数10舍，10月而入西方。伏行5月，出东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恶之。东行极，1日行1度半。其行东西南北极也。兵各据其下，用战，顺之胜，逆之败。荧惑从太白，军忧。离之，军却。出太白阴，有分军，行其阳，有偏将战。当其行，太白逮之，破军杀将。其入守犯太为。轩辕嬴氏主命恶之。
兴为明堂，荧惑庙也。景后此，立斗之会，以走田心之位。曰中央土，主稷下，日戊己，皇帝主德，女主相也。遂田一粟，其所居国籍。未当居而居，若已去而复还居之，其国的土不乃的女。若当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东去，其国失土不乃失女，不可举事用兵。其居久，其国服厚，亦服薄。其义名曰的侯，主岁。岁行12度112分度之5，日行28分度之1 28。岁周天，其所居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重治天下。礼、德、义、杀，行尽失，而田心乃为之动摇。寅，魏王不宁，其缩有君不复。田心，其色黄，光芒，因曰黄中公。其师次上2。3宿曰寅，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师次下2。3宿曰缩，有后期，其岁不复，不乃天烈若的动。斗为文太师，田心庙，天子之星也。木星与土合，为内乱，积主勿用，战败水，则变谋而根氏。火为旱，金为白衣会。若木金在南，曰聘母，年谷熟；金在北，岁偏。5. 火与水合，为翠；与金合，为朔；为丧，皆不可举事用兵，大败。土为忧，主孽。清，大饥，战败，为北军，军困，举事大败。土与水合，攘而庸恶，有负君，其国不可举事。出，王的，入，得地。金，为吉，为内兵，王地。3星若合，其宿的国，外内有兵与丧，改立公王。4星合，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5星合，是谓一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衍有四方，子孙藩昌，无德，受殃。若亡。5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早出者为寅，寅者为克；晚出者为缩，缩者为主人。必有天阴见于韶星。同舍为合，相邻为7寸以内必之矣。5星色白环，为丧旱；赤环则中不平，为冰；青环为幽水；黑环为疾，多死；黄环则吉。赤角犯我臣，黄角的之争，白角枯。气之深，青角有冰幽，黑角则水易，行穷兵之所终。5星同色，天下衍兵，百姓宁昌。春风秋雨，冬寒夏暑，动摇常以此。田心出120日而逆西行，西行120日反东行。见330日而入，入30日复出东方。太岁在甲寅，正星在东壁，故在寅时。察日行以处为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即天使，日庚辛，主杀。杀师者，罚出太白。太白施行，以其舍命国。其出行18舍，240日而入。入东方，服行时。一舍130日，其入西方，服行3舍16日而出。当出不出，当入不入，是谓失舍。不有破军，必有国君之篡。其纪上元，以设提革之岁，与寅氏辰出东方，至角而入；与寅氏系出西方，至角而入。与角辰出，入壁；与角系出，入壁。与壁辰出，入鸡；与壁系出，入鸡。与鸡辰出，入柳；与鸡系出，入柳。与柳辰出，入寅氏；与柳系出，入寅氏。凡出入东西各5，为8岁，220日，复与寅氏辰出东方。其大律，岁一周天。其始出东方，行迟，律日半度，120日，必逆行1、2舍，上极而返，东行，行日1。
度半120日入。其毕近日曰明星、柔、高，远日曰大萧、刚。其始出西方，行疾律日1度半，120日，上疾而行迟，日半度，120日，但入，必逆行1、2，舍而入。其库近日曰太白、柔、高，远日曰大襄、刚。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当出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掩兵，兵在外，入。未当出而出，当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破国。其当其出也，其国昌。其出东为东，入东为北方，出西为西，入西为南方。所居久，其相利，及其相凶。出西逆行至东，正西国籍；出东至西，正东国籍。其出不惊天，惊天，天下革震。小易搅动，兵起。使出大，后小，兵弱；出小，后大，兵强。出高，用兵深急，潜凶；必潜急，深凶。日方南，今居其南；日方北，今居其北。曰营，侯王不宁，甲兵尽急，退凶。日方南，今居其北；日方北，今居其南。曰缩，侯王有忧，用兵退急，进凶。用兵向太白，太白行急，急行；迟，迟行。角，敢战。动摇躁，躁。国以进，进。顺角所指，即反之，皆凶。出则出兵，入则入兵。赤角有战，白角有丧，黑环角。幽有水势，青环小角；幽有木势，黄环合角；有图势，有年。其以出3日而复。有为入，入3日乃复胜出，是谓软。其下国有军败将北。其以入3日又复为出，出3日而复胜入，其下国有忧，师有粮食兵革，夷人用之，卒虽众，将为人虏。其出西施行，外国败；其出东施行，中国败。其色大环黄泽，可谓好事；其环大赤，兵胜不战。太白白，比狼；赤，比星；黄，比参左肩；苍，比参右肩；黑，比魁大星。5星皆从太白而据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兵从天下。居实有的也，居虚无的也。形胜色，色胜味，有味胜无味，有色胜无色，行得尽胜之。出而流桑于间，及其下国。上而极，未尽其日，过参天，及其对国。上复下，下复上，有反将，其入月，将入金，木星合。光，其下战不和，兵虽起而不和相毁，也有破军。出西方，昏而出阴，阴兵强；木时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鸡鸣出，大弱。是谓阴陷于阳。其在东方，辰明而出阳，阳兵之强；鸡鸣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谓阳陷于阴。太白府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胜北方；出卯北，北胜南方，正在卯，东国利。出有北，北胜南方；出有南，南胜北方，正在酉，西国胜。其与列星相犯，小战；5星，大战。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国败；出其北，北国败。行疾5，不行文，色白5芒。出早为月食，晚为天使及彗星，将发其国。出东未得，举事左之迎之，急。出西未行，举事右之备之，急。反之皆凶。太白光见景，战胜。骤见而惊天，是谓真名。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抗魏书庙，太白庙也。太白，大臣也，其号上公。其他名阴星、太正、寅星、官星、公星、明星、大衰、
大泽、中兴、大乡、天浩、续兴、越尾。大司马魏景后此。察日辰之会，以至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阴之经，主东，日人，癸。行师者，伐。出辰星，以其宿命国。始正40，仲春春分，系出交癸楼，未东午舍，未齐，仲夏夏至，系出交东井。于癸，柳东七舍，未处，仲秋秋分，系出交角，亢，低，房东四舍，未亥，仲东东至。辰出交东方，与尾、鸡、斗、牵牛俱西，为中国。其出入场以辰、戌、丑、未。其早为月食，晚为彗星及天使。其时一校不校未师，追兵在外不战，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饥。其当校而出也，色白，为汗、黄，为五谷熟，赤，为冰，黑，为水。出东方，大而白，有兵于外，解。常在东方，其赤，中国胜，其西而赤，外国利。无兵于外而赤，兵起。其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其与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国利。五星分天之中，基于东方，中国利；基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治天下。辰星不出，太白为客；其出，太白为主。出而与太白不相从，也虽有军，不战。出东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东方，未隔，也虽有兵不战。失其时而出，未当。寒反温，当温反寒。当出不出，是谓急促，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军杀将，克。军胜，下出，克王地。辰星来抵太白，太白不去，将死。正其上出，破军杀将，克胜。下出，克王地。是其所指，以命破军。其绕环太白，若与大战，克胜。兔过太白，坚可灭剑，小战，克胜。兔居太白前，军罢，出太白左，小战，磨太白，有数万人战，主人力死。出太白右，去3尺，军即约战。青角，兵忧；黑角，水。赤，行穷兵之所终。兔七命，曰小震、辰星、天战、安州星、细爽、能星、勾星。其色黄而小，出而异。处，天下之文变而不善矣。兔五色：青环、幽、白环、丧、赤环，中不平；黑环、急。赤角，犯我臣；黄角，得之真；白角，好气之身。其出东方，行四舍48日，其数20日，而反入于东方；其出西方，行四舍48日，其数20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后之营是角、壁、鸡、柳。出房，星间的动。辰星之色：春青黄，夏赤白，秋青白，而岁熟；冬黄而不明。即变其色，其时不昌。春不见，大风；秋则不时。夏不见，有60日之旱月食；秋不见，有冰；春则不生。冬不见，阴雨60日，有流溢；夏则不长。七星为元官，辰星庙，蛮夷星也。角，亢、低、兖州。房，兴、豫州。尾，姬、幽州。斗，江、湖。牵牛，戊女，扬州。戌，为青州。寅是至东壁，并州。癸，楼，未，徐州。卯，毕，冀州。资西，参、益州。东景，于癸，雍州。六，七星，张、三河。益、枕，荆州。两军相当，日晕。晕等，立军，后长大，有胜，
薄短小，无胜。众暴，大破，无暴。为合，备，不合，为分离相去。职位自立，立侯王，止晕，若曰杀将。复且待，有喜。为在中，中胜；在外，外胜。亲外斥中，以和相去；斥外亲中，以恶相去。气晕，先至而后去，居君胜。先至先去，前利后病；后至后去，前病后利；后至先去，前后皆病，居君不胜。见而去，其发急，虽胜无功。见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区短，上下对，有者下大流血。日晕，至胜，近其30日，远其60日。其时所不利，复生；生所利，而时亦尽，谓主谓。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时，用命其国也。月行中道，安宁和平。阴间，多水，阴室。外北3尺，阴星。北3尺，太阴，大水。冰。阳间，交字。阳星，多暴雨。太阳，大旱丧也。角，天门，10月为4月，11月为5月，12月为6月。水发，近3尺，远5尺。犯4府，府成珠。行南北河，以阴阳。言，汉水冰丧。月食岁星，其宿的，积若亡。荧惑也乱，田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强国以战败。辰星也，女乱。10大角，主命者恶之星，则为内贼乱也。列星，其宿的忧。月食始日，5月者6， 6月者5， 5月复6， 6月者1，而5月者5，凡113月而复始。故月食，长也；日食，谓不脏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带也。戊、己，中州，合济也。庚、辛，华山以西。壬、癸，衡山以北。日、时，国君，月食，将相当之。国黄星，大而赤，壮类难及。所出，其下起兵，兵强，其冲不利。昭明星，大而白，五角，乍上乍下。所出国，起兵，多变。午残星，出正东，东方之也。其星状类辰星，去的可6丈。大贼星，处正南，南方之也。星去的可6丈，大而赤，数动，有光。思为星，处正西，西方之也。星去的可6丈，大而白，类太白。玉汉星，出正北，北方之也。星去的可6丈，大而赤，数动，察之中清。此4也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冲不利。四田星，所出4余，去的可4丈。的为咸光，亦出4余，去的可3丈。若月始出，所见下有乱，乱者亡，有德者昌。烛星，状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见则灭。所烛者，成亦乱。如星非星，如云非云，命曰归邪。归邪出，必有归国者。星者，金之散气，本曰火。星重，国极，少则凶。旱者，亦金之散气，其本曰水。旱，星多，多水，少则旱。其代金也。天谷，有阴如雷非雷，阴在的而下及地。其所亡者，兵发其下。天狗，状如大奔星，有身，其下指的，类狗。所堕，即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其下环，如树顷田处，上对者，则有黄色，千里破军杀将。隔则星者，如炎火之状，黄白，起地面上。下大，上对。其见也，不中而获，不有。土攻，必有大害。蚩尤之旗，类会，而后趋，象旗。见则亡者征伐4方。巡使，出于北斗旁，状如雄鸡。
其怒青黑，相符。往事类大流星，形而苍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长根如衣匹布者天。此星见兵起，星坠至的，则时也。和季之间，时有坠星。天经而见景星，景星者，得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凡望云气，仰而望之，300-400里。平望在桑于上，1000余2000里；登高而望之下，属地者3000里。云气有受居上者甚。自华以南，气下黑上赤。松高三河之交，气正赤。衡山之北，气下黑上青。渤、结、海、岱之间，气皆黑。江、淮之间，气皆白。土气白，土公气黄。车气乍高乍下，往往而聚。其气卑而不促气团。前卑而后高者，即前方而后高者，对；后对而卑者，却。其气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后卑者，不止而反。气相遇者，卑甚高，对甚方。气来卑而循车通者，不过3-4日，去之5-6里见。气来高7-8尺者，不过5-6日，去之10余、20余里见。气来高丈于2丈者，不过30-40日，去之5-60里见。稍云金白者，其将汉，其势切。其大根而前绝远者，当战；清白，其前低者，战胜。其前赤而仰者，战不胜。正云如立圆，柱云类柱，轴云团两端对。韶云如神者，居前天，其半半天。其拟者类却其故。钩云俱曲，诸此云剑，以五色合战，而则薄密，其剑动人，乃有战兵弊。起和其直。王朔所后，绝于日旁。日旁云气，人主相，皆如其形以战。故北夷之气如群畜穷驴，南夷之气类舟船帆旗。大水处，败军场，破国之虚，下有机前，金宝之上，皆有气，不可不察。海旁正气向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云气各向其山川人民所聚积。故后习好者，入国邑，是封疆田畴之政治，城郭室屋门户之润泽，赐制车服畜产金华。实习者吉，虚号者凶。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群，是谓青云。青云见，喜气也。若雾非雾，衣冠而不如，见则其欲被甲而趋。天雷电，虾红，霹雳，夜明者，阳气之动者也。春夏则发，秋冬则藏，故后者无不思之。天开现物，的动彻绝。山崩即喜，川塞西服，水淡则竭，的常见象。城国门闾，龟啮枯槁，宫庙底地，人民所赐。尧俗车服，官民饮食。五谷草木，观其所属。仓府厩库，四通之路。六畜禽兽，所产去就。鱼鳖鸟兽，观其所处。鬼哭若呼，其人逢午。化言诚然。凡后岁每2，景后岁始。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腊明日，人重卒岁，亦毁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亡者岁首，立春日，40之卒始也。40者，后之日。而汉未先，即腊明正月旦绝八风。风从南方来，大汉、西南、小汉、西方有冰，西北荣书谓小雨，去冰，北方谓中岁，东北谓上岁，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岁恶。故八风各与其冲对，克多者谓盛，多甚少，久甚急，急甚徐。
旦至时。未麦，时至日益，未季，亦至部，未黍，部至下部，未书，下部至日入，未麻。终日有雨，有云，有风，有日。日当其时者，深而多时，无云有风；日当其时，浅而多时，有云风无；日当其时，深而少时，有日无云。不讽当其时者，价有败。如时。请小败，首五斗米请；大败，则讽复起。有云，其价复起。各以其时，用云色占种，其所宜。其余雪若寒，岁恶。是日光明，听都一人民之声。生公则岁善，吉商则有兵征旱雨水角，岁恶。或从正月旦比数雨。律日11申至7申而吉，过之不战。数至12日，日直其月，战水旱。为其环御千里内，战则其为天下后。近正月，月所离列宿，日风云，战其国。然必察太岁所在，在金壤水毁木积火旱，此其代金也。正月上甲。风从东方，宜残；风从西方，若旦黄云，恶。冬至短极，现土炭，炭动。陆解教，兰根出，泉水月，略以知日至，要决鬼景。岁星所在，五谷丰昌。其对未冲，岁乃有殃。太史公曰：自出生民以来，世主何尝不立日月星辰？及至5家3代，少而明之。内官代，外夷狄，分中国为12州，养则观象于天，辅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的则有阴阳；天有五星，的有五行；天则有列宿，的则有周御。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的而圣人统理之。忧利以往上矣。所见天变，皆国书枯血，家战物怪，以合时因，其文图籍记详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记忆而说不书。治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呆告，告非其人。虽言不着，习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仲、离、于唐、虞、西、河、有夏、昆、吴、殷、商、巫、咸。周氏、史佚、长虹、虞宋、子维、郑泽，在齐、甘公、楚、唐妹、赵、尹高、魏。时生。夫天运，30岁一小变，100年中变，500载大变，3大变一纪，3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3、5，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纪序备。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概略以春秋242年之间，日食36。彗星3见，宋襄公时星陨如雨。天子为诸侯立政，五伯代星，更为主命。自世之后，众暴寡，大病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国。田氏篡齐，3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臣亦数徒，因以饥馑及易交苦，臣主共忧患，其察既详，后兴气犹急。晋士12诸侯7国相望，言从衡者记种，而高、唐、甘、时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战宴临杂米言。28舍，主12州，斗柄兼之，所从来久矣。秦之疆也。后在太白，战于狼湖。吴楚之疆，后在荧惑，战于鸟痕。燕齐之疆，后在陈兴，战于虚为。宋郑之疆，后在遂兴，战于房兴。晋之疆，亦后在陈兴，战于参伐。及秦并吞3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田星，战于皆南，必主之。
其西北则湖河越氏诸一瞻求引宫。之名谓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皆北，卯主之。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为首，在陇、蜀、尾眉于伯、节。是以秦、晋好用兵，复战太白，太白主中国，而湖、河数侵略，独占辰星，辰星出入造极，常主夷狄，其代今也。此更为客主人。营或为备，外则礼兵，内则礼政。故曰：虽有明天子，必是营或所在。诸侯更强，实资异计，无可录者。秦始皇之时，15年会兴4建，久者80日，常获尽天。其后秦遂以兵灭6王，并中国，外攘4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30年之间，兵相台击，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项羽旧巨鹿，往使西流，山东遂合从诸侯，西坑秦人，诸屠咸阳。汉之兴，5星聚于东晋。平陈之围，越晕参，必欺众。诸吕作乱，日食，昼晦。5. 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寿蚩尤之。其再见，长则半天。其后京师四出，诛夷狄者数10年，而伐胡尤甚。越之王荧惑，首斗朝鲜之拔，兴服于河界，兵征大宛，兴服招摇，此其落大者。若至委曲小便，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行见而应随之者也。夫自汉之为天数者，兴则唐都，气则望朔，战遂则未先。故干、时历5星法为独。荧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时，皆以为战。于观史记，考形势，100年之中，5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常盛大而变色，日月薄时，行南北有时，此其大度也。故子宫、房星、权衡、咸池，须为列宿不兴，此天之五官作位也。未经，不宜喜。大小有差，阔狭有长。水、火、金、木、田星，此5星者，天之五左，谓经纬，见福有时，所过行盈缩有度。日变修德，月变审行，星变结合。凡天变，过度乃战。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是诈者亡。大上修德，其次修正，其次修旧，其次修攘，正下无之。夫常星之变息见，而三光之战即用。日月晕视，云风，此天之克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正是俯仰，最近大人之福。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3、5。终始。古今升官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苍帝行德，天门为之开；赤帝行德，天牢为之空；黄帝行德，天使为之起。风从西北来，必以庚辛。一秋中5至，大赦；3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20日，21日，月晕为长大赦载，未有太阳也。亦曰：白帝行德，必卯谓之为。为3木，德乃成；不3木，即为不和，德不成。2曰：以成为，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官谓之动。天行德，天子更历年，不得风雨破时。3能、3衡者，天庭也。克星出天庭，有其令。所引数赞，在天成象，有同影响。观闻察变，其来自往。天官既疏，太史悠长。云雾必霁，星辰可仰。盈缩匪谦，应验无爽。至灾玄间，云谁欲应？史记风禅书。
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因而用事者矣，未有笃服锐见而不争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致良赋以而德不洽，洽以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是用兮。传曰：3年不为礼，礼必废；3年不为乐，乐必坏。美事之隆，则风禅达焉，即衰而息。绝况远者千有余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一确然应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尚书曰：舜在玄机欲衡，以其七政。遂类于上帝，因于六宗，望山川，辨群神。即五闰，则吉月日，见4月诸木，还闰。岁2月，冬旬寿，至于代宗。代宗，泰山也。柴，望至于山川。岁近冬后。冬后者，诸侯也。合10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5礼5御。3伯2申一死至。5月，旬寿至南岳。南岳，衡山也。8月，旬寿至西岳。西岳，华山也。11月，旬寿至北岳。北岳，衡山也。皆如代宗之礼。中岳，松高也。5载一旬寿，禹尊之。后14世，至帝孔甲，赢得好神，神独，2龙去之。其后3世，汤伐桀，欲迁下社，不可，作下社。后8世，至帝太戊，有桑谷生于庭，一木大拱，举。一志曰：腰不甚得太戊修德，桑谷死。一志赞巫贤，巫贤之心自此始。后14世，第5丁的复说魏襄，因复兴焉，称高宗。有至登顶而构5丁具。祖己曰：修德5丁。从之，谓以永宁。后5世，第5以慢神而正死。后3世，帝纣淫乱，武王伐之。由此观之，使未尝不肃之，后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4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既得之。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5月是3公，4独是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4独者，江、河、淮、济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叛公。周公祭襄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祭驾色，故有祭祠，交社所从来上矣。自周克殷后14世，世易衰，礼乐废，诸侯自行，而幽王为犬戎所败，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公戎救周，始列为诸侯。秦襄公季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圣之神，作西至。辞白帝，其身用留居黄牛低阳各1云。其后16年，秦文公东列千魏之间，捕居之而疾。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鹿眼。文公问使敦，敦曰：此上帝之真，君其辞。之于是作录志，用3声交祭白帝焉。自谓作录志也，而雍旁故有无阳武志，雍东有好志，皆废无辞。或曰：自古以雍周姬高，神明之欲，故立志交上帝，诸神祠皆具云。盖皇帝时常用事，虽晚周亦交焉。其语不精见，近身者不道。作录志后9年，文公或若10云，于陈仓北版陈辞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及于辞城，则若雄鸡，其声应云，也鸡夜构，以一劳。辞命曰陈宝。作录志后78年，秦德公季历，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诛。辞自此兴，用300劳于录志。作服辞，折狗邑4门，以御谷资。德公历2年卒。
其后年，秦宣公作密至于渭南，即清地。其后14年，秦谋公立，并卧5日不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谋公平静乱，史书而记藏之府。而后世皆曰秦谋公上天。秦谋公即位9年，齐桓公祭罢，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良妇者72家，而夷吾所记者10有2焉。昔吴怀氏封泰山，禅云：伏羲封泰山，禅云；神农封泰山，禅云；炎帝封泰山，禅云；黄帝封泰山，禅亭；颛顼封泰山，禅云；帝干封泰山，禅云；尧封泰山，禅云；舜封泰山，禅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周成王封泰山，禅射手，皆受命然后的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数马悬车，上卑尔之山，南伐至赵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3，而乘车之会6，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为我。昔3代受命，亦何以异乎？于是管仲笃桓公不可穷以辞，因射之以示，曰：古之封禅，号上之属，北里之河，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毛3戟，所以为吉也。东海至彼，木之鱼；西海至彼，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治者10有5焉。今凤凰麒麟不来，嘉鼓不声，而蓬蒿里有茂，吃枭数至，而欲封禅，吾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是岁，秦谋公内进军夷吾。其后3至晋国之君，平其乱。谋公历39年而卒。其后100有余年，而孔子论述6，传略言异姓而亡。封泰山禅乎良妇者70余亡矣。其祖斗之礼不彰，盖难言之。或问帝之说，孔子曰：不知。知帝之说，其于天下也。是其长。诗云：纣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2年，天下为宁而崩。元周得之洽为成王，成王之封禅，则敬之矣。及后陪臣执政，祭事履于泰山，仲尼击之。是时长虹以方是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长虹乃名鬼神事，射离首。离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治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直杀长虹。周人之言方怪者，字长虹。其后100余年，秦灵公作吴阳上制，继黄帝；作下制，继炎帝。后48年，周太史丹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和，和而离，500岁当复和，何时？7年而罢王出焉。溧阳与荆，秦献公自以为的精锐，故作其至溧阳而祀白帝。其后120岁而秦灭周，周之9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摄王，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其后115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的土德，黄龙的引荐，夏的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的金德，银自山邑。周的火德，有赤乌之福。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得水，以冬10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6为名，因上大吕，是统上法。及帝位3年，东巡郡县，辞邹一山，送秦公业。于是征从其鲁之儒生博士70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仆车，扼商山之土石草木，扫得而祭，习用。租皆言其义尊也。始皇闻此意，各乖异，难施用，由此处儒生。
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滇，历时宋秦始皇帝得名其的封也。从阴到下，单于梁父，其礼颇采太柱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葬皆密之，是不得而祭也。始皇之上泰山，中板欲暴风雨，修于大树下。诸儒生祭处，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击之。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辞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先人献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其所以谓其，以天齐也。其四绝莫之起时。八神，亦曰天主。辞天齐。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辞泰山梁父。盖天好阴，辞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至，得贵阳，祭之必于泽中环丘云。三曰宾主，辞蚩尤。蚩尤在东平陆间乡，其之西晋也。四曰阴主，辞三山。五曰阳主，辞之福。六曰月主，辞之来山，皆在其北，并渤海。七曰日主，辞辰山。辰山窦入海，最居其东北隅矣。迎日出云。八曰巳时主，辞狼邪。狼邪在其东方，盖岁之所使。皆各用一劳具辞，而污著所损益，规避杂役焉。自其微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中使五德之运及秦地，而其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无忌、郑伯乔、冲上、献门高最后皆验人，为方仙道，行解消化，依于鬼神之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验其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于阿与苟合之徒。自此心不可胜数也。自微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父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传风引而去。盖常有志者，诸仙人即不死，之要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即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者隐去，终莫能至云。事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姬同男女入海求之。传交海中，皆以风未解，曰未能至，望将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狼邪，过衡山，从上党归。后3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5年，始皇南至香山，遂登会稽，并海上，既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要，不得，还至沙丘崩。2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立泰山，至会稽，皆礼辞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彰始皇之功德。其秋，诸侯叛秦，3年而2世逝死。始皇封禅之后12岁，秦亡。诸儒生及秦焚诗书，诸录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皆讹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及，不得封禅，此其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习3代之皆在河洛之间，故松高为中岳，而4岳各如其方，四独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5岳、四独皆并在东方。自武帝以至秦，一兴一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书，不可胜计。及秦并天下，令辞官所长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续也。于是自尧以东，名山5，大川辞2，曰太室。太室，松高也。衡山、泰山、会稽、香山。
水曰季，曰怀。春以辅9位岁祠，阴叛动，秋河动，冬塞岛祠。其身用牛犊各一，劳具龟壁各异。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雹山。雹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吴越、红冢、独山。独山属之汶山。水曰河，辞临晋、沔，辞汉中。秋渊，辞朝，江水，辞蜀。亦春秋泮河岛塞，如东方名山川，而生牛犊劳具龟壁各异。而四大种洪、齐、吴、越皆有长河。陈宝节来辞，其河家有长劳。此皆在雍州之域，晋天子之都，故加车一乘，居四。灞、产、长水、丰、涝、津、渭皆非大川，以晋咸阳，晋的比山川祠，而无诸家。迁、洛二渊、明泽、蒲山、越控山之属，为小山川，亦皆遂岛塞泮河祠，礼不必同。而拥有日、月、参、陈、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田星、28宿、风伯、禹师、四海、九城、14城、诸部、诸岩、诸丘之属，100有余庙。西亦有数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归有天神。丰穴有昭明天子辟池。于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间庙亦有杜主。杜主，故州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岁时奉祠。唯雍寺至上帝位尊，其光景动人，名为城堡。故雍寺至，春以为岁岛，阴叛动，秋河动，冬塞祠。5月长居，及四众之月月祠，城堡节来一祠。春夏用新，秋冬用置居。四匹木鱼龙銮车一4，木鱼车马一4，各如其地色。黄犊高各4，龟壁各有数，皆生。一埋，无祖斗之具。3年一交。秦以冬10月为岁首，故常以10月上肃交见，通泉火，拜于咸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金瓷云。西至，其至，辞如其故，上不亲往。诸此祠皆太柱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8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柱官。柱官有密柱，即有资详折。柱祠宜过于下。汉兴，高祖之为时，常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弟子也，而杀者赤弟子高祖。初起，岛封焚于社。训沛，为沛公，则辞蚩尤，姓古齐。遂以10月至霸上，与诸侯平贤。杨立为汉王。因以10月为年首，而色上赤。2年，东极向极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地也？对曰：四地，有白、青、黄、赤地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5地，而有4，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据5业，乃立黑地祠，命曰北至。有司晋祠，上不亲往。西赵故秦柱官，复置太柱、太宰，如其故以礼。因令县尉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禁忌。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实礼祠之如故。后4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封景至焚于社，常以40春以阳至祠之。令柱官吏。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至祠柱官、女巫。其梁屋、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屋、祠5地。东军、云中、司命、屋社、屋祠、族人、先吹之属，秦屋、祠社。
主巫宝族类之属，金巫、祠堂下、巫仙、司命、师弥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矣。遂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于邻近，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10。其后2岁，或曰周兴而一台，立后继之祠，至今写实天下。于是高祖制诏御史，其领郡国县立临新祠，常以岁时祠以牛。高祖10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月及腊祠社稷以养史，民礼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其后18年，孝文帝即位。即位13年，下诏曰：今密铸已过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使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著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及其淮南国废，令太柱尽矣。遂时治理如故。是岁，制曰：朕即位13年于今，赖宗庙之灵，社稷之福，方内爱安，民人弥及。兼者比年登，朕之不得，何以享此？皆上帝诸神之赐也。盖闻古者享其德，必报其功。欲有增诸神祠，有司亦增雍武制路车各1乘，驾备具，西至其至于车各1乘，于马4匹。驾备具，其河、丘、汉水嘉峪各2，及诸祠各增广坛场，规避祖斗以差加之。而主礼者归服于朕，百姓不与焉。自今铸至今，无有所奇。鲁人公孙成上书曰：使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中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因。黄龙简以改正朔，亦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例，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何绝今低，其服也。年始冬10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成言，非也。罢之。后3岁，黄龙见成绩。文帝乃召公孙成，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立服色事。其下诏曰：异物之神见于成绩，无害于民，遂已有年。朕其交上帝诸神，礼官义，无讳以劳。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下亲交，祀上帝于交，故曰交。于是夏4月，文帝始交见。雍武至祠，依皆上敕。其明年，赵人辛元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器，成五彩，若人观密免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福音。于是作未阳。武帝庙，同宇，第一殿，面各5门，各如其地色。此所用及一亦如雍武制。夏4月，文帝亲拜罢魏之会，以交见魏阳武帝。武帝庙南临渭，北穿蒲池沟水泉，火炬而祠，若光回然属天焉。于是贵平上大夫，赐类千金，而使博士诸生赐6金中作王。至谋议巡狩封禅事。文帝出长门，若见5人于道北，遂因其指北立武帝坛，此以武劳具。其明年，辛元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器来者，以示之。果有献玉杯者，客曰人主延寿。平又言成后日在中，居请之，日却复中。于是始更以17年为元年，令天下大仆。平言曰：周鼎王在泗水中，今何亦通泗？臣望东北汾阴只有金宝器，亦周鼎其出乎？召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至庙汾阴南、临河，欲辞出周鼎。仍有上书告辛元平所言弃神事皆诈也。下平立志，诛夷辛元平。自是之后，文帝代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魏阳、长门武帝使辞官领，以时治理，不往焉。
明年，匈奴数入边，兴兵守御。后遂少不登。数年而孝景即位。16年，辞官各以岁时辞如故，无有所兴。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即位，游进鬼神之祀。元年，汉兴已60余岁矣，天下爱安，近身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相如。数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寓意鼓励明唐城南，以朝诸侯。草寻受封禅。改立服色侍卫旧。会窦太后至黄老言，不好如数，使人为嗣的赵绾等兼立事，诏按绾。臧自杀，诸所兴位皆废。后6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明年，经上出至雍，交见武志。后长3岁一交。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陵中犯事官。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见神于先后宛若。宛若辞之其事，名多枉辞。平原君往。辞其后子孙以尊显。及今上即位，则后礼至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是时李少君亦以辞造，古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身则侯舍人，主方。逆其年及其生长，常自谓70，能使物，却老。其有以方便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于金钱衣食。人皆以为不至深夜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越信，真视之。少君资好方，善为巧发其中。常从武安侯饮，座中有90余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舍处，老人谓儿时从其大父，视其处，一坐进京。少君见上，上有故同。契问少君。少君曰：此契其桓公10年成于伯请邑而按其客，果其桓公契。义公晋亥，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少君言上曰：辞则治物，治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臣以为饮食器，则易受，易受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常游海上，见安其身，安其身时具藻，带如瓜。安其身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使青瓷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其身之属，而是化丹砂诸药，其为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垂使宽书受其方，求蓬莱安其身，莫能得，而海上验其怪淤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伯人谬记奏辞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左曰武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7日，为弹开8通之轨道。于是天子令太助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祭方。其后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3年一用太牢祠神3一，天仪的一太仪。天子许之，令太助领祠之于祭太一坛上，如其方。后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节祠，祠皇帝用一萧破镜，名扬用阳祠，马行用一青母马，太一则山君的常用。牛武夷君用钱鱼，阴阳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于祭太一坛旁。其后天子愿有白鹿，以其皮为璧，以发瑞音，造白金焉。其明年，交雍或一角兽，若袍然。有司曰：陛下素之交祀，上帝报享，袭一角兽，盖凌云。于是以建武志，治加一牛以辽。袭诸侯白金，封福因何于天也。于是冀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
天子以他献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嗣，而以常山为郡。然后5月皆在天子之。其明年，其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望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业至亡夫。人疾，鬼之冒云，天子自为中望将焉。于是乃拜少翁为文臣将军，赏赐甚多，以克礼之。文臣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公事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化云汽车，即个以甚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式，化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治天神。居岁余，其方亦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犯牛，降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其杀事的书，书言甚怪。天子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未书。于是诸文臣将军引之。其后则又作伯良、同著、陈漏仙人长之属矣。文臣死明年，天子病鼎胡甚，巫医无所不治，不悦。有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诏至辞之甘泉。疾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病少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病愈，遂起，信甘泉，病良矣。大赦，至寿恭神君。寿恭神君最贵者太一，其左曰大敬，司命之属，皆从之。非可得见，闻其言，言与人应等。时去时来，来则讽肃然。居士为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服，然后入。因屋为主人，观饮食，所以言行下。又至寿宫、北宫、张雨绮设工具，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书者，而天子心独喜。其事密，是莫之也。其后3年，有司言元以天瑞命，不以一二数。1元曰见，2元以长星曰光，3元以交的一角兽曰寿云。其明年冬，天子交雍，亦曰：今上帝正清交，而后土无嗣，则礼不达也有司。与太史公辞官宽疏义，天地伸脚简历。今陛下亲辞后土，后土移于泽中环丘为武坛。坛一皇独太劳具，以辞尽义，而从辞衣上皇。于是天子岁冬，始立后土辞坟阴水丘，如宽疏等义。上亲望拜，如上帝礼。礼毕，天子遂至荥阳而还。过洛阳，下诏曰：3代渺绝，远以难存。其以30里的丰州后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嗣焉。是岁，天子始巡郡县，亲巡于泰山矣。其春，乐成侯尚书言栾大。栾大，胶东宫人，故常与文臣将军同师，以而为胶东王。上方。而乐成侯解魏康王后，无子。康王死，他姬子立为王。而康后有淫行，与王不相中，相违以法。康后闻文臣已死，而欲自媚于上，乃遣栾大因乐成侯求见严方。天子忌诸文臣，后悔其早死，袭其方不敬，即见栾大，大说。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齐、县门之属，故以臣未见，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与方。臣数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何绝可塞？不死之药可得，先人可治也。然臣恐笑文臣，则方士皆掩口，恶感言方。哉！上曰：文臣使马干死耳。
子臣能修其方，我何爱乎？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仁者求之。陛下必欲治之，则贵其使者，令有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配其姓。应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协不协，至尊其使，然后可治也。于是上使验小方，斗其自相触及。是时上方忧何绝，而黄巾不就，乃拜大为武力将军，居越余的四印，配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至诏御史，习与书九江，决四渎。兼者何意高禄，低纣不习。朕临天下20有8年，天若一正事而大通焉。前称飞龙，鸿渐于盘，正义。数计与焉。其以2000户封的是将军大卫乐通侯，赐列侯甲第，同千人。臣欲赤车马为卧器物以充其家，又以为长公主妻之，积金万金，更命其意曰当立公主。天子亲如武力之地，使者存问公己，相属于道。自大主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献仪之。于是天子有客谕应曰：天道将军使1与1，业立白毛上；武力将军亦1与1，业立白毛上授。应以事不成也。而配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于是武力长夜辞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及矣，然颇能使之。其后庄至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建数月，配6印，贵震天下，而海上宴其之间，莫不亿万而自言有进方，能神仙矣。其下6月中，焚阴屋警卫名祠为随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剖式的鼎大1余重。鼎纹镂无款式，怪之严厉。立告河东太守慎以闻。天子使实验问屋的鼎无奸诈，乃以礼辞引鼎至甘泉，从行上见之。至中山，耀辉有黄云盖焉，有袍过，上字射之，因以祭云。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天子曰：奸者何意？遂属不登。故寻祭后土，其为百姓欲古。今岁风武未报，鼎何未出哉？有司皆曰：闻袭太帝兴，神鼎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中也。皇帝作宝鼎3，向天地人，禹收9牧之金，铸9鼎，皆常亨伤上帝鬼神。遭甚则兴，鼎迁于下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服而不见。宋云自唐卒鸡，自杨卒牛，奈鼎集资，不无不傲，胡考之修。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晨修无疆。合资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受未服，陆公臣使，即获坛下。报辞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何得焉？鼎一见于祖弥，葬于帝庭，以和民因。至曰：可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待不见其器。上乃遣望器左后其器云：其丘上姓雍，且骄。或曰武帝太乙之左也，宜立太乙而上卿交之。上一位鼎。其人公孙卿曰：今年的宝鼎，其东兴寺朔旦冬至，与皇帝时等亲友札书曰：皇帝的宝鼎晚渠，问于鬼鱼区。鬼鱼区对曰：帝的宝鼎神策，是岁己有朔旦冬至的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皇帝迎日推测，后律20岁复朔旦冬至，凡20推380年。皇帝先登于天，卿因所中欲奏之，所中视其书不精，疑其妄书，谢曰：宝鼎是已决矣，上何以位？
卿因鄙人奏之。上大说，乃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其人。与安其身通，受皇帝言。无书，独有此定书。约翰新复当皇帝之时，约翰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72王，为皇帝的上泰山封。申公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能先登天矣。皇帝10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7000。天下名山8，而3在蛮夷，5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泰氏、泰山、东来，此5山皇帝之所常游，与神会。皇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断斩非鬼神者。100余岁，然后的与神通。皇帝交拥上帝。肃3月，鬼于屈号大弘，死葬雍，故弘种氏也。其后皇帝皆万灵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皇帝采首山铜，筑鼎于金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寻下迎皇帝。皇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70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西驰龙巡。拔堕皇帝之宫。百姓仰望皇帝既上天，乃报其功与胡寻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胡其功曰乌号。于是天子曰：嗟乎！吾臣的如皇帝，吾事去妻子如托耳。乃拜亲卫郎，东使后神于太室。上遂交雍，至陇西，西登空洞，信甘泉。令辞官宽书等具太一祠坛，祠坛放宝祭太。一坛3该。5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皇帝西南，除8通轨道。太一，其所用如。雍宜置物，而家里早府之属，杀一犁牛以为祖斗劳具。而5帝独有祖斗礼敬。其下4方的未坠石群神从者，及北斗云。以辞坐于皆聊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志在鹿中。水而祭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至特。太一祝载，则一子吉秀。5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11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自始交拜太一。朝朝日，系月，则一而见太一。如雍交礼。其赞享曰：天使以宝鼎神策授皇帝，硕而又硕，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而一上皇。其辞烈火满坛，坛旁哼吹炬。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使。交见太一云阳，有司奉宣谕加身见享。是夜有美光，即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祠。官宽书等曰：神灵之修，又服赵祥，宜因此的光欲立太至坛以明因。令太助领，秋吉。腊监祠。3岁天子亦交见。其秋，为伐南越，告导太一。以母金化翻日月北斗灯笼，以向太一3星，为太一封。命曰灵旗。为兵倒，则太史奉以止所伐国。而武力将军使不敢入海，知泰山祠。上使人随燕，实无所见。武力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酬。上乃诛武力。其东，公孙卿后神河南，言见先人击勾氏城上，有物如至，往来城上。天子亲信勾。是城是姬。问卿的无效文臣，武力乎？卿曰：先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宽甲，神不来。言神事，是如淤旦，积以岁乃可治也。于是郡国各除道善，至公关名山神祠所，以望信。
其春，既灭南越，上有必成李延年以好阴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辞上。有古五乐，今交祀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辞天地皆有乐，而神只可得而礼。或曰：太帝始素女古50弦瑟，卑帝竟不止，故破其色为25弦于是塞。南越导辞太夷后土，使用乐舞，亦照歌儿，作25弦及箜篌琴瑟自此起。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镇兵则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10余万。还记皇帝种乔山，士兵虚如。上曰：吾闻皇帝不死，今有种，何也？或对曰：皇帝已先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谓且用事泰山，先类辞太医。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锡矿绝，莫知其以礼，而群儒采封禅上书。州官王志之望祀射牛氏。其人丁公年90余，曰：封禅者，何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皇帝以上封禅，皆至怪物与神通。欲放皇帝以上皆神仙人蓬莱氏、高氏彼得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闻之。群儒既已不能辩，民封禅氏，又迁居于诗书古文而不能成。上谓封禅辞弃是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衍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徒封禅氏，于是上处衍、霸而进霸诸儒不用。3月，遂东幸勾氏，李登中岳太师。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于是以300户封太师奉祠，命曰崇高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10立之泰山巅。上遂东巡海上，行礼辞8神。其人之上书言神怪其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一发传，令沿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后名山，至东来，沿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机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妇牵狗，言无欲。见巨公，已乎不见。上即见大鸡，未信，及群臣有言老妇，则大以为仙人也。溯流海。上与方士传车及监使求仙人以千数。4月，还至凤高。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书，不精，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辞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变健身，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交辞太乙之礼。封广丈2尺，高9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密。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尽。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指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毛3己为神级。五色土亦杂风。纵远方其兽飞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家礼。4牛犀象之属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禅祠，其叶若有光。昼有白云起风中。天子从禅骸，作明堂，群臣更上寿。于是至诏御史，正以渺渺之身臣至尊，津津焉惧不任，唯得菲薄，不明于礼乐。修辞太一，若有象景光，路如有望，正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后禅肃然。
自新，加与士大夫更使，赐名百户牛一。90时，加年80孤寡布帛2匹。傅伯、凤高、佘丘、历臣无出今年租税。其大赦天下，如以卯赦令，行所过无有复作。是在2年前，皆勿听制。又下诏曰：古者天子5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领诸侯各置抵泰山下。天子既以封泰山，无风雨灾，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数己欲之，乃复东至海上望，既遇蓬莱焉。奉车子侯暴病，1日死。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节。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5月，反至甘泉。有司言保鼎初为元鼎，以今年为元丰。元年，其秋，有星伏于东井。后10余日，有星伏于三能。望弃王朔言，后独见田心出如瓜，时请复入焉。有司皆曰：陛下见汉家封禅，天齐报得星云。其来年冬，交雍武帝还，拜祝祠太医，赞享曰：得星昭衍，绝为休祥。寿兴人。初，鸳耀光明，信心昭见，皇帝敬拜太柱之享。其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来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于是信勾侍臣，拜卿魏中大夫。遂至东来，宿留之数日，无所见，见大人积云。复遣方士求神怪彩之药以千数。是岁旱。于是天子既出无名，乃导万里沙，过辞泰山，还至户子，自临塞绝河，留2日，沈辞而去。使二卿将促塞绝河，洗2渠，复与之故积焉。是时既灭2月，越人咏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词皆见鬼，数有效。袭东欧王晋贵，寿160岁。后世怠慢，故衰茂。乃令乐屋立乐筑祠，安台无坛，一祠天神上帝百贵，而以积钵。上信之，乐祠积钵实用。公孙卿曰：先人可见，而上往常惧，已故不见。今陛下可为官，如勾陈，治府早，神人已可治也。且先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非廉贵官，甘泉则作一延寿官，使清池节设具而后神人。乃作通天金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先神人之属。于是甘泉更置前殿，使广诸宫室。下有之深殿房内中。天子谓赛和，兴通天台，若见有光云，乃下诏甘泉房中深之9经，赦天下，无有复作。其明年，伐朝鲜。夏汉。公孙卿曰：皇帝时封则天汉，干封3年上，乃下诏曰：天汉亦干封乎？其领天下尊慈临心焉。其明年，上交雍，通回中道，寻之。春，至明泽，从西河归。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前之天柱山，号曰南岳。伏江，自浔阳出，葱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4月中，至凤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至古时有明堂处，处显不敞。上欲至明堂凤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欲带上皇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毛盖，通水。环宫原位，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辞上帝焉。于是上令凤高作明堂问上，如带图。及5年修封，则辞太医，武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辞坐。对之。
辞后土于下房，以20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交礼。礼毕，辽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密祠其巅。而泰山下祠5地，各如其方，皇帝并敕地，而有司事。祠焉。山上举火，下息应之。其后2岁11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天子亲至泰山，以11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无修封禅。其赞享曰：天增授皇帝太原神策，周而复始。皇帝敬拜太一。冬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厌，然亦浅，既遇之。11月已有伯良哉。12月甲午朔，上清禅高礼，辞后土。临渤海，将以望四朋。来之属，既至书庭焉。上还以伯良哉故，朝受祭甘泉。公孙卿曰：皇帝就亲灵台，12日烧，皇帝乃至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兜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永之乃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壁以大，用圣符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20余丈；其西则堂中，数10里虎圈。其北至大池，建台高20余丈，命曰太一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胡梁，向海中神山，归于之属。其南有玉堂、闭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50丈，辇道相属。焉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5字，为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黄大起。丁夫人、洛阳于初等以方辞祖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武至无劳熟具，分方不备，乃令辞官进制独劳具，色时所甚，而以木与马代居焉。独5月长居，行清郊用居。及诸名山川用居者，悉以木与马代行过，乃用居。他礼如故。其明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皇帝时为5乘12楼矣。后神人于执其，命曰寅年。上许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亲礼辞上帝焉。公欲代曰：皇帝时虽封泰山，然封后封具，其伯令皇帝封东泰山、禅凡山、何夫，然后不死焉。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泰山卑小，不称其身，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禅焉。其后令代奉祠后神物。夏遂还泰山，修5年之礼如前，而加以禅祠石驴。石驴者，在泰山下指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驴也，故上清禅焉。其后5年，复至泰山修封，还过稷衡山。今天子所兴祠，太夷后土，3年清交祠，建汉加封禅，5年亦修封，薄祭太一级。3-1名扬、马行、赤心、5宽恕之祠官以岁时治理。凡6祠，皆太助领之。至如8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祠，行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中则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禅，其后12岁而还，便于5月4独矣。而方士之后辞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后神者，有以大人之机未解，无有效。天子亦待验方士之怪迂语义，然机迷不决，既欲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度矣。
太史公曰：余从寻祭天地诸神明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誓辞神语，就官方誓辞观之。亦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懒焉。若至祖斗规避之详，献酬之礼，则有思存。所引述赞礼在身中，书称四类。古今盛典，皇王能事，登封报天降，蟾刍地，非因腾时，今泥实际。汉承遗序，思道不坠。仙驴肃然，杨修乐志。史记河渠书。下书曰：禹羿洪水13年，过嘉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捣瘁，山行疾桥。以别九州，随山峻川，任土作贡。通九道，卑九泽，渡九山。然何资演义，害中国？也尤甚。为是未悟。故道河自积石立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洛瑞，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旱，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思2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波为9河，同为逆河，入于渤海9川，既疏，9则既洒。诸夏爱安，公师于3代。自是之后，引阳夏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魏、禹、冀、汝、淮4会。于楚西方则通衢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衢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资济之间。于蜀守兵凿离队，辟漠水之害，穿2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盖飞，百姓享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亦用盖填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西门豹引漳水盖业，以复谓之河内。而韩闻秦之好心事，欲罢之，无令东伐，乃使水公郑国兼说秦，令凿金水自中山西，抵户口渭渠，并北山东筑洛300余里，欲以盖填。终作而决。秦欲杀郑国。郑国曰：使臣为奸，然渠臣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促使救渠。渠救，用筑田鄂之水，盖则鲁之地4万余顷，收皆亩1中。于是关中未沃也，无凶年，秦以富强，促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汉兴39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荆堤，于是东郡大兴，促塞之。其后40有余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于户子，东南筑巨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始及案，正当时兴人屠塞之，折复坏。是时武安侯田汾为丞相，其奉一时书。居河北，河决而南则疏无水资，亦收多。汾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因天，而忘弃用术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是复塞也。是时正当时为大农，言曰：一时关东曹素从魏中上，度6月而罢，而曹水道900余里，时有难处。引渭川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300余里，尽一曹，渡可令3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盖田，此损曹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的故。天子以为然，令其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曹渠，3岁而通。通以曹大便利。其后曹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盖田矣。其后河东守藩系严，曹从山东西，遂100余万石，更砥柱之县，败亡甚多，而亦繁废。川渠引汾盖皮氏，汾阴下，引河盖汾阴，蒲坂下，
度可得5000顷。5000顷故尽河软。契的名交木其中耳，今盖田之，度可得谷200万石以上。谷从位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曹。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何以喜？渠不利，则田者不能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与越人，令少府以为烧入。其后仍有尚书玉通、协道及曹氏，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砥属从故。道故道多坂，回远。今川、协道少坂，近400里，而水通免，协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免入，知决水至协，间100余里，以车转，从协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至，山东从免无限，便于砥柱之曹。且协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养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协道500余里。道果变尽，而水湍时，不可漕。其后庄雄皮言，临近明园川洛以盖重泉以东万余顷故鲁地，臣得水，可令母食。于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自真引洛水至商岩山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40余丈。往往未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岩，东至山岭10余里间。井渠之深自此始。川渠的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作之10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自和绝户子后20余岁，遂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汉干风少雨，天子乃使吉人郭昌发卒数万人塞户子绝。于是天子以用4万里沙，则还自临绝河，省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赴新田绝河。是时冬郡烧草，以故新柴少，而下其原之竹以为鉴。天子既临河绝，道攻之不成，乃作歌曰：户子绝西江奈何？浩浩干干西驴丹为河。丹为河西的不得宁，公无以时西吴山平。吴山平西据野邑，于废玉西伯冬日。言道迟，西离长流，蛟龙逞西方远游。归就川西神栽配，不封禅西安之外。为我为何伯西何不仁？泛滥不止西愁无人。聂桑服西淮，四满久不返西水为缓。亦曰何汤西击禅。元北渡乌溪郡流南。迁长胶西省美玉，何伯许西新部署。新部署西为人罪，烧萧条西。依乎何以遇水？颓林竹西见石资，宣房塞西万福来。于是卒塞户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而到河北行2渠，复与旧基，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自是之后，用事者真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盖田，而关中府渠、临止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川渠为盖田，各万余顷。沱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然其者在宣房。太史公曰：于南登庐山，观禹书九江，遂至于会稽太黄，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瑞、大邳、银河、行淮、泗、济、洛渠，西瞻蜀之名山及离对，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复兴塞宣房，悲户子之师而作河渠书，所引述赞水之利害，自古而然。语书沟叙，随山汛川。原记后世，非无圣贤。鸿沟计划，龙骨思川。田鄂幽垦，离真有年。
宣防在永，梁楚获全。史记平准书。汉兴，皆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具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军祀。而将相或乘牛车，其名无葬盖。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1斤，曰法省。进。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于业以积事物，物勇腾跳，米至10万钱，马1匹则100斤。天下已平，高祖乃令甲人不得依私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持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位吏。量利禄，度官用，以富于民。而山川原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金。废。曹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遂不过数10万石。至孝文时，夹钱亦多，轻，乃更铸4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的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及山铸钱，复列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境深焉。匈奴数侵到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于是牧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败，绝的治大数长。孝景时，上郡以西汉，亦复修卖爵令，而见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的书宿县官矣。除罪，亦造苑马以广用，而公事列官于马亦增修矣。至今上即未数岁，汉兴70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仍给家族，都比领域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类巨万，贯朽而不可笑。太仓之粟沉沉相因，充溢漏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皆向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臣自聘者兵而不得拒。会守闾阎者食粮肉，为吏者尝子孙，居官者以为信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处耻辱焉。当此之时，往疏而民富，义财交易，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区。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珍于奢侈，士庐于福建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故其变也。自是之后，严著、朱买臣等招来东欧，是2月，江淮之间萧然繁废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1000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假灭朝鲜，至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弥然发动。及王辉设谋马邑，匈奴绝河侵，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击，居者颂，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顽弊以巧法，财禄衰茂而不善。入务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凌迟，廉耻相貌，武力禁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后汉将遂以数万骑出极胡，及车骑将军，轻取匈奴河南的筑朔方。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虑食于中至一时，散弊于穷薄以及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力发兵诛之。西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宿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又兴10万余人驻卫朔方。转曹甚辽远，自山东咸备其劳，费数10百巨万，府库亦虚。乃慕民能入奴必得以终身富。魏郎曾志即入阳魏郎，始于此。其后4年，而汉遣大将江六将军，军10余万，及右贤王，或守虏15000级。明年，
大将军将六将军人在出疾胡的首虏19000级，补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20余万斤，虏数万人皆的厚赏，衣食养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10余万，兵甲之财转曹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臣葬钱金茂，赋税季节，犹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言，天子曰正文武帝之教不相复而治，与汤之法不同道而亡，所由疏路而见得异也。北边未安，正甚道之。日者，大将军攻匈奴，斩首虏19000级，留跌无所食。亦令民的买爵及赎禁故免减罪，请至赏官，命曰5公爵，即17万，凡值30余万金。诸买5公爵官守者是不利，先除千夫如5大夫，其有罪又减2等，爵的至乐清，以显军功。军功多用乐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冒废。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神臣下取汉乡，张汤用缩文爵礼为廷尉，于是见之之法深，而废革举匪穷治之欲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望谋反击建，而公卿寻端治之，尽其党羽，而作死者数万人，常吏亦惨疾，而法令明察。当世之时，昭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汉乡，不备，时不重，为天下先。然无异于俗，稍误于公利矣。其明年，骠骑人在出疾胡，或守4万。其秋，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将，于是汉发车2万胜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100余巨万。初，先是往10余岁河爵官，梁楚之地故以数困，而元和之郡低塞河，折绝坏，废不可胜计。其后藩系御省砥柱之曹、川汾、河渠以为盖田，作者数万人，正当时为曹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朔方亦川渠，作者数万人，各立2、3旗，功未就，费亦各据万10数。天子为伐胡，甚养马，马之来时长安者数万匹，卒千长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进郡。而胡将者皆衣食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善，解臣于寺，出御府进葬以善之。其明年，山东被水滋，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须郡国仓快以赈平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代甲，尚不能相救，乃徙平民于关以西，及冲朔方以南兴秦中70余万口，衣食皆养给县官。数岁，甲与产业，使者分布户之，官盖相望，其费以易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甲或跌财一平，转谷百数，废居役，封君皆低手养给，也助主言财货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众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善用，而催服营并兼之徒。是时进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席。自孝文更造4铢钱，至是岁40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极多同山而铸钱，民亦兼道铸钱，不可胜数。钱亦多而轻，物亦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今有3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金办2钱法重4铢，而奸货盗磨钱里取玉，钱亦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必繁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原以早会，为皮币，值40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见币，然后的行。又造银席为白金，以为田用墨如龙，
的用墨如马，人用墨如龟，故白金3品，其一约重8两，还之。其文龙，名曰白选，值3000。2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值500。3曰复小，坠之。其文龟，值300。令县官销半2钱，更铸3铢钱，文如其重。盗铸铢金钱罪皆死，而吏民知道铸白金者不可胜数。于是以东郭咸阳、孔景为大农臣，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主盐，孔景、南阳大也，皆至身类千金，故朕当时进言之。弘羊，洛阳贾人子，矣。辛季，年13侍中。故3人严厉士西丘好矣。法纪一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赋及武大夫，征发之事亦先。于是除千夫。武大夫未立，不遇者出马，故吏皆是令罚及上陵，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将军骠骑大出疾胡，得首虏8、9万级，赏赐50万金，汉军马死者10余万匹，转曹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事颇不得路矣。有司言3铢钱轻，亦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5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玉焉。大农上盐铁城孔景、咸阳盐、山海，天地之藏也，皆以属少赋，陛下不思以数。大农左赋。原牧民自己费，因官契作主盐，官与劳盆。服时其民欲善管山海之货，以致复县亦立细民，其举事之意，不可甚听。敢私铸铁器主盐者，帝左旨，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至小铁官，便属在所限。是孔景、东郭咸阳乘船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加赋者未立，吏道亦杂，不选，而多假人矣。商贾以弊之变，多积获逐利。于是公轻盐，郡国颇被资害，平民无产业者，慕喜广饶之地。陛下损善审用，出进钱以赈源源，宽待赋，而民不齐出于南亩，商贾资重。贫者蓄积无有，皆养县官。一时算摇车甲人民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甲人莫作事代卖，买居易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集，各以其物自占，律民钱2000而一算。诸作有租及住，律民钱4000一算。非利比者3老，北边骑士摇车以一算，商甲人摇车2算，船5丈以上一算。逆不自战，战不息，戍边1岁，没入民钱。有能告者，以其半毙之。甲人有事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及民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同。天子乃思卜士之言，诏拜侍卫中郎，爵左庶长，赐田10顷，布告天下，使民知之。初，卜士者，河南人也，以田畜为士。亲死，士有少地，地壮，士脱身出分，独取。